陈哥哥，你就别反抗了，反正你一个摊子，整个京城除了我叶喜喜，没人会要你。叶喜喜，不想死的话，就赶紧从本王床上滚下去。本王？叶喜喜愣了愣，扫视一周后，瞬间瞳孔紧缩呀！老天奶呀！他怎么会在一个男人的床上了？还是一个穿着古装、长相俊美的大帅哥的床上？该不会是狗血小说看多了，做了春梦了吧？热热的，软软的，是活的，他不是在做梦。忽然，一大段陌生的记忆飞快地涌入脑海。叶喜喜悲催地发现，他竟然穿书了，变成了书里将军府流落在外多年，1年前刚认回亲人的镇千金叶喜喜。造孽呀！叶喜喜，男人冰冷的声音再度响起，对上他那要刀人的眼神，叶喜喜吓了一个激灵。老天奶呀！原神不愧是人见人厌、狗见狗嫌的京城第1大恶女，这色胆就是能包天，竟然连为大夏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冷面战神安小王爷，他都敢强上。小王爷，您听我狡辩吗？不对，您听我解释。我说我是被人算计了，您相信吗？周雨成不说话，冷眼瞪着叶喜喜。叶喜喜尴尬一笑，也是，他只是贪了，又不是傻了，怎么会相信他这番鬼话？可天地良心呢？原身真的是被人算计的，被书里的女主假千金叶婉熙给算计了。姐姐，那安小王爷虽然贪了，但是胜在身份尊贵啊，而且他容貌出众，可比那老员外好看多了。你嫁过去之后，就是备受世人尊重的安小王妃。莫说母亲和家里几位兄长，就是老太君见了你都得下跪行礼。姐姐，你想想，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安王府还能抵赖不成？真不是他骂原神蠢，他是真蠢。小王爷，我刚刚就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这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咱们再也不见。说吧，他毫不犹豫地拉门，打算溜之大吉。可任凭他使出吃奶的劲儿，那门呢都纹丝不动。门被反锁了，我试试走窗户啊。叶喜喜怂了，想别的办法跑路吧。她又不是原身那个傻子，可不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更不会嫁给一个摊子，然后过上那种冷脸洗内裤的日子。屋外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脚步声，叶喜喜的脸色是一白呀。糟糕啊，抓奸的人就要来了。他现在就算是出去，只怕也会跟他们撞个满怀，到时候就算他长了1000张嘴，也解释不清他跟安小王爷的关系。很快他眼睛一亮，随即走到床边问道，安小王爷，您这儿有银针没啊？滚！看来某些人还真是贼心不死啊，在战场上没有弄死他，竟然派了这么一个恶女，意图毁掉他的清白，借此打入他们安王府内部。休想！叶喜喜是欲哭无泪呀，是他不想滚吗？是他不敢滚，这个时候真要滚出去，那就真中了叶婉熙的阴谋诡计了。就在这时，一道机械的电子音在脑海中响起。叮，发现大夏朝年间古董瓷夜壶1个，可兑换银针72枚，请问宿主是否兑换？叶喜喜是吓了一大跳。谁在说话？这房里就他和安小王爷2个人，很明显呢，刚才的声音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莫不是大白天的见鬼了？这时脑海里再度响起刚才的电子音。嗨，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逆天改命系统。宿主别犹豫了，捉奸的人就快进来了，再晚一点你就只能嫁给安小王爷了。叶喜喜在心里呸了一声，暗骂道，晦气，谁要嫁给一个短命鬼了，他就不能独美吗？来不及多想，他当即用意识跟系统交流，换宿主用手碰一下夜壶就可以。收到系统的指令，叶喜喜斜眼瞄了一下床边的夜壶，然后偷感十足的弯下腰碰了一下。老天奶呀，这手怕是不能要了吧？下一秒，夜壶消失不见，而他的手里呢，却多了一包银针。安小王爷，不好意思，得罪了。
他挽起安小王爷的裤腿儿，准备给他施针。安小王爷以为他贼心不死，拼命的挣扎呀。滚呐！闭嘴！你要是想娶我，你就使劲好，争取把全京城的人都给薅来。到时候纵使你我之间清清白白，外人也不会相信。若是你不想娶我呢，就乖乖配合我演完这出戏，等应付完捉奸之人，咱俩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话杀伤力是极大呀！刚刚还恨不得吃了叶喜喜的安小王爷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是眼里的杀意怎么也藏不住。叶喜喜没有再废话，以最快的速度将手里的银针一根接一根的扎在安小王爷早就肌肉萎缩的腿上。至于穴位扎没扎对，他也不清楚，反正他又不是医生。况且呢，安小王爷已经瘫了，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王妃一定是下人看错了，我姐姐虽然刁蛮任性，但万万不可能做出白日宣言这般荒诞事来的。小姐，奴婢没有撒谎，奴婢真的看到大小姐进了安小王爷的房里，屋里还传来那种声音。听着门外传来的声音，叶喜喜勾了勾唇角，这个叶婉熙果然是个好演员，难怪原神会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季禾，闭嘴！小姐，叶二小姐，这看没看错的，打开门不就知道了。来人，把门给本王妃打开。外面的纷纷扰扰并没有影响到叶喜喜，看着他镇定自若的模样呢，周玉成凤眸微眯，低声警告道：休要在本王面前耍心思。放心吧，你不想娶我还不想嫁呢。叶喜喜嘟囔道：短命鬼，倒是可惜了他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了。周玉成耳力极好，自然也听到了短命鬼三个字儿，当即气得胸口是一起一伏啊。随着开门声响起，叶喜喜手里的最后一根银针也扎在了周玉成腿上，他内心是慌的一批呀，却故作淡定地说道：好了，小王爷好生休息，待一炷香之后我再来帮您拔针。有劳叶大小姐了。周玉成冷漠之极，却又不得不配合他演戏。小王爷客气了，医者仁心，这是我应该做的。当看到安王妃和叶婉熙领着一堆吃瓜群众正站在门外时，他装作刚刚发现他们的存在，惊讶了一瞬，立马俯了俯身，喜喜给王妃请安。免礼。姐姐，你怎么会在小王爷房里啊？小姐，您都瞧见了吧？奴婢真的没有说谎，奴婢刚刚亲眼看到大小姐鬼鬼祟祟的进了小王爷的房里。你这眼睛是让屁给崩了吧？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的进了小王爷的房里？看着眼前趾高气昂、骄纵蛮横的叶喜喜，叶婉熙心里是暗爽啊。草包就是草包，江清月那个贱妇竟然还敢妄想把她嫁给侯宇哥哥，如今捉奸在床，她的宝贝闺女就只能乖乖嫁给安小王爷这个废人。心里这样想着，可他嘴上却不忘斥责身边的丫鬟：季禾，不许胡说！小姐，奴婢没有胡说。怎么没有胡说？我分明是正大光明进了小王爷房里，哪里鬼鬼祟祟了？你这是污蔑，是造谣！清河愣住了。大小姐，你……叶喜喜没有搭理他，而是看向安王妃。王妃，今日是您的生辰，喜喜原本想送您一份生辰礼物，也不知道该送您什么好。毕竟金银首饰这些东西您也不缺，稀奇古怪的东西喜喜也弄不来。喜喜知道王妃您一直记挂小王爷的身体，于是便想着试试能不能治好小王爷的腿疾，若是治好了，也能免去您一桩心事，这可比其他生辰礼要好得多。可喜喜医术不精，怕给了您惊喜，又带给您失望，所以先前没敢告诉王妃，想着等小王爷的腿疾有所好转再告诉您。谁成想竟然弄出这么大的误会。喜喜自小生长在农村，受尽苦难，倒是不怕被污蔑被造谣，可小王爷他身份高贵，战功赫赫，他的清白岂能容这些无知小人污蔑造谣？说完之后，叶喜喜呢还装模作样的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不就是演戏吗？他也会呀。来人，把这贱婢给本王妃拉下去！胆敢恶意污蔑造谣小王爷，掌嘴30，让他长长记性。王妃饶命，奴婢没有污蔑，奴婢说的都是真的。安王妃面若冰霜，狠狠瞪了一眼一头雾水的叶婉熙。他儿子只是贪了，又不是他们安王府没落了，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敢算计他们了？叶婉熙吓得一个机灵，咬着嘴唇不敢多言呢。很快，一阵啪啪啪的掌嘴声便从远处传了过来。叶喜喜差点笑出声来。喜喜，你玉成哥哥的腿疾可还有救？王妃，妹妹竟然不知姐姐何时会的医术？妹妹不知道也正常，毕竟我刚回府1年，我在乡下学的那些本领多了去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一一展示罢了。姐姐莫要闹了，
妹妹知道姐姐倾慕小王爷许久，纵使姐姐好心想要治好小王爷的腿疾，可那么多名御医、江湖名医都治不好，姐姐又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呀？叶大小姐，你该不会是为了掩盖你和安小王爷的私情，故意诓骗王妃吧？王妃，臣妇本来不想多嘴的，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叶喜喜是个什么样的人，整个京城谁人不知？他要是会医术，估计早就闹得天下皆知，又何必这般偷偷摸摸的给小王爷治病？就是，依我看呀，他给小王爷治病是假，估计背地里打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鬼主意呢。叶喜喜的脑壳疼啊，他就知道这些深宫后院的宅斗高手们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母妃，不管叶大小姐能不能治好儿子的腿疾，她能有这个心终归是好的。况且儿子看叶大小姐刚才刑侦的架势，也不像是不懂医术的样子。劳烦母妃请府医进来一探究竟，好还儿子和叶大小姐一个清白。叶喜喜皱了下眉，心里更慌了。就他那点儿上不了台面的医术，忽悠不懂行的人还行，一旦碰上专业对口的大夫，分分钟就能戳穿他的把戏。他严重怀疑这个安小王爷是为了娶她故意而为之。男人全身上下也就嘴硬，嘴上说着不要，背地里却暗戳戳的使些小手段。这个想法只停留了不到3秒钟，就被叶喜喜否定了。安小王爷贪的是腿，又不是脑子。他放着京城那么多豪门贵女不娶，娶她一个乡下来的恶女，是图了什么呀？难不成是图了她恶，图了她二？来人，去请李大夫过来。叶大小姐，你平日里胡作非为也就罢了，可安小王爷是咱们大夏朝的大功臣，你也不怕把他扎坏了，全朝老百姓们找你算账吗？真是气死我了！我现在就去江心府问问叶夫人到底是怎么相夫教子的，怎么就教出来这么一个一肚子坏水的女儿来？去什么将军府啊？直接去宫里跟皇上告御状。叶大将军确实立了不少战功，可皇上也不能因为这事儿次次都袒护叶喜喜这个恶女吧？哎，叶喜喜是有苦难言呐，狗皇帝哪里是在袒护他呀？分明是嫌他亲爹名声在外，深受老百姓们喜爱，故意纵容他，给他抹黑而已。托他和原身的福，叶家祖祖辈辈积累的好名声，在这1年时间里呢，逐渐被败坏了。原书里提到过，就因为这点呢，所以皇帝下旨抄叶家时，全城百姓不但不为叶家喊冤，反而拍手叫好。就在叶喜喜被众人骂成一堆狗屎的时候，溥仪来了，叶婉熙丢给叶喜喜一个闭上你那坑。咋了？就你长嘴了？一天到晚叭叭叭的，显着你了。当着众人的面，叶喜喜原本是想忍一忍的，争取早日去掉自己身上京城第一大恶女的标签。可叶婉熙就跟吃了猫肉似的，非得上蹿下跳。她一时没忍住，一巴掌甩了上去。看着叶婉熙左脸上鲜红的手指印，吃瓜群众们是既震惊啊又心疼。震惊叶喜喜竟然敢当众打人，心疼叶婉熙被一个恶女欺负。叶婉熙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满眼都是不可置信。他从小就被父兄们当作是掌上明珠似的宠着爱着，别说是挨打，就是掉一根头发丝儿，他们也会心疼好半天。今日竟然被叶喜喜这个贱人当众打了一巴掌，一股委屈感夹杂着浓浓恨意，瞬间涌上心头。叶喜喜，你给我等着！见叶婉熙老实了，叶喜喜的心情舒爽了不少。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打一顿延年益寿。哼，网友诚不欺我。安王妃回过神来，给了叶喜喜一个赞许的眼神。骂得好啊，打得更好。叶婉熙敢算计他儿子，不给他点教训可怎么行啊？叶喜喜心虚的不得了。安王妃那什么眼神啊？该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不要吧，他刚穿过来，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又要嘎了吗？小人见过安王妃。李大夫，你先看看成儿的腿，可别真被扎坏了。是。李大夫背着药箱走到床边，周玉成呢冲他使了个眼色，李大夫秒懂。随后呢，他的视线移到周玉成的腿上。李大夫怎么样？这些银针对成儿的腿伤可有好处？啊，有的。太好了。安王妃是喜上眉梢啊。叶婉熙面色一沉，难不成叶喜喜这个小贱蹄子真的会医术？安王妃啊，是有好处不假，只不过这好处……叶喜喜当然知道针灸对周玉成的腿伤呢没什么用处，毕竟原书上说了，周玉成之所以会瘫痪呢，是因为中毒的缘故，所以呢，就算把他扎成个刺猬，
他也只能是个瘫了的刺猬，真是可惜了。叶喜喜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趁着众人不备呢，他打算赶紧回将军府，趁着流放的圣旨还没下来，他得尽快跟将军府众人割席，然后回石头村找养父养母去。流放之路太苦，叶喜喜才不会没苦硬吃呢，跟着一帮天天盼他死的傻缺们一起去流放。他要回石头村，他要去过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他要带着真正爱他的养家人吃香喝辣，一起走上人生巅峰。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姐姐，你这是打算去哪儿啊？我去吃屎，你去不去啊？叶婉熙一噎，表情像是吃了屎一般难看。就在众人以为安王妃会斥责叶喜喜一顿时，只见她从手腕上退下一枚玉镯子，戴在叶喜喜手腕上。喜喜，不怪你，李大夫不也说了，你的针灸是有好处的，虽然好处微乎其微，但是有总胜于无。叶喜喜是个贪财的，看着手腕上质地通透的玉镯子，就猜到它价值不菲。安王妃，我不能收，无功不受禄的道理她还是懂的。给你就拿着。好孩子，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您说。我想请你每天都来安王府，帮你玉成哥哥施针。施针是假，安王妃主要是想给儿子找个伴，可以说话的伴。周玉成皱了皱眉，想死的心都有了。安王妃，好孩子，就这么定了，以后每日这个时辰我都派人去将军府接你，你若是不方便过来，我让人把你玉成哥哥送到将军府也行。叶喜喜傻眼了，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呢，怎么就这么……唉，没什么好戏可看了。众人呢也很识趣的离开了周玉成的房间。李大夫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问道：叶大小姐，不知道你这银针是从哪里来的？我师傅送我的。不知令师是？说了你也不认识。叶大小姐，您可认识鬼医？闻言，床上的周玉成瞳孔骤然收缩，盯着叶喜喜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审视和期许。不认识。我能看看您的银针吗？看吧，这可是用安小王爷的夜壶兑换的好东西，确实值得一看。李大夫拿着银针是仔细的端详了一番，像是确定了什么似的点了点头。叶大小姐，您这银针来历不凡，若是不想给自己招来麻烦，以后还是谨慎一点。来历不凡？叶喜喜愣了愣，这可是他从系统里换来的银针，确实来历不凡。但是李大夫怎么会知道呢？难不成他……小王爷，叶大小姐应该认识鬼医，您看咱们要不要找他帮帮忙？不必，叶喜喜应当是那位派来试探我的，还是谨慎些为妙。您这腿不能再等下去了。我知道，你先回去吧。劝说不动，李大夫只好拂袖离去。月影，去仔细查查叶喜喜。是。等等，本王要解手。月影没说话，弯腰去拿夜壶。下一秒，他皱起眉头，满脑门的问号。啊，夜壶怎么不见了？他记得一个时辰前，他伺候小王爷解手时，夜壶还在的呀。快点！周玉成憋得难受，见月影傻站着，便催促了一声：“王爷，进贼了！您的夜壶被偷了！”月影气得脸都黑了，真是活见鬼了！见过偷金银珠宝的，还从来没有见过偷人夜壶的，就很难理解。进贼了，他的夜壶被偷了。叶喜喜猛地想起叶喜喜刚才贼眉鼠。小王爷，您是不是对叶大小姐有意思？我只是贪了，又不是傻了。那您刚才为何跟叶大小姐玩得那么开心，还要替她洗白？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她玩得那么开心了？不管如何，您都要克制一下。叶大小姐不是您的良辈。哎，系统，你给我的银针是诡异的。是的。哎，你怎么会有诡异的东西啊？从别的系统那里买的。原来如此。哎，系统，那你有灵泉空间吗？有就好，这样他就可以搬空将军府，去石头村过逍遥又自在的生活。不过灵泉空间暂未激活，还不能使用。如何激活呀？恭喜宿主即将开启灵泉空间激活任务。任务1，需要大夏朝年间古董玉壶1个。任务2，攻略安小王。加油个屁呀！这灵泉空间不要也罢。系统郑重警告，安小王爷的生死跟宿主息息相关，他生宿主生，他死宿主也会灰飞烟灭。不是系统，你究竟是我的桶啊，还是安小王爷的桶啊？怎
当然是您的疼啦，只不过我只是个打工头，这些任务都是上级系统颁布的。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癖啊？为何非得要安小王爷使用过的御业壶啊？而且你刚才也说了，只要待喜爱值提升到-200，信任度为50，即可自动开启灵泉空间。既然如此，那为何又要问我业壶？宿主，别生气，我要夜壶也是为了给您换点宝贝。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系统，坏得很！用别的宝贝换宝贝不行吗？还非得用安小王爷的夜壶换，真是离谱至极！明统不说暗话，本统之所以想要夜壶，是因为有个古董收藏。叶西西，你为何又欺负婉熙啊？我不管你跟婉熙有什么矛盾，但是你打人就是你不对。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去跟婉熙道歉，听到没有？傻逼！宿主，牛！一般，世界第3。你看叶景云的体积像不像一头牛？岂止是像啊，简直是牛本牛了！就他这身板，流放路上不遭罪才是怪事。叶西西，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让我听到你骂人，我就让人把你送回石头村。你手腕上的玉镯子哪来的？又是娘亲送的？这样吧，我做主，你把这玉镯子摘下来送给婉熙，就当是你向她赔礼道歉了。你是姐姐，就得让着妹妹。听明白了没？让你妹！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呐！叶西西拎起拳头朝叶景云肚子上砸去。叶西西没有再管疼得满地打滚的叶景云，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去厨房找吃的。大小姐，老太君找您。没空。老太君，我挨了一巴掌没什么的，可我六哥是我们这一房最后的希望，往后整个将军府都指着我六哥了。指望个屁！好孩子，不哭了，你说的没错，整个将军府往后就指着你六哥了，等会儿就把叶喜喜这个祸害赶出将军府去。老天奶呀，还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啊！他刚才还在想呢，该怎么跟将军府割席，现在好了，不用他想了。老太君啊，倒也不必赶西西走，让他在祠堂跪半个时辰就成。跪你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奶奶巴不得赶紧离开将军府呢。祖母，六哥说的对，姐姐虽然骄纵蛮横了一些，可她到底是咱们将军府的人。老太君，大小姐来了。孽障，还不快给我跪下！孽障是在说谁啊？孽障在说你哦，在说我呀？我怎么了？瞅瞅你做的好事，翻了天了！王婆子，去请家法来，我老婆子今日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孽障。我说姨奶奶，您是要请谁家的家法呀？是请你们李家的，还是请我们叶家的呀？您鸠占鹊巢这么多年了，都忘了自己的身份是吧？你一个李家的老夫人，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叶家的事情啊？难不成就因为当年我爹吃过您几口奶，您就觉得您是我祖父的夫人，而不是李家妇了？老太君不是嫡亲的祖母吗？为什么又成了李家妇了？这些陈年旧事，叶景云并不知晓。若是知道的话，他还怕他个鸟啊！老太君，家法来了。王婆子，给我狠狠的打，打死算我的。是，大小姐，老奴得罪了。太他妈憋屈了！老太君，求您不要打姐姐，都是婉熙的错，您要打就打婉熙吧。婉熙，好孩子。住手！娘亲，她不是都快病死了吗？怎么还有空来慈惠院？有她撑腰，那叶喜喜这个小贱人，岂不是又要逃过一劫？闭嘴！我不是你娘，王翠花才是。夫人，不是老奴多嘴，大小姐就是因为您的偏袒，才会变得如此狂妄自大。若是今日不好好教训一下，将来她怕是真能把天捅出个窟窿来。知道自己多嘴，那就闭嘴。我闺女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当下人的在这指手画脚。西西，娘亲来晚了，你受苦了。老天奶呀，是他看花眼了吗？他怎么好像看到自家的慕容女士了？西西，你还好吗？我没事，没事就好。娘亲，您身体不好，就应该好好在芳兰院休息，不要乱跑啊。他二话没说，抬手就给了叶景云一巴掌。娘亲，您打我。那个娘亲，你打了叶老六就不能再打我了。好端端的，娘亲打你干什么？真不打？娘亲心疼你都来不及，为何要打你？那就好，他还指望着这张脸去色诱安小王爷呢。
娘亲，您这心都快偏得没边了，我还是不是您最爱的儿子啊？以前是，现在不是了，以后也不是。娘亲，你太让儿子心寒了。王婆子说的对，你就好好骗他叶喜喜吧，迟早有一天他能把天给捅个窟窿出来。就算我闺女把天捅了个窟窿，我这个当娘的也会想尽办法把天给补上。老天奶呀，这是什么神仙发言呢？也太霸气了吧！爱了爱了，他这便宜娘亲，该不会是个宠女狂魔吧？江氏，亏你还是世家小姐，谁是谁非都分不清楚，也不知道昭儿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泼妇。若是她还活着，我一定让她休了你。江清月没有接话，拉着叶喜喜回了自己的芳兰院。春枝，你去吩咐厨房给大小姐做些饭菜。娘亲，我想吃大肘子，没有大肘子，大鸡腿也行。没有大鸡腿，别的肉也行，我不挑食的。就按照大小姐说的去做，肘子、鸡腿、其他肉菜各要1份，送到芳兰院来。好的，夫人。你这傻孩子，你让娘亲该说点什么好？小王爷人是不错，长得俊有能力，可他是个摊子，嫁给他，将来还得给他端屎端尿，你就不嫌臭？嫌就对了，找男人就得找你爹那种好胳膊好腿的，虽然脑子不太好，但是疼媳妇儿。不知怎的，脑海里呢又浮现出安小王爷那张黑脸，帅是真帅，就是命太短。笑什么？娘亲说的不对。对，您说的非常对。喜喜，娘亲这破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恐怕也陪不了你几日了。娘亲，这是咱们将军府，娘亲自知时日无多，便自作主张把你许给了广平侯世子。想来过几日他就会来侯府里提亲。如今的广平侯府虽然没落了，但是有这些嫁妆在，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惨。你养家人不错，若是你愿意，以后就当门亲戚走动，省得你将来无依无靠，娘亲在下面也不放心。至于你4哥和6哥，等娘亲死后，你们能不来往就不来往吧。您不会死的，不会死的。系统，我娘的病可还有救。叔叔太感动了，彤彤也想要跟娘。别说废话，洒水啦！1滴灵泉水可愈合伤口，1杯灵泉水可强身健体，1桶灵泉水可百病消，1煮喝灵泉水可延年益寿。所以宿主，你真不打算攻略安小王爷？一个打工系统而已。什么？我爹说7日后皇上会下旨抄家。怎么会？你父兄可都是为了守护大夏朝而亡。娘亲，我爹说了，是因为我们叶家功高盖主。对啊，公公在世之前就提醒过夫君，当今圣上生性多疑，切忌保持低调。可这些年，夫君为了给公公报仇，屡立奇功，想来皇上早就将叶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如今夫君和几个儿子虽已战死沙场，但是以皇上睚眦必报的性子，断然不会让将军府其他人好过。喜喜，你快走，趁着圣旨还没有下来，你带着贵重物品赶紧去石头村找你的养父母。明日娘亲会对外宣布，已经将你逐出将军府，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们将军府的嫡女。我不走，我爹让我留下来保护您。娘亲，您不用怕，一切有我，有我爹，您只需要好好养病就行。喜喜，娘亲，皇上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纵使您单方面，您要是不想连累我，那就乖乖听我的话，什么都别想，好好吃饭，乖乖养病，剩下的交给我。流放路上咱们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您身子这般孱弱，到时候指不定还需要我背着您走。您瞧瞧我这细胳膊细腿的，哪能背得动您？我若是不背着您走，那些当差的肯定会打骂咱们，那才叫连累呢。行，娘亲听你的，好好吃饭，乖乖养病，剩下的都交给你。就说着，春枝端来了饭菜，叶喜喜没客气，夹起1筷子大肘子就大口炫了起来。靠，这也太难吃了吧！这么难吃的饭菜，也不知道叶景云是怎么一口一口把自己吃成了个大胖子的。随便对付了几口，叶喜喜哄睡江清月，这才回了自己的院子洗漱睡觉。不对劲儿，今日安王妃只是让人长了清河的嘴，又不是打了他板子，那为何清河会被打死？总不能是因为清河是纸糊的不禁打吧？当然，咱俩可是手牵手心连心的好朋友。哎呀，得了吧，谁家好朋友跟你似的，抠门抠的六亲不认，连个灵泉空间都不给我。
宿主，清河是被叶婉熙毒死的，为的就是污蔑宿主您。系统很聪明地转移了话题。这个叶婉熙还真是丧心病狂啊！为了搞臭她的名声，竟然对她忠心耿耿的婢女都下了死手，就挺可怕的。次日夜早，大小姐，老太君喊您去慈惠院。叶喜喜没搭理，继续睡。小贱蹄子，你别给老娘装死，耽误了老太君的事情，看老娘一会儿怎么收拾你！滚！扰人清梦，犹如谋财害命啊！该打！婆子被叶喜喜一巴掌扇倒在地上，噗的吐了一口鲜血。老天奶啊！这大力丸子还真不是盖的哈！这种好东西必须给便宜娘亲安排。王妃，喜喜，你玉成哥哥已经等了你一早上了，刚刚还派人来问我，看你怎么还没来。叶喜喜敷衍的笑笑，他宁可相信这世上有鬼，也不会相信安小王爷会盼着他的到来。小王爷，我昨晚仔细回想了一下叶大小姐使用的针法，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就是传说中的鬼医72针。要不您就牺牲色相，跟她打听下诡异的下落，您这病情拖不得了呀。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我这不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吗？您该不会是还惦记着叶家那二小姐吧？小王爷，不是我多事，就您如今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她能看上您，那才是怪事呢。安王妃和叶喜喜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大夫这话。喜喜，不要听李大夫胡说，你玉成哥哥。周玉成躺在床上，依旧是一副爱答不理的面瘫脸。他突然出声：母妃，我想喝您亲手煲的鸡汤，您给儿子煲一碗。好好好，母妃这就去给你煲鸡汤。李大夫啊，我想给成儿做一些药膳，你要是不忙的话，就随我去厨房教教我药膳该怎么做。小王爷，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待屋里呢，只剩下他跟叶喜喜时，他才冷声开口：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安王府，我母妃那里我会想办法说服她。小王爷，昨天发生的事情吧，都是误会。正好呢，我这会儿闲着，我帮您按摩按摩腿吧。不用。怎么不用？您瞧瞧您这腿，肌肉已经萎缩成什么样了？说是再放任不管，即便您将来解了身上的毒，您也可能会无法翻身，无法坐起。你究竟是谁？我还能是谁啊？当然是叶喜喜了。宿主，不好了，安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降到-500了，信任度也降到了-100。叶大小姐，你走吧。今日之事，本王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你也不要在外人面前提起。我安王府对皇上忠心耿耿，想来他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忠臣。对，他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忠臣，所以他才会在背后给忠臣下毒。就这智商，狗皇帝不给他下毒，给谁下毒啊？周玉成眼底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哎，你别瞪我啊！瞪我也改变不了你命短的事实。我爹还说，今日柳侧妃会流产，到时候她会嫁祸给安王妃，安王妃也会因毒害安王子嗣，被安王爷杖责50大板。虽然安王妃挺过这茬，但是却元气大伤，最终死在了流放路上。哦，对了，柳侧妃之所以会嫁祸安王妃，是因为她肚子里怀的压根儿不是安王爷的种，而是他表哥的种。柳侧妃担心孩子生下来后，他们的奸情会因此曝光，便想出了这么一个一石二鸟的法子，既可以隐瞒他和奸夫的奸情，又可除去安王妃这个多事的主母。他也可以借着安王爷，你说你一个摊子，没事瞎逞什么能啊？人叶婉熙，叶喜喜把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看在孩子可怜的份上，他就不再扎他一刀了。叶婉熙怎么了？哎呦，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情关心叶婉熙啊？继续说，叶婉熙究竟怎么了？小王爷，不好了，柳侧妃流产了，王爷要打王妃的板子。哎呀，我娘亲这梦啊，还真准。小王爷，您说是吧？怎么回事？回小王爷，刚刚柳侧妃去厨房找吃的，不知怎么的就突然摔倒在地上，然后就见了红。柳侧妃一口咬定是王妃推了她，可王妃不承认是她推的。王爷得知此事，大发雷霆，下令要杖责王妃50大板。事情跟叶喜喜说的呢大差不差。周玉成即使再怎么怀疑他的身份，也不得不相信安王府即将被流放一事。恭喜宿主，安小王爷对您的信任度涨到了10，距离解锁灵泉空间不远啦。哦，对了，别忘了南叶湖。小王爷，你还傻愣着干什么？您再不去给王妃撑腰的话，那她可真的要挨板子了。月莹，背本王去找母妃。乖乖，这房梁上咋还有一个人呢？
该不会是周玉成知道他要偷夜壶，特意让人盯着他，准备抓个现行吧？就在叶喜喜疯狂脑补的时候，月影已经背起周玉成，飞一般的离开了屋子。叶喜喜确定屋内没人后，这才碰了碰周玉成的夜壶。哎，还别说，今天的夜壶竟然真的是玉石做的。看来安王府还是有点小钱钱的。叶喜喜想了想，要不等有了灵泉空间后，他就勉为其难的帮着把安王府的家当也给搬空，大不了流放路上他也带着安王妃和周玉成一起吃香喝辣，就当是补偿他们了。宿主，呱呱呱！我还趋向向天歌呢。不是，快去吃安王府的大瓜。不去。住手！你怎么来了？我不来怎么会知道你就是这样欺辱我母妃的？成儿，毒妇，你还有脸哭？若不是因为你，青青怎么会流产？我说了我没推他。不是你，那又是谁？难不成是青青自己摔的？王爷，不关王妃的事儿，是臣妾没能保护好您的孩子。青青，不是你的错，都是那个毒妇的错。你放心，本王会给你做主的。王爷，没事的，臣妾受点委屈没什么。可王妃毕竟是您的发妻，您若是打了她，恐怕外人会说您宠妾灭妻，臣妾舍不得您受委屈呀。靠，难怪安王爷喜欢上赶着戴绿帽子，就柳侧妃这段位，可谁都乐意戴啊。谁？王管家，去把人带进来。闻言，叶喜喜知道逃不掉了，索性的硬着头皮进了正厅。臣女叶喜喜，恭请王爷万安。你来这里做什么？当然是吃瓜呀。叶喜喜却不管不顾，继续道：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知不知道我成才表哥找你都快找疯了？哎，对了，我大侄子没事吧？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表嫂，别闹了，快跟我回家吧。你说你怀孕了，不好好在家待着，瞎跑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成才哥多稀罕你肚子里的种。叶喜喜，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难怪我成才哥说你嫌他穷，跟着一个有钱的官老爷跑了。原来这个官老爷就是安王爷。你别胡说，我不认识你，更不认识什么成才。表嫂，你不愿意认我不怪你，毕竟我恶名在外，没人喜欢我。可你不能不认我成才哥呀！还有你这肚子里怀的可是我成才哥的种，你怎么能说你不认识他呢？王爷，臣妾冤枉啊！臣妾真的不认识他们。来人，把叶喜喜给本王拖。王爷饶命，老奴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侧妃娘娘和李公子逼老奴的。胡说，分明是你和柳青青逼的我。都闭嘴！王妃，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带成儿和叶喜喜回去。哦，不用被杖毙了。王妃，您还好吧？喜喜，让你看笑话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世间女子最不幸的事情，大抵就是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丈夫。最不幸的事情就是这个丈夫还是个眼盲心瞎的恋爱脑。喜喜，我累了，先回房休息了。你玉成哥哥的腿就交给你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叶喜喜叹了一口气，默默跟着周玉成和月影回了周玉成的房里。周玉成一眼就看到放在床边的夜壶又不见了。宿主，安小王爷对您的信任度降到0了。他妈的，小王爷，你现在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我也不问你要什么传话费，你能不能对我少一点点成见，多一点点信任？我不多要，只要一点点就行。周玉成不语，他有些好奇，他究竟是怎样在他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他的夜壶偷走了的？叶喜喜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哎呀，算了，明人不说暗话，你的夜壶呢，的确是我偷的，不是偷，是拿的。叶喜喜一边说一边问系统，哎，系统，现在的信任度是多少？还是0。叶喜喜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儿。我也不想拿的，可我爹给我托梦说他在下面没有夜壶用，让我给他搞几个夜壶用用。叶喜喜，本王贪的是腿，不是脑子。不就是拿了你2个破夜壶吗？你至于这么小气吗？再说了，马上就要被抄家流放了，你不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提前囤物资做部署，在这跟我唧唧歪歪啥玩意儿？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算了，让风影去办，你还是继续留在王府吧。为啥？一个连夜壶都看不住的家伙，他还能指望他干点啥呀？他是说错了什么吗？为啥王爷什么差事都交给风影，就不怕把他给累死吗？夜壶，本王要接手。哦，
风影憨憨地应了一声，立马去拿夜壶。小王爷，有脏东西，您的夜壶又不见了。谁又在骂我？骂您的人那可太多了。很好啊，狗系统又成功把天给聊死了。恭喜宿主改变安王妃原有命运，奖励大力丸1颗。太好了，早上他还想着给便宜娘亲搞一颗大力丸尝尝，没想到中午呢，这个愿望就给实现了。哎，系统，是不是我只要改变书中人物原有的命运，就会得到奖励啊？是的。那除了大力丸，还有哪些奖励啊？还有美白丸、强身健体丸、解毒丸、回魂丹。侯夫人，让您见笑了，我这个孙女野得很。老太君，你不用解释，我懂。看着眼前一唱一和的老太君和陌生妇人，叶喜喜是眉头微拧啊。侯夫人，咱们去芳兰院小坐，我正好有事情要同你讲。不必了，我今日是来退婚的。我们广平侯庙小，可容不下叶喜喜这尊大佛。侯夫人，您是不是对喜喜有什么误解？她是个好孩子。娘亲，既然侯夫人想退，那就退了吧。正好我暂时也没有成婚的打算。姐姐，我知道你喜欢安小王爷，可他终究不是门良配。娘亲，姐姐不懂事，您可不能跟着犯傻呀。这亲事要是退了，那姐姐的名声……叶夫人，留下叶喜喜，迟早会给将军府招来祸端。听我一句劝，还是趁早把她送到她养父养母身边，省得她将来酿下大祸，会连累整个将军府。侯夫人说的没错，叶喜喜不能留了。娘亲，咱回屋睡觉去，都要被流放了，还搞宅斗，有意思没啊？叶喜喜一路抱着便宜娘亲回到芳兰院。娘亲，这颗丹药是我爹昨晚托梦给我的，说是吃了之后啊，可以变得力大无穷。您把这吃了，流放路上也能少遭些罪。娘亲不吃，你吃。我吃过了，这颗是专门给您留的。您闺女现在力气大得很。江清月没有犹豫，迅速拨开蜡纸，吃下大力丸，一股暖流从丹田涌入四肢百骸，感觉到身体里的变化。江清月惊喜地看向叶喜喜，你站起来，让娘亲抱抱。娘，您找我？对，我找你。娘，您先等会儿，我有事儿跟叶喜喜说。叶喜喜，我有没有教过你做人要善良？你堂堂将军府大小姐，怎么能屡屡欺负下人？这要是传出去，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就算你破罐子破摔，不要名声，那你也不能不顾及惋惜呀。她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摊上你这么一个恶贯满盈的姐姐，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呢？江清月一时没忍住，抬起胳膊就给了叶景云一巴掌。恭喜宿主，当前安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为-200，信任度为10，本系统即将为您开启灵泉空间。安小王爷这是抽风了吗？刚刚还对我爱答不理的，怎么忽然对我的喜爱值和信任度提高了这么多？哎，算了，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先囤物资比较重要。叶喜喜只觉得脑袋里传来轰的一声，按照系统的提示，意念一动便进了灵泉空间。小木屋看着小，确实小。哎呀，系统，这屁大一点的地方能装多少物资啊？灵泉空间会随着安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和信任度的增加而不断扩建。等宿主成功攻略安小王爷后，系统将为您1:1复建您在现代的别墅。真的假的？真的，不但能够1:1复建别墅，还能通过复建的别墅重回现代。第一站，他去的是老太君的大儿子叶明德院里。叶喜喜不管3七21，凡是肉眼能看到的瓷器啊、桌椅啊、字画啊，他都上前轻轻一碰，然后收进灵泉空间里。宿主，一件件收太慢了，您直接挥手就行。啊，系统，明明一挥手就能解决的事情，那你之前为何非让我用手碰安小王爷的夜壶啊？系统不说话，装死机。你别装死啊！信不信我主动放弃攻略安小王爷，跟你同归于尽？哎呀，宿主，你问本系统叶明德的宝贝都藏在哪里？哎呀，作为一个有职业操守的系统，彤彤我呀是不会告诉宿主你叶明德的宝贝就藏在他书房的密室里。有密室啊？叶喜喜来了兴致，暂且放过狗系统，并根据他的指引呢，来到了叶明德书房里的密室内。他走到一个木箱前，差点没被那一箱黄金给亮瞎了眼睛。他一路施展轻功，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安王府。风影，小王爷，是我，怎么了？如果我说我刚刚见鬼了，您信吗？刚刚你都看到些什么？直觉告诉周玉成，风影要说的事情呢，跟叶喜喜有关。果不其然，下一秒他就听风影说了叶喜喜搬空老太君几个儿孙家的事情。你是说他一挥手，
屋里的所有东西就全都消失不见了。周玉成心中骇然呢，这个叶喜喜究竟是人还是鬼？他留下这个。风影从怀里掏出叶喜喜留给叶明德几人的字条，递给周玉成。外界不是说叶喜喜是一个嚣张跋扈、大字不识的恶女吗？为何她的毛笔字写得如此苍劲有力，跟那些书法大家相比也没什么差别？还有那些消失的宝物究竟去了哪里？难不成是叶大将军在底下没钱花？为何叶喜喜不把将军府的钱给他，反而要偷人家？次日一早，老太君端坐在餐桌前，优雅地喝着燕窝。王婆子，去把叶喜喜那个小贱人给我捆来，不要惊动江清月。是。王婆子前脚刚出门，后脚叶明德就一脸惊慌地走了进来。吃，老祖宗都来收我们了，你还有心情吃啊？他把叶喜喜留下的字条重重地拍到饭桌上。老大，你今早是吃炮仗了？对，我就是吃炮仗了。他慢条斯理地拿起字条一看，手就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老大，这是……叶明德黑着脸把密室失窃一事一五一十地跟老太君讲了一遍。母亲，不好了，老祖宗显灵了。老二，你家也被搬空了？对啊，大哥，要不咱们还是改回理性吧？不行，好不容易才让你们哥几个出人头地，若是改回理性，这一切不都白谋划了吗？就算你们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景阳、景坤他们考虑，他们哥俩可是打着……大小姐，老太君请您过去一趟。知道了。他迫切地想要去看看老太君知晓几个儿孙家被搬空是什么表情。老太君，大小姐来了。王婆子，老太君去庙里给小少爷们祈福去了。啥时候走的？走了好一会儿啦，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老太君走得挺匆忙，还说要在庙里住一段时间。对了，刚刚大爷和二爷来过了。老不死的走了也好，正好他房里也有不少宝贝，今晚就来搬空。叶喜喜没有再理会王婆子，回房简单洗漱一番，便去了江清月院子。喜喜，怎么不多睡会儿？娘亲，昨晚我爹给了我一个法宝，可以储存物资。这几日我得早点出门，多采买些物资，等流放路上有。您乖乖在府里等我就行。好，娘亲在府里等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又突然咳嗽了起来。猜到是大力碗里的灵泉水没了止咳的主子，今天叶大小姐又买了50笼肉包，500斤精米，1000斤白面，还买了一些蔬菜种子和小鸡仔、小鸭仔、鱼苗。另外，她今晚把广平侯府也给搬空了。她买蔬菜种子和小鸡仔这些做什么？属下不知。你去请叶喜喜来王府一趟，我有事情想麻烦她。是，算了，你带本王去一趟将军府吧。虽然叶喜喜是个疯批，但终归是个姑娘家，大晚上的让风影直接将人掳到安王府不太合适。叶大小姐，是我。安小王爷，不知小王爷深夜到访所谓何事啊？叶大小姐，本王想请你帮个忙。没空。宿主，安小王爷的喜爱值降到-1000了，灵泉空间即将关闭。我帮。小王爷，您说帮什么忙？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我都帮您。不，杀人放火我也帮您，只要您别再跟个神经病似的，一会儿厌烦我。小王爷，虽然我爹他很想要这些东西，但是他也没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走。叶大小姐，既然能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本王的……小王爷，我让我爹想想办法吧。事成之后，本王可以送10个夜壶给叶大将军。叶喜喜是真的会谢呀，他又不是系统那个变态，他有那么多夜壶干嘛？当花瓶插花吗？宿主，你不要本统呀，好处大大的呀。变态桶。行，那什么时候去收东西啊？就现在，如何？可。等到了安王府，周玉成把藏东西的地点告诉给叶喜喜之后，就让他独自前往去收东西。他和月影、风影则回房里等着他。很快，叶喜喜收获满满的回到周玉成房里。小王爷，搞定了，我先回去了啊。本王让风影送你。周玉成说话的时候，我爹给的，说是什么圣水，虽然不能完全解了你身上的毒，但是能让你的身体不那么难受。劳烦叶大小姐替本王向叶大将军也道声谢。这些古人可真好骗。好嘞，小王爷再见。属下觉得那个叶大小姐就是个骗子，什么圣水不圣水的，一听就是那些江湖游医骗人的把戏，您可千万别
喝字还没说出口呢，月影就看到自家主子拿起小瓷瓶，把里面的圣水喝了个一干二净。不是，主子，你怎么喝了？哎呀，您快吐出来呀！您万一喝出个三长两短，我跟枫叶可怎么活呀？月影，你掐一下本王的腿。主子，您不会是傻了吧？该死的叶喜喜，属下这就去找他报仇。月影，本王的腿好像有一点知觉了。啥？小点声。太好了，属下现在就去找李大夫。此事先不要对外提起。属下知道了。枫影，咱们再去将军府一趟。是。今晚月黑风高。谁？周玉成。靠，怎么又是他？是小王爷呀。叶喜喜笑脸相迎。没办法呀，谁让这位爷从昨晚到今天一整天时间心情都很不错，灵泉空间呢也因此扩大了3倍多。叶大小姐又叨扰了。不叨扰，不叨扰。小王爷是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的吗？本王想请你搬空国库，本王带路，你只需要搬东西就行。得手之后，这些东西随你处置，本王一件不要。古人云，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说吧，小王爷，为何要这样做？或者说，小王爷是想从我这里得到哪些回报啊？本王想要玉玺，劳烦叶大小姐从皇宫里偷出来。什么？本王听说那玉玺是用上好的暖玉做成，正好本王体虚，想要玉玺暖身。哎呀，罢了，谁让他是他的攻略对象呢？当然得宠着了。成，那咱们现在出发，本王让月影背你。一行4人很快就来到皇宫。周玉成对这里的地形呢十分熟悉，他指挥着枫影7扭8拐就到了国库门口。月影将手中早就准备好的迷药轻轻一撒，负责看守的侍卫立马倒地。主子，可以了，你快进去，我们3个给你放上。好，叶喜喜没有犹豫，当即闪身进了国库。老天奶呀，这里的宝贝可比叶明德几兄弟家里的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宿主，快收快收，别忘了把地砖也给撬了，那可都是用玉石做的，贵着呢。知道了。叶喜喜小手一挥又一挥，原本金碧辉煌的国库瞬间变得黯然失色。叶喜喜又故技重施，以狗皇帝老祖宗的名义给皇帝留了一张字条，这才转身离开。得手了。小王爷，枫影借我一用，我打算趁热打铁，把后宫娘娘们的私库也一起端了。枫影，你跟叶大小姐走一趟，我和月影再冷。枫影体力不错，一连背着叶喜喜搬空了好几个后宫嫔妃的寝宫。叶喜喜还是十分大方的，给了她1小瓶灵泉水，让她补充体力。那快喝。我不渴。喝吧，我这里还有1瓶，一会儿拿给你家主子。你现在急需补充体力，还有几10个寝宫等着咱们去搬空呢。俩人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是把整个皇宫都给搬空了。上至狗皇帝的龙袍和皇后娘娘的凤袍，下至御膳房的米面油盐，都被叶喜喜洗劫一空啊。来到冷宫时已经是寅时，4人没有多待，快速离开皇宫。小王爷，明晚可否把枫影借我一用啊？枫影，你留下来，听从叶大小姐的吩咐。小王爷，这是叶大小姐给属下的圣水，你留着自己喝。主子，还是您喝吧，属下没中毒。哎呀，二位要谦让，劳烦去外面谦让去。时间不早了，本姑娘要休息了。枫影，明晚子时你再来找我，你也跟着回去吧。叶喜喜想去灵铜罐也不见了，还有凤罐。狗系统，你给姑奶奶死出来！系统不语，一味的装死机，不吭声是吧？你个不要脸的小偷童，连姑奶奶的东西你也敢偷？信不信姑奶奶现在就去把安小王爷给杀了，然后跟你同归于尽？哎呀，是哪个不长眼的，又惹宿主您生气啦？真的是太过分了。还是彤彤我呀最贴心，特意去上级系统那里给您申请了1碗特辣螺蛳粉，还加了猪脚和鸡脚哦。你赶紧把东西给我还回来，听到没有？宿主，其他东西已经被我换成能量了，只剩这个玉玺了。我要解绑系统。宿主无法解绑哦，彤彤我呀，生是你的头，死是你的鬼头，你就认命吧。不过刚刚本桶已经从初级系统升级为1级系统，宿主以后可以从本桶这里购买一些现代美。次日叶喜喜醒来时，已经是日上3竿。叶喜喜，你给我滚出来！六哥，你别怪姐姐，放七叔是娘亲给嫂嫂们的，跟姐姐没关系。怎么就跟他没关系了？要不是他之前一直在娘亲面前说几个嫂嫂是灾星，是祸害，是克星，娘亲怎么会突然间给几个嫂嫂什么放七叔啊？对了，这几天一直忙着采购物资，倒是忘了安顿3个嫂嫂和小侄子们了。
叶喜喜，你再不滚出来，我就踹门了。叶婉熙假模假式的劝了叶景云几句，便站在一旁等着看戏。你踹一个我看看。他闻到一股刺鼻的酸臭味，捏着鼻子往后退了几步。你吃屎了？身上怎么这么臭啊？你才吃屎，你全家都吃屎了。姐姐，你还有心情跟六哥斗嘴呢？三个嫂嫂正是因为你的缘故，正跟娘吵得不可开交。停！啥叫因为我的缘故？不是你骂嫂子们是克星，克死了大哥、二哥、三哥，还让娘亲把他们赶回娘家的吗？不对呀，这件事情关原神屁事啊！分明是叶婉熙这个死贱人给原神出的主意，是他说三位嫂嫂要是一直留在将军府的话，不但会影响他的运势，将来还会分将军府的家产。然后原神觉得有道理，就跑去欺负三个嫂嫂和小侄子们。叶喜喜是越想越气呀，古代女子本就活得不容易，更何况是三个死了夫婿又带着孩子的寡妇。也不知道叶婉熙这个死贱人对三位嫂嫂是有多大的敌意，才会撺掇原神往死里欺负他们。想到这里，叶喜喜也没客气，直接开骂：叶婉熙，你能不能要点脸？自己多大岁数，心里没点逼数吗？天天不是姐姐长就是姐姐短，咋的？你老黄瓜烧绿漆，搁我这装嫩呢？便宜娘亲跟他说过，叶婉熙比他早出生一天，只不过呢，他臭不要脸，为了继续当家中最小的妹妹，就不害臊的天天喊原神姐姐。姐，妹妹若是不喜欢我，娘，您别赶儿媳走，儿媳求您了。娘，我也不走，我答应过川哥，此生此世只认准他一个男人。祖母，紫菱也听话，紫萱也听大姑姑的话，就算大姑姑打紫萱，就算大姑姑抢紫萱的糖葫芦，紫萱也不会怪大姑姑的，都是紫萱不好，大姑姑打得好，大姑姑打得妙，大姑姑打得呱呱叫。叶喜喜来的时候，刚好听到好大侄子叶子轩的话，得，这又是原神欠下的一笔债。可将军府即将被抄家流放，他们留在叶家只会被连累。若彤、宁儿，你们先起来，咱们有话好好说。娇娇，把你大嫂和二嫂扶起来。叶夫人，我今日是来拿回我的嫁妆的。叶夫人。江清月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三儿媳这句叶夫人喊的是她。你去拿吧。另外，是我们叶家对不起你在先，这2万两银票就当是娘给你和子明的补偿。钱我拿走了，子明就留在府里，给您的。春枝，你抱子明去找娇娇。是。喜喜，把你大嫂和二嫂扶起来。好，别碰我，省得一会儿又污蔑我推你。叶子轩，你还跪在地上干啥？还不赶紧起来？没看到你大哥和二哥都起来了吗？大姑姑，你不要过来呀！我没有糖了，也没有铜板了，真的没有了，不骗你。叶喜喜张了张嘴，刚想替自己洗白几句，顺便呢把即将抄家流放的事情告诉给2位嫂嫂时，就听到2道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听得出是叶景云和叶婉熙的脚步声。叶喜喜赶紧撤回已经到嘴边的话，以叶婉熙的性子，若是知道即将被抄家，指不定又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叶喜喜不敢赌，当即双手叉腰办起了泼妇。啊，臭小子，我看你就是欠抽，你估我是穷鬼转世吗？就稀罕你的几颗糖几个铜板了，还有你们2个臭小子，一天天就知道哭哭哭。叶喜喜，就算我和大嫂还有3弟妹是克星，克死了自己的夫君，那宫殿和老五呢？他们是被谁克死的？我看就是你这个丧门星，命硬。好好好，我是丧门星，我命硬，行了吧？赶紧带着叶子轩给我滚，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娘，要我离开叶家也行，不过你得给我10万两白银，子轩我也带走。好。娘亲，妹妹不懂事儿，您怎么也跟着瞎胡闹呢？且不说大嫂、二嫂、三嫂嫁到我们将军府这些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滚出去！我们叶家人说话，你一个外星人插什么嘴？再敢逼逼，姑奶奶打烂你的嘴！叶婉熙哭着跑了出去，等出了芳兰院，她立马擦掉眼角的泪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她巴不得叶喜喜赶紧将温若彤他们赶出将军府。刘道士说了，他天生是凤命，若是这3个寡妇一直住在将军府的话，多少会影响他的运势。后位是他的，也只能是他的。等他登上皇后之位后，第一个要处死叶喜。四哥说笑了，喜喜也是叶家人，又怎么会欺负自家人？景朗，你3位嫂嫂还年轻，娘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守活寡，拿了放弃书，日后他们若是有心仪的人选，也可以另嫁。娘，您究竟要偏袒叶喜喜，偏袒到何种地步？就因为他，您连养了15年的婉熙都不认了，现在竟然还要把大嫂、二嫂、三嫂赶出将军府，您这样做，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将军府？四弟，不必惹娘不快，我和子轩拿了钱就走。大嫂，
书童，大嫂，你说你咋就这么想不开呢？夏芷，快去喊大夫。叶喜喜，大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娘亲，我这有药。娘，您别信他的话，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起开！江清月接过叶喜喜递来的小瓷瓶，给昏迷不醒的温若彤喂药。喝了灵泉水，温若彤的血止住了，人也清醒了过来。傻孩子，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娘，求您别赶我走，我不花府里的。岂有此理！当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看叶喜喜这个小贱人真是犯了天了。老太君说的极是，依我看，妹妹就是故意针对我们这些外姓人。王婆子，去把叶喜喜那个小贱人给我带来。至于江清月那个老贱人，既然她久病不愈，那干脆直接送她去阎王殿吧。王婆子去得快，回来的也快。老太君，大小姐不在家，去门口给我守着，等她回府就把人给我带来慈惠院。喜丫头，祖母累了，你也回去歇着吧。是，婉惜告退。叶婉惜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呀！太好了，江清月要死了，她倒要看看，没有江清月撑腰，叶喜喜那个小贱人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来？您说说这三弟妹怎么就这么绝情啊？自己的亲生儿子说不要就不要了。娘亲，你又来做什么？叶喜喜没理他，径直走到江清月跟前。我大嫂她没什么事儿。娘刚吃过饭。叶喜喜装作没拿牢碗，砰的一声，那碗掉落在地，摔得四分五裂，黑色的药汁溅了方翠兰一身。叶喜喜，你知道这碗药多少钱吗？你知道找齐那些药材有多不容易吗？你怎么能说摔碎就摔碎了呢？我不是故意的，方翠兰真想一把掐死这个小姑子。好了，你妹妹也不是故意的。娘，我知道我说话您不爱听，可我还是得说，叶喜喜迟早要嫁人生子，您要是再这样偏袒纵容她，将来哪家儿郎敢娶她呀？要我说呀，您就是应该把她送到老太君那里，让老太君好好教导教导她。行了，我身体不舒服，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子明你也带着，让他跟子轩做个伴。他一走，母女俩人对视一眼，神情都变得凝重起来。不是老太君干的，就是叶婉惜干的。娘亲，从现在开始，您别吃喝府里的任何东西，晚点我会给您送来一些吃食。你哥嫂那里？您放心，我会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中毒的。为了验证系统里画的将军府的事情，没有瞒得住周玉成。不知怎么的，听完风影的话后，他心里就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很不舒服。风影，等会儿去糕点铺子买些糕点，晚上给叶大小姐带去。许是怕下属误会什么，他补充道：昨晚我服用了圣水后，腿部的知觉又恢复了一些，这都是叶大小姐和叶大将军的功劳。一会儿你再买些香烛和黄纸，让叶大小姐帮忙烧给叶大将军，把我房里那几个没用的夜壶也一并拿去。送糕点他理解，送香烛和黄纸他也理解，可送夜壶这是什么意思啊？夜深人静时，他带着糕点、香烛、黄纸还有夜壶来到叶喜喜院子里。叶大小姐，这些都是我家主子让我送来的。看着眼前奇奇怪怪的礼物，叶喜喜憋了老半天才竖起大拇指道：你家主子很好，非常好。我家主子很好，非常好。对，你也很好，非常好。叶喜喜气笑了，还真是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下属。哎呦，哎呦！娘，您就别哎呦了，我们李家的老祖宗都被您给得罪完了，现在哎呦还有什么用啊？大哥，要不报官吧？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对劲。不能报官。叶喜喜四处张望了一圈，确定四周没人后，这才鬼鬼祟祟地走到窗边，用手指戳破窗户纸，看到老太君躺在床上，脸如白纸，当即是玩心大起。他小手一挥，屋里值钱的东西瞬间消失不见。之后呢，他把那只死掉的大公鸡扔在老太君门口，逃也似的离开慈惠院。见风影走了过来，叶喜喜小声吩咐道：我还得去其他院子一趟，既然你过来了，那你就帮我放风吧。风影点头，默默跟在叶喜喜后面给他放风，眼睁睁看着叶喜喜把整个将军府搬空后，风影心中不由得感慨一句：看来叶大将军在地府当真是过得不好了，什么破坛子破罐子他都要。搬空将军府，俩人径直去了安王府。你怎哟，这大清早的，几位是准备去哪儿啊？府里昨晚遭了贼，那贼人不但把府里洗劫一空，就连祠堂也给一把火烧了。我们正打算去报官，不知李公公今日来所为何事？李公公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怎么会有这么碰巧的事情啊？今日他们刚要抄家，昨晚将军府就被贼人洗劫一空。他仔细打量着叶家三兄妹，看仨人也不像是说谎的样子，才道：咱家今日来将军府是奉旨抄家，
抄家？李公公，您是不是搞错了？错不了，几位先随咱家进去吧。一行人前脚刚到，后脚叶家其他人也被官差们压了过来。温若彤和方翠兰吓得腿肚子直打转，一向胆小怕事的江清月此时却难掩兴奋，还真让他那个死鬼夫君给说中了。狗皇帝竟然真的要抄了他们叶家。娘亲，江喜喜见便宜娘亲嘴角的笑容比 A 来人，搜身，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一件都不许放过。眼瞅着官差们朝他们走来，抄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搜身。他们都是清白人家的女子，怎可被外男轻薄？李公公，昨日府中失窃，我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了个一干二净。大少夫人，咱家也是奉命行事。李公公，能否派几个婆子前来搜身？不能。李公公是故意的，谁让叶家人没有眼色，没有第一时间向他行贿呢？李公公，你别太过分了，想当初我爹在世时可没少照顾你。六少，若是咱家不按规矩办事，想来皇上也不会放过咱家。李公公，我身上就这些值钱的，我都给你。他肠子都快悔青了，早知道将军府会被抄家，昨日就算不给他银钱，他也果断拿着放弃书跑路啊。走。哎呀，李公公，我娘身患痨病，这几日我和你们几个留在这里看管他们，其他人都跟我去慈惠院。叶喜喜是故意给老太君一家找不痛快的，偏偏李公公呢还真的很听他的话。李公公之前没少来将军府送赏赐，所以叶家哪个主子住在哪个院子他是一清二楚。娘，现在怎么办呀？子轩他们还小。娘，我不想被流放。他们哭，江清月和叶喜喜也跟着一起假哭。都别哭了，早知今日，当初又何必叛国呢？这时叶喜喜脑海里忽然传来一阵巨响，震得她一阵头晕眼花。恭喜宿主，当前安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为0，信任度为30，本系统已经为您自动升级灵泉空间。叶喜喜看着识海里升级后的灵泉空间，无奈的皱了皱眉。老天奶呀，他一个懒癌患者，何年何月才能把空间里的20多亩黑东西呢？都被你们藏哪儿了？被偷了。放屁！老实交代，要不然咱家绝不轻饶。真的。见李公公不信，这才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李家老祖宗给他留的书信。看完书信上的内容，李公公是半信半疑呀，猛地想起前晚宫里发生的事情，他心里的那点疑虑呀也消散了大半。看来如今的地府也相当贫穷，穷到各家各户的老祖宗都靠打劫子孙后代过活了。来人，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给咱家扒了。既然金银珠宝都被李家老祖宗给拿走了，那他们身上这些绣了金线的衣服就归他了。不要啊，李公公，我不是叶家人，我是李家妇。对，我们姓李不姓叶，叶家叛国跟我们李家可没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良民，大大的良民。哼，少废！本王要去找皇兄要个说法，本王何时通敌了？简直是污蔑！意识到大势已去，安王妃索性放弃挣扎，十分平静地摘下身上值钱的配饰，贿赂领头的官差。官爷，我大儿子行动不便，二儿子和小女儿还小，可否通融一下，让我回房里给几个孩子收拾几件换洗衣裳？去吧，这就完了。跟叶家不同的是，这些官差在安王府收获倒是不小，足足装了5个大木箱。官差把从安王府密室搜来的纸张递给小李公公，密室空了，就剩这张纸。小李公公扫视一眼，立马吓得是魂飞魄散呢。完犊子了，皇家老祖宗显灵了。一想到那纸上的内容，周玉成就忍不住直乐。不孝子孙只顾自己贪图享乐，不知道孝敬皇祖宗们。东西呢，本祖宗拿走了，若是不服，欢迎来阎王殿找本祖宗拿。是谁说叶喜喜是个孝？一行人终于赶到了城郊10里铺。这里除了被抄家流放的几家之外，还有不少前来给他们送行的亲属。清月，爹娘，这是你娘给你和几个孩子准备的东西，时间太赶，准备的比较仓促，你们且用着，等到了锦州，爹再让人给你们送。谢谢爹，您和娘多保重，以后若是有机会，我会带着几个孩子回来看你们的。你出嫁之前，娘给你的玉佩可还在身上？我给了喜喜。乖祖母，
昨夜府里来了小偷，府里值钱的不值钱的都被洗劫一空，江母了然。若是还能找回来，就贴身带着。难不成那玉佩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妹宝，你受苦了。不等叶喜喜反应过来，说话那人已经窜到他跟前儿，一边说话一边往他嘴里塞肉包。快吃，你瞧你瘦的，要是被娘看到。爹娘，以后我们不在京城时，还请你们多多照拂宋家人。听女儿这么说，老两口连连点头。叶喜喜感激地看了眼便宜娘亲一眼，随后她跪下来给江父江母磕头道谢，多谢外祖父外祖母。五哥你也跪下，这是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后家里若是有什么事儿，你就去江府找他们帮忙。宋武福很听话，给老两口磕完头之后，扶起了叶喜喜。不知怎么的，他觉得妹宝变了，变得有礼数了，也有心了。不远处，宋二福看到兄妹俩的互动，微微皱了皱眉。他不知道叶喜喜又在憋什么坏，除了爹娘外，全家也就宋武福那个憨憨会对他言听计从，毫无防备。有了，叶喜喜灵机一动，赶紧利用意念把2张1000两的银票藏在了自己鞋里。五哥，我鞋子里有石子儿，你能不能帮我把石子倒掉啊？男女授受不亲，让你娘帮你吧。叶喜喜是满脸黑线呢，他一时兴起。好孩子，回家之后替我跟你爹娘说声谢谢，谢谢他们替我把喜喜教得这么懂事。宋武福很想说一句，叶夫人，您是不是搞错了？懂事那2个字儿跟妹宝一点都不沾边啊。察觉到掌心有东西，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宋武福还是飞快地收进袖子里。叶夫人，我会跟我爹娘说的。好了，该上路了。好好照顾爹娘，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叶夫人，妹宝就交给您照顾了。我会的。叶喜喜和江清月的举动被离他们不足5米远的周玉成看了个清清楚楚。他拧着眉，刚刚对叶喜喜的那点好感，因为他跟宋武福的亲密举动又消散了几分。一个世家小姐怎么能随意让男子看她的脚呢？就算那男子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养兄也不行。可是他是叶喜喜呀，他虽出生于豪门世家，可又成长于乡野，没有规矩，不懂男女有别，也是人之常情。日子还长，等有机会了，他让母妃好好教教叶喜喜，不求她能像叶婉熙一样做一个标准的世家小姐，但求她懂得男女有别，不再跟外男独自接触，更不能乱爬外男的床。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周玉成又把自己给劝好了。娘，我饿，我想吃肉包。吃什么肉包？我看你像肉包。娘亲，您把我五哥买的肉包子给几个小子分分。江清月点头，将为数不多的3个大肉包分成6瓣，4个孙子一人1瓣，闺女1瓣，他1瓣。闺女说了，只有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走路。娘，婉熙还没吃呢。六哥，没事的，我不饿。叶婉熙早就饿得胃里吃饭酸水，可她惯会装可怜，喜欢以退为进。听到没？人家不饿，哪里需要你狗拿耗子？吃，你怎么好意思吃的？要不是因为你，咱们家也不会被抄家流放，婉熙也不用饿肚子。神经病！都别吵吵了，赶紧上路！要是敢耽误了行程，看老子不抽死你们！娘，我脚疼。娘背你。他突然想起今早婆母跟他说的话，原来婆母和小姑子早就知道叶家会被抄家流放，所以昨天才会给他和2个妯娌放期书。可他傻乎乎的竟然误会了婆母和小姑子，快步走到江清月和叶喜喜跟前，低声说道：娘，妹宝，对不起。大嫂，你魔怔了，这得疯成什么样了，才会好端端的跟小恶女道歉？二弟妹，看好子轩和子明。方翠兰撇了撇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无意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嫂，你看那像不像3弟妹啊？被他这么一提醒，叶家众人还真的看到了许娇娇的身影，背着行囊跟在李家被流放的队伍里。难怪他就说，为何今日被抄家时，明明流放名单上有许娇娇的名字，李公公却没有问她在哪？原来是在李家人院里。娘，许娇娇喜欢的人是李家的？之前媒人上门来说媒时，并没有提及这事儿。后来他和你3哥成亲后，你二嫂无意中撞见他跟那个叶景坤在一起，说说笑笑，我们才知道他之所以同你3哥成亲，就是冲着这个叶景坤来的。这么狗血啊！这才哪儿跟哪儿啊！不管是豪门世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家里，狗血的事情多了去了。叶家这边鸡飞狗跳，安王府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几个姨娘一会儿这个喊累，一会儿那个喊饿。都给本王闭嘴！安王爷从来没有觉得妾室多了也是一件麻烦事儿。
母妃，让安儿和宁儿坐板车上吧。安王府都被抄家了，哪里还有什么安王妃？以后你们还是叫我娘吧。好的，娘。大哥，不用，我们走得动。周玉成也不多劝，想着离京城再远一些，就让风影弄一辆马车来，到时候母妃和弟弟妹妹也不用再吃苦。成儿，负责押送的官差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娘，你有什么事吗？娘就是看喜喜一个小姑娘带着枷锁很是不便，你若是有认识的官差，帮她说说情。娘，再等等。不用他说，周玉成也打算找人替叶喜喜解开枷锁，只是此时离京城还很近，他怕附近有狗皇帝的眼线，贸然替叶喜喜解开枷锁只会害了他。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一晚，都给老子安分点儿。若是有人敢闹事，老子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闺女，你坐。娘亲，等会儿我去找官差，说什么也得把这枷锁给解了，太遭罪了。话毕，他就看见月影拿着一个钱袋，鬼鬼祟祟地朝孟大虎跑去。叶喜喜并不好奇月影找孟大虎的缘由，满脑子都想着晚上吃点什么，既不打眼儿，又能给便宜娘亲和几个侄子补补身体，还有周玉成那个短命鬼的身体也得好好补一补，毕竟他还没活够呢。周玉成还不能嘎，正想着呢，只见孟大虎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看在安小王爷的面子上，我暂且把你的枷锁给你打开。若是你敢在队伍里惹是生非，那就把枷锁给我带到死。大虎叔，我不惹事，您能借口锅再寄点米给我吗？我几个侄子年纪小，咽不下去黑馍馍，我想给他们熬点粥喝。没有。哦，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竹林，想着实在没办法就砍些竹子，既可以做蒸馏水饮用，又可以做竹筒饭填饱肚子。那大虎叔，我能借把刀去砍几根竹子吗？借给你可以，但你不能用刀伤人。您放心，我不伤人，只伤竹子。叶喜喜是说干就干呢，兴冲冲的拿着砍刀就朝那片竹林奔去。娘，您看好子辰和子林，我去帮妹帮。他匆忙交代一句，就起身朝叶喜喜跑去。真是奇事怪事儿，鸟拉下鸡屎了。叶喜喜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说，怎么连大嫂也跟变了个人一样啊？还愣着干嘛？还不去给你大嫂和喜喜帮忙？娘，我脚疼。哼！竹林里，温若彤被叶喜喜麻利的动作给震惊到了。妹宝，你以前在杨家是不是也经常干活？还好吧，你受苦了。她终于理解为何婆母会这么偏宠小姑子。明明是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可因为别人的一己私利，刚出生就被丢到乡下，吃尽苦头。这若是她的女儿，估计她也会偏宠一二。大嫂，瞧你这话说的，人各有命，吃点苦头有什么不好的？温若兰知道二弟妹跟小姑子不对付，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姑嫂三人很快就砍了几根竹子回来。喜喜，你想做什么跟叶老六说，让他干。不用，我自己可以。只见他拿着砍刀，在竹子的头部和尾部各自砍了一截粗细不同的竹筒，之后呢，在粗的那节竹筒处打了一个孔，拿去小溪里灌满水，插入江清月生好的火堆里。喜喜，你这做的是什么？蒸馏水装置。叶喜喜说完，又简单科普了一下饮用野外不干净水源的危害。就你事儿多，穷妇们常年在外征战，喝的都是野外的水，也没见把谁喝死。是啊，妹妹，咱们家都被抄家流放了，用不着这么矫情吧？呸，一个乡下泥腿子而已，穷讲究就是多。你们愿意喝溪水呢，就去喝，我又没拦着你们。唧唧歪歪的，就跟你俩长嘴了似的。再说了，我这套蒸馏设备出来的水有限，勉勉强强只够我和娘亲、大嫂和几个孩子喝。你们激动个什么玩意儿？看吧，都说生闺女好，闺女但凡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死老娘，这不就应验了吗？温若彤心里也很熨帖，她觉得小姑子人还怪好的，有啥好事都想着她这个大嫂。娘，我渴。子轩，走，姑姑带你去小溪边喝水。谢谢姑姑。娘，我也渴了。不可以，刚刚小姑姑说生水里有什么，你都忘记了？没忘，小姑姑说了，生水里有细菌、病毒，有寄生虫。娘，什么是唐板板？唐板板就是死了。月影，去砍竹子。周玉成凤眼微眯，难不成这个叶喜喜真的跟鬼医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才知道细菌、病毒、寄生虫这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姐姐，你好厉害啊，跟我大哥一样，我能跟你做朋友吗？当然可以了。姐姐，你这是在做煮水杯吗？对，可以教我吗？当然。周玉宁是个小话痨，跟在叶喜喜屁股后面，姐姐长姐姐短，开心的不得了。
你脚怎么了？姐姐，我脚疼，你可不可以不告诉母妃啊？我不想让她担心。可以是可以，但是姐姐得先看看你的脚。只见她的脚被磨出几个大大的血泡，脚后跟也磨破了皮。姐姐，我没事的，坐着别动，姐姐给你处理一下伤口。猛地想起刚才砍竹子的时候看到有车前草，她赶紧起身去竹林里挖车前草。江清月母爱泛滥，看着周玉宁的小脚丫，不断叹气：可怜的孩子，真是遭了大罪。叶夫人没事的，一点都不疼。叶景云不干了，她的脚都快烂得不能再烂了，她娘难道就一点都看不见吗？娘，我还是您亲生的吧？不是，叶景云轻轻碎掉了。姐姐要先用银针把你脚上的血泡挑破，再给你敷草药，这样能好得快一些。我不怕疼的，一点都不怕。姑姑，我脚也痛。方翠兰可没想到郝大儿胆子这么大，还敢命令小恶女给他办事。子轩不是故意的，你别打他。姐姐才不打人呢，姐姐最好了。他要是好，那世上就没有好人了。妹妹，子轩还小，你要打就打我吧。你瞧瞧人家婉熙，跟子轩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都知道护着子轩。再瞧瞧你，你们欺负叶姐姐，你们都是坏人。扔下这话，小丫头跑回自家营地去搬救兵。二哥，他们欺负叶姐姐。好了好了，别哭了，二哥给你报仇。周玉安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子儿，直朝老太君扔去。老太君骂得正欢呢，就被一颗石子儿直接砸中了脑门，疼得他是龇牙咧嘴啊！是谁？见老太君疼得嗷嗷直叫，叶喜喜心里别提多爽了。这种被人维护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啊！安王妃跟月影从竹林里砍完竹子回来，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也怪他粗心大意，只顾着赶路，都没注意到女儿脚受了伤。宁儿，把这个给你叶姐姐家里送过去。米呢是月影跟孟大虎买的，好在大儿子私藏了几张银票，这会儿呢刚好能派上用场。好，周玉宁抱着米袋儿去找叶喜喜。姐姐，我娘让我给你的。叶喜喜下意识地看向安王妃，只见往日养尊处优的妇人，此刻正在笨拙地砍着竹子，光看她这副样子，也不像是会做饭的人。这米姐姐收下了，你回去告诉你娘，今晚不用做你们娘4个还有月影的饭，我一会儿做些竹筒饭给你们送过去。有安王妃送来的这些米打掩护，她再从空间里拿出些米来，怎么都够他们几个人吃的。至于叶家其他人和安王府其他人吃什么，那可不归她管。吃过饭，叶喜喜又用几根竹子搭了一个简单的庇护所，外面用几件旧衣服挡风。庇护所不大，勉强能容纳下3个人。安王妃那边也有样学样，叶喜喜做啥，他们就跟着做啥。等叶喜喜的庇护所搭完之后，他们的庇护所也搭好了。喜喜，今天辛苦您了。叶子明已经睡了，许是累坏了，还打着小呼噜。叶喜喜在小家伙左侧坐下，然后从空间取了2个大鸡腿，一个给了江清月，一个留给他自己。娘，我爹给我的，您快点吃。叶子明闻到肉香味，睁开迷茫的睡眼。叶喜喜听到后，赶紧从自己手里的鸡腿上撕了一小块鸡肉，塞到小家伙嘴里，然后做了一个嘘的动作。我怎么闻到一股鸡肉的味道？不是我没吃。快吃，别说话，你乖乖听话，明天小姑姑还给你吃肉肉。半夜，叶喜喜和江清月是被一阵阵哭闹声吵醒的。娘，我肚子疼。咋回事？咋好端端的肚子疼了？不知道，娘，我好痛。那咋办呀？这荒郊野岭的也没有医馆啊。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不少孩子这会儿也叫嚷着肚子疼。大人们陆续被吵醒，都一脸关心地看着自家孩子。该不会是真让小恶女给说中了吧？我这会儿肚子也不舒服。巧了，我已经快拉虚脱了。贱蹄子，你究竟给饭里放了什么？老太君，我就放了水和米。放屁！你没放其他东西，为何老身的肚子会这么疼？我真没放其他东西。娘，子轩肚子疼得厉害。喜喜，跟娘出去看看。好。娘，我难受。哪里难受啊？头痛，肚子疼。子轩，你千万不能有事啊！你要是有个3长2短，等到了阎王殿，你爹非打死我不可呀！见3个侄子都好端端的睡觉，他是真后悔那会儿叶婉熙带着儿子去喝溪水时，他没有拦着。先让孩子喝点水，我去附近找一找有没有可治痢疾的草药。担心闺女一个人去找草药不安全，他拿了火把，急忙跟了上去。他前脚刚追上叶喜喜，后脚月影也过来了。叶大小姐，我们主子让我过来帮你一起找草药。
一边往前走一边想着有什么草药可以缓解戾气，当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忽然他看到地上有一颗马齿苋，立马眼睛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它不但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还能治疗细菌性引起的腹泻。娘亲、月影，你们快找找看，这周围还有没有马齿苋。月影眼尖，很快就发现了一颗。叶大小姐，这里有一颗。话音落下，立马从身后窜出一道人影，将那颗马齿苋给拔走了。我说广平侯夫人，您就不能要点脸吗？这可是我先找到的。谁先踩的就归谁。嘿，我这个暴脾气。看到叶喜喜回来，孟大虎也主动迎了上来。叶大小姐，您可否找到了能治戾气的草药？找到了，不过这么点儿只够我们自家人用。我这就派人去找。叶大小姐，这该如何服用啊？直接煮水喝就行。大虎说，你们的锅借我用下，我可以帮忙多找些马齿苋回来。不用，锅你拿去用，马齿苋呢，我让其他人去找就行。他是看出来了，叶家这位大小姐是个有能耐的，不能结仇。见对方如此好说话，叶喜喜也礼尚往来，无偿的给他提供了2条消息。大虎说，晚上睡觉别睡太死，还有提防着点王官差。看着叶喜喜离开的背影，孟大虎皱了皱眉，默默把他的话放在了心上。顺子，拿一口锅送到叶大小姐那里。是。叫顺子的官差挑了一口大锅，拿了一把勺子，送到叶喜喜的庇护所前。感染痢疾的人很多，他也顾不得再搞蒸馏水，直接从小溪里舀了水，放上几滴灵泉水和马齿苋就开始煮。很快，第一锅马齿苋水就好了。叶喜喜盛了一竹桶，递给方翠兰。谢谢。叶喜喜没接话，见叶子轩的脸色已经有所好转，便放下心来。娘，要。叶老六，你这是掉粪坑里了。叶景云心说，只要他不说，就没人知道他踩着屎了，还是稀的。不是吧？还真让我给猜中了。见叶景云的脸色就跟变色龙一般变换个不停，叶喜喜没忍住笑喷了。江清月默默接过女儿手里的勺子，舀了一勺马齿苋水递给叶景云。谢谢娘。这时呢，有不少病患拿着竹筒过来讨要马齿苋水。叶喜喜记仇，江清月比他还记仇。凡是看到之前骂过他闺女的人过来要水，那盛水的手就跟食堂打菜的阿姨一样，一抖一抖是又一抖啊，抖到最后满满一勺马齿苋水就只剩一口。那些人自知理亏，倒也没说什么，可林氏不干了。江清月，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家好几口人，你就给一口药，这够谁喝的呀？真是不好意思，药水总共就这么些，你们家人多，别人家里的人也不少，我全给了你，那剩下的人喝什么？再说了，官差那边不是还在熬药吗？你等等再去领，不行吗？不等林氏开口，他身后的许娇娇已经将他扒拉到一旁。不领药就别占着地方。就是，人家叶夫人说的也没错，就那么一点药都给你了，我们其他人怎么办啊？林氏，做人不能太自私啊。差点忘了，你刚才不是抢了人家叶大小姐的药吗？既然有药，为何不自己去煮啊？还要跑这儿来跟我们抢药？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故意过来抢药，然后眼睁睁看着我们这些人疼死拉死。林氏的胸口是一起一伏，是他不想熬药吗？是他没锅。侯夫人，我这里有药，你先拿去给世子喝吧。叶婉熙对儿子的那点小心思，林氏自然是知道的。他接过叶婉熙递来的竹筒，赶紧回到自己的营地，给儿子喂药。小王爷，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叶大小姐客气了，都是我娘的意思。突然要改变称呼，周玉成多少还有些不习惯。安王府已经被抄家流放了，以后不必再唤我为小王爷了。那我叫你周公子。可以。你腿伤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有机会的话可以适量活动活动，避着点人就行。我本来打算今晚和月影去林子里走走的，谁知道……周玉成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谁知道林子里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他们的排泄物啊！别说了，我们这边清静一些，你今晚要不跟我娘和玉宁挤一挤？行，我去把我的庇护所搬来，顺带把我娘和我小侄子也接过来。月影，你去给叶大小姐帮忙。是。叶喜喜没有拒绝，抬步朝自家营地走去。娘，您把咱们的行李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去其他地方休息。娘，你不管四哥了吗？我哪里没管了？我不是给他药了吗？不知怎么的，江清月对这个四儿子就是喜欢不起来。好巧不巧，叶喜喜跟他是一个感觉。娘亲，我四哥是不是长得像我爹呀？不像，你爹可比你四哥好看多了。你在梦里没见过你爹爹长啥样？没，梦里的他戴着一个银色面具，看不清脸颊。是那死鬼没错，那面具还是娘亲送给他的。你爹那张脸啊，可招姑娘家喜欢了，所以娘亲就送了一张面具给他，让他在有女眷的情况下把脸遮着点。天知道啊，叶喜喜真的只是在胡说八道。
次日，感染痢疾的那些人呢，喝了马齿苋水之后已经好多了，可昨晚一个个都拉虚脱了，根本没办法赶路。孟大虎考虑到众人的身体情况，当即决定呢，在原地再休整一天，明日正式启程。一会儿吃完饭，乖乖跟祖母和大伯娘在这里待着，姑姑去林子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野鸡野兔什么的，要是能打到猎物，中午给你做肉肉吃。叶子明眯着小眼睛，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林子里不安全，叶大小姐还是在这里待着，让月影去。对，让月影去就好。西西，你就留在这里，陪你玉成哥哥说会儿话。江清月哪能看不出啊？好姐妹这是故意给两个孩子在创造机会呢，这还得了？西西，一会儿让你大嫂照看几个孩子，娘亲跟你去打猎。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打猎不过是个借口，叶喜喜的真实目的呢是去空间饱餐一顿。之前囤物资的时候，他特意囤了一些野鸡和野兔，等会儿若是没有打到猎物，也可以浑水摸鱼，从空间里拿几只出来，给家里人改善伙食。那怎么行？你一个小姑娘去林子里多不安全，万一遇到野兽可怎么办？没事儿，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经常跟我养爹和养兄上山打猎的。这会儿提死鬼老爹的名号不好使，叶喜喜呢只能搬出养爹来。众人见劝说不动，只得随了他的心意。石头村，宋大江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秀兰呐，你说是不是闺女想我了？我今天这喷嚏打得不停呢。天还没黑呢，你就开始做梦了。闺女要是想啊，也是想我。哎呀，该说不说的，闺女真是长大了，还知道给家里送钱了。是啊，闺女大了，懂得心疼爹娘了。你告诉家里那几个臭小子啊，可别盯着这些钱，这钱是给喜喜的嫁妆钱。放心吧，孩子们都有分寸，不会跟喜喜抢东西的。二哥，妹妹那事儿真不跟爹娘说吗？说了有啥用？就咱娘那胆子，要是知道这事儿，可不得吓晕过去了。那万一以后爹娘要是知道了，找咱俩麻烦咋办啊？凉拌。扔下这话，宋二福已经背着行李出了房门。二哥，你去哪儿啊？爹娘，镖局有镖要送，我先走了。老二，你这次又是去哪儿送镖？要走多久啊？我师傅没说。爹娘，你们不用担心，有我师傅在，我不会有事的。你晚点走，娘给你烙点饼带上。不用了，我赶时间，等我回来了，您再给我烙饼吃。那你注意安全啊，等你回来，娘给你包饺子吃。不知怎么的，李秀兰突然感到一阵心慌，她话题一转道：二福，要不这趟你就别去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成家了。娘，不着急，成家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吧。宋二福怕老娘不让他走，说完之后撒腿就跑。等跑到村口，他才放缓了脚步。正好有去县城的牛车，他花了2文钱到了县城，直奔正式镖局。二福，你咋来了？我正准备让人去你们村找你呢。师傅，我来跟您告个假，我得去北地一趟，归期不定。若是我爹娘来找我，您就说我跑镖还没回来。哎呀，出啥事了？我妹妹家里出了点意外，被抄家流放了。他们家里目前就2个男丁，一个是摊子，一个是不中用的纨绔子弟。我是想暗中护送他去北地。一听是叶喜喜出事了，郑大虎一时间呢，不知道是该鼓掌叫好啊，还是感谢老天有眼。有官差护送，应该出不了什么事吧？师傅，您还是不了解我那个妹妹，干啥不情，闯祸第一名。就她那个性子，要是身边没一个人给她擦屁股，迟早都得被官差给打死。罢了，既然你去意决，那就去吧。正好镖局最近接了一趟镖，我到时候给家里交代一声。若是你爹娘问起，也可以给你打养护。多谢师傅，不必客气。师傅，我能找你借点钱吗？前几日不是刚给你发了20两月钱吗？你不会又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给了那个叶喜喜吧？宋二福既没承认也没否认。见状呢，哎呀，你呀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我不是说了吗？那是给你娶媳妇的钱，你都给了叶喜喜，那你拿啥娶媳妇啊？我还年轻，可以慢慢赚嘛。算了，我跟你讲不明白。郑大虎气得肝疼，回屋拿了200两银票，又取了50两碎银，一股脑全塞到他手里。你个250，好好的反思反思自己吧。宋二福把50两碎银还了回去。师傅，我能在咱们镖局租一辆马车吗？郑大虎心想，亲徒弟不能生气，钱你拿着，去后院牵马吧。多谢师傅。天色渐晚，休息了一天的流放犯人们又开始张罗起了晚饭。叶喜喜坐在火堆前，美滋滋地烤着野鸡。她今天运气不错，白捡了2只野鸡。姑姑烤的野鸡简直太香了。叶喜喜转了转手里的木棍，嘴角的笑容怎么压都压不下去。姐姐，你今天是捡到宝了吗？怎么这么高兴啊？可不是捡着宝了吗？叶喜喜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态，给周玉宁讲起了他手里这只野鸡的故事。
原来这只野鸡啊，是他从叶婉熙手里抢来的。说是抢呢，似乎也不是很严谨。那会儿呢，他在林子里瞎转悠，不知为何叶婉熙也跟了过来。然后呢，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有2只野鸡扑腾着翅膀就朝叶婉熙身边的大树撞去。叶婉熙当时吓傻了，不但没去捡野鸡，反而往后退了2步，这不就便宜了叶喜喜了吗？他3步并作2步跑到树边，捡起2只野鸡就跑。等叶婉熙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出老远了。姐姐好厉害啊，姑姑好厉害！我们子明今天表现最棒，奖励1只大鸡腿。不想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叶喜喜撕了1只大鸡腿，用芭蕉叶包着，递给了叶子明。另1只鸡腿呢，他给了周玉宁。谢谢姑姑。姐姐，野鸡烤好了吗？好了。妹妹，我的呢？什么野鸡？什么野鸡？你手里的野鸡本来是我的。什么叫你的呀？林子里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谁捡到就是谁的。妹妹，你太过分了，宁肯给外人吃野鸡，也不肯给自家人吃，你就不怕爹爹泉下有知会责怪你吗？叶喜喜烦了，扯下鸡头递给叶婉熙，那给你。老话说得好，以形补形，吃啥补啥。你这脑子就该多补一补，省得一天到晚的四处乱人爹。见叶婉熙气得脸红脖子粗，并没有要接鸡头的意思。叶喜喜挑眉问道：“怎么，牛婉熙小姐这是瞧不上我们叶家的饭菜了？”叶婉熙的亲生父亲呢，姓牛。叶婉熙真的要疯了，要不是为了维持自己世家小姐的风度，她早就扑上去暴揍叶喜喜一顿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欠揍的人？就在2人僵持不下时，一道小身影从叶婉熙身后窜了出来。姑姑，我也想补补脑子。这孩子是真饿了，那给。姑姑，我还想补补屁股。这孩子怕是真傻，放着好好的鸡肉不吃，非得吃鸡屁股。给。谢谢姑姑，你以后就是我亲姑姑。是我亲姑姑，那个才是你亲姑姑。叶子轩这个臭小子是想气死他，再给他找个后娘吗？那鸡头那鸡屁股是人吃的吗？他就不会学人家叶子明要个大鸡腿吃啊？子轩，这个给你。江清月把手里吃了一半的鸡肉递给叶子轩，谢谢祖母，你真是我的亲祖母。老二家的，以后让子轩跟着我们一起吃。行，娘，听您的。晚上睡觉时，方翠兰悄悄叮嘱叶子轩，等明天吃饭时记得给娘留一份。娘亲，包在我身上。臭小子，老娘没白疼你。次日天刚蒙蒙亮，官差们便叫醒众人，让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就要开始赶路了。叶喜喜带着自家老娘和小侄子在庇护所偷偷吃了烧麦之后，才磨磨蹭蹭的走了出来。娘、妹宝、子明，快过来吃饭。今天若是路过村子，咱们就去换口锅。众人都没什么意见，他们确实十分需要一口锅。叶子明拿着竹筒饭，还没开始吃就打了个饱嗝。要是吃不了的话，就把你的饭分给几个哥哥。叶子明护食，不想给哥哥们，但是架不住叶子轩会忽悠啊。子明，把你的饭给三哥吃，三哥一会儿带你去抓野鸡，咱们今晚继续吃烤野鸡，鸡腿给你，鸡头和鸡屁股给三哥。叶子明舔了舔嘴唇，不情不愿的把手里的竹筒饭递给了叶子轩。叶子轩趁着众人不注意，鬼鬼祟祟的跑到自家老娘身边，把饭给了他。娘，快吃！子明一口都没吃。吃饱喝足，他才察觉到一丢丢的不对劲。叶子明一口没吃，他就不觉得饿吗？他什么时候跟叶喜喜关系那么好了，都不让我这个二伯娘抱了？大嫂，你有没有觉得子明很不对劲啊？哪里不对劲了？他怎么突然那么黏着叶喜喜啊？小孩子嘛，谁对他好就黏谁。大嫂，你不觉得叶喜喜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以前可不是这种性子，你说他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难怪当年婆母不同意二弟跟方翠兰的婚事，他这脑子是该用的时候不用，不该用的时候瞎用。二弟妹，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妹宝之前之所以装疯卖傻，是为了我们好？方翠兰心想，得，他就多余跟一个疯子浪费口舌。见他依旧没转过弯来，温若彤只能开门见山道：妹宝应该早就算到将军府会有这么一劫，所以他才让婆母给了咱们放弃书。官府抄家那天早上，你们出去报官时，婆母就提醒我说，让我和2个孩子换上舒适的衣服和鞋子。大嫂，你是在逗我吧？温若彤摇头叹气，娘，拉着叶老四那块黑炭是谁啊？那是王氏的孙子，是三房所出。那孩子也是个苦命的，生下来就黑的跟块木炭似的不说，
还是个哑巴。哑巴？那孩子跟你四哥同岁，可惜命运截然不同。李家那些人根本不把他当人看，连个像样的名字都不给他取。那么大一个小伙子就叫黑蛋，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李家的下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叶喜喜眉头紧锁，娘亲，你给我指一下李家三房两口子。就叶婉熙旁边的两个，男的叫叶明成，女的叫吴美玉。叶喜喜仔细打量着俩人的背影，叶明成大约1.72米左右，吴美玉呢最多不超过1.58米，很难想象以他们两口子这身高怎么能生出1.8米几的儿子，难不成是基因突变？很快他就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他让江清月一一给他指了指李家的子孙，他们普遍身高不高，最高。尽管叶喜喜已经基本确定黑蛋儿就是他的亲生四哥，可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想了想呢，大步朝黑蛋儿走去，他想看看他的脸，再确定一下。叶喜喜，你又想干嘛？叶喜喜理都没理他，大步越过黑蛋儿，回头看了他一眼。没错，这就是他四哥，虽然黑了一些，但他五官精致，绝不是李家三房夫妻俩能生出来的种。一股怒气从脚底窜到头顶，叶喜喜恨不得直接撕了李家人，可那样未免太便宜他们了。他要让他们生不如死，让他们后悔他们对他四哥对他娘亲的伤害。平板车左边的轮子碾过一块碎石，车子颠簸了一下，发出哐当的一声闷响。下一秒，黑蛋儿，你想死是吧？你知不知道你拉的是谁？是将军府的四少爷，是守护咱们大夏朝的大英雄。他要是磕着了碰着了，你就算有10颗脑袋都不够砍的。黑蛋儿早就习以为常，他从来也没有奢望过会有人替他打抱不平，真是笑死个人啊！咋的？你们李家的风流还传染呢？老的脑子不好，都被抄家流放了，还四处摆老太君的谱。这位夫人看着年纪轻轻的，咋脑子也跟被门挤了似的？还说什么将军府的少爷不少爷的？是叶喜喜啊！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长辈？哪里有长辈啊？我只看到一只疯狗在我面前乱叫。吴美玉气炸了，挽了挽袖子就准备上前跟叶喜喜干仗。黑蛋儿把叶喜喜护在自己身后，瞪着吴美玉，仿佛是在说：你欺负我可以，但是不能欺负大小姐。黑蛋儿，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再不让开，老娘就挠花了你的脸！叶喜喜轻而易举地推开黑蛋儿，一巴掌将吴美玉扇飞了。来啊，你不是要打我吗？我就站在这儿，你来啊！吴美玉被一巴掌打懵了，好半晌她才反应过来。黑蛋，你是死人吗？你没看到你娘被这个小贱蹄子给打了吗？你确定你是黑蛋的娘？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吴美玉，你迟早会遭报应的。该死的叶喜喜，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叶喜喜的话，孟大虎听了个一清二楚。他沉着脸大步走来，瞪着叶明成说：不好好赶路，闹什么闹？哎呀，差爷，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是叶喜喜找茬。您瞧瞧他把我夫人给打成什么样子了。对，就是叶喜喜找茬。表叔表婶，实在是对不起，我替我妹妹给你们道歉，你们就原谅她这一次吧。关键时刻，叶婉熙又站出来刷存在感了。叶喜喜拨了拨额前的碎发，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妹妹，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亲戚，你又何必这般无理取闹呢？叶喜喜心想，娶你妹呀！喜喜，这是怎么了？娘亲，没事，您靠边休息一会儿。叶喜喜还没想好到底该怎样跟老娘说黑蛋儿就是他四哥这事儿。他老人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丧子之痛，说是知道四儿子和小女儿一样被人调了包，估计又会被气晕过去。尊母，是坏奶奶打叔叔，姑姑帮叔叔说话，坏奶奶就要打姑姑。小家伙只字不提，姑姑一巴掌把吴美玉扇飞这事儿，江清月一听，这还得了？不等他动手呢，坏奶奶敢打我姑姑，看我不打死你！死孩子，你还敢打老娘？老娘今天不打死你！吴美玉，你还要不要脸？那么大个人了，还欺负小孩子？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叶喜喜还没反应过来呢，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姑姑，我刚才替你报仇了，那我今晚可以多吃一个鸡头和一个鸡屁股吗？下次不许这样了，姑姑可以保护好自己，你保护好自己就行了。我是男子汉，可以保护姑姑的。我也可以保护姑姑的。好，那以后姑姑啊就交给你们两个保护了。叶喜喜想着，等再有了大力丸，一定要给两小只一人吃上一颗，不贪图他们能保护他，只希望他们能保护好自己，不被人欺负。行了，抓紧时间赶路吧。孟大虎明显是在偏袒叶喜喜。吴美玉不干了，差爷，把叶喜喜捆起来，要不然我就不走了。你不想走，就在这儿待着，正好可以给狼群当晚餐。我走。叶喜喜，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随时奉陪。队伍重新启程，叶喜喜一手牵着叶子明，一手牵着叶子轩，姑侄仨人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中午的时候呢，一行人路过一个叫桃花村的村子，叶喜喜找到孟大虎，给他塞了10两银子。大虎说：“我想去村子里换点东西。”去吧。孟大虎没收他的钱，摆了摆手，就让他赶紧走。至于其他人，他可就没这么大方了。该收的钱1分没少不说，那脸也拉得比驴还长。村口的老槐树下，一堆妇人呢正在东家长西家短的说着八卦。有人发现叶喜喜朝他们走过来，立马八卦道：“小姑娘，你找谁？”“婶子们，我想买点粮食，不知道谁家有余粮啊？”“我家有，你要多少啊？”“大婶儿，我想要细粮，有吗？”“细粮没有，糙米和黑面倒是能卖你一些，不过这可都是我家的口粮，卖给你们之后我们就没得吃了，所以价格方面……”“行，那您带路吧。”胖婶子还以为叶喜喜是个大客户，美滋滋的带着人去了自己家。“姑娘，咱可说好了啊，糙米和黑面都是5文钱一斤，少了这个价我可不卖。”叶富婆喜喜不差钱，更不差粮。大婶儿，我要1斤糙米，再要1斤黑面。哦，对了，我看您家里还有白菜和豆角，再卖我一些菜。胖婶子撇了撇嘴，心说穷鬼，害得他白激动一场。此时的竹筐里除了有白米白面外，还有锅碗瓢盆油盐等。有了这些东西，今晚他就可以大展身手。刚走到村口，他就看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正站在那里，眼神急切又担忧。“哥，你咋在这儿啊？”黑蛋儿用手比划着。叶喜喜看不懂，猜测道：“你是说你怕村民们会伤到我啊？”黑蛋儿点头：“哥，你真好，这个是糖水，你拿着自己喝啊，不要给别人，听到没？”叶喜喜忙猜，黑蛋儿应该跟叶景云一样是中了什么毒，所以呀，肤色才会黑得这么不正常。不过问题不大，有灵泉水在，想来用不了多久，黑蛋儿就能恢复如常，变成白蛋。黑蛋儿点头，呲着大牙傻乐。兄妹2人回到休息地时，其他人早都回来了。叶喜喜从背笼里拿了几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塞给孟大虎。大虎说：“我刚刚跟村民们换的，您跟几个差爷们一起分分。”孟大虎这次没有拒绝，苹果再丑，对他们这些风餐露宿的人来说也是宝贝。姑姑，这个苹果也太好吃了，咱们将军府的苹果要好吃1万倍。周玉成也有苹果吃，可他却丝毫没什么胃口。一想到刚刚叶喜喜跟黑蛋儿有说有笑的画面，他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他觉得叶喜喜是一点女德都不讲，都爬了他的床了，却不打算对他负责，又找了新的目标。安王妃也没心情吃，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到手的儿媳妇儿就那么给跑了。当然了，她的老姐妹江清月更没心情吃。喜喜，你跟娘说，你今天为何要帮黑蛋？见不得老实人被欺负啊！你跟娘说老实话，是不是又看上黑蛋了？娘亲，我还是个宝宝呢，谈婚论嫁这种事情离我还很远。都15了，还宝宝呢。行了，既然你对黑蛋没意思，那以后就离他远点。正在侧耳偷听的周玉成非常认同的点点头。没错，男女有别，有多远就要离多远。还有安小王爷，你也离他远一点，他们都不是你的良配。江清月说的是云淡风轻啊，周玉成却觉得心更塞了。娘亲，您晚上想吃点啥？我刚才换了不少东西。都行。姑姑，我想吃红烧肉。那怕是不行，没有新鲜猪肉，只有腊肉。岳阳，你去捡些柴回来。大嫂，你带着几个孩子去挖些野菜回来，我来和面，咱们今晚吃刀削面。好嘞。岳阳常年练武，体力本就不错，再加上有灵泉水的滋养，体力更是异于常人。不多会儿呢，他就抱着一捆干柴回来了。叶喜喜已经和好了面，醒面的功夫呢，他从空间里拿了几张葱花饼分给几人。我今天跟那些村民换的饼，大家先吃点饼垫垫肚子。江清月知道肯定又是死鬼丈夫担心闺女饿着，偷偷给她加餐，倒也没有戳破。子轩，把这张饼给黑蛋叔叔送去，顺便喊他来咱们这里吃晚饭。叶喜喜刚说完，就对上江清月不善的目光。叶子轩拿了饼就跑啊。叶喜喜摸了摸鼻子，想着要不今晚睡觉前就跟老娘坦白黑蛋的身世，可还不等他坦白呢，黑蛋就出事儿了。姑姑，坏女人打黑蛋叔叔，还喂他吃土。我操，他妈的，竟然敢欺负他四哥！今天他不把吴美玉这个小婊子打成吴碎玉，他就不姓叶。子晨、子林，一人拿根棍子，去给你们小姑姑帮忙。李家人多势众，
温若彤担心小姑子会吃亏，拿了菜刀喊上2个孩子就要去帮忙去。叶子轩和叶子明见状，都捡了一根比自己还高的棍子跟了上去。江清月先他们一步，活动了下手腕，就凭他现在的力气，完全不需要借助武器，一拳下去就够李家人喝一壶的。瞧着自家人都走了，方翠兰也抄起棍子跟了上去。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人还没到呢，声音却先一步传进吴美玉耳中。吴美玉，受死吧！娘！周玉宁眨巴着小眼睛跃跃欲试。安王妃捡了2根棍子，往闺女手里塞了一根，也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去给叶喜喜撑腰。娘，等等我！周玉安捡了一把石子儿，拿上自己的弹弓追了上去。周玉成傻眼了，这还是他那个极端庄高贵温婉文一身的母妃吗？怎么就跟农村的泼妇似的，陌生的可怕呀！月影，你去看看，别让他们吃了亏。主子放心吧。他腿长跑得快，3两步就追上了最前面的叶喜喜。此时的叶喜喜呢，还不知道身后跟着一连串拿着家伙事儿的人。你个下贱胚子，你也配吃葱油饼和糖水？当初老娘要是知道你生下来就是个黑脸怪物，早就把你流掉了。不是嘴馋吗？那你吃啊，你吃啊！她真的是自己的母亲吗？黑蛋再一次问自己，如果是的话，那她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就因为她皮肤黑，所以她就认为她天生不祥，所以就把她当成一条狗，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如果不是的话，那她的亲生父母又是谁呀？她其实更想亲口问问吴美玉，可她是个哑巴，说不了话。给姑奶奶死！哎呦！哥，你躲我后面，以后我罩着你，谁要是再敢欺负你，我把他的屎给他打出来。黑蛋儿不想哭的，可是小丫头就像是一束灿烂的阳光，忽地照亮了她黑暗的人生。吴美玉，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黑蛋儿真的是你亲生的吗？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也可以选择撒谎，但不管是哪种答案，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叶喜喜，你放肆！老瘪犊子，你不说话我都差点把你给忘了。麻烦给你那个不要脸的老娘带句话，赶紧给你们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都改回理性，以后再敢给你们冠上我叶家姓，就别怪姑奶奶我替我们叶家老祖宗清理门户。老不要脸太君心想啊，不用带话了，他听得见，改就改，今非昔比，真当他还稀罕让子孙后辈们跟着他家姓叶似的。徐娇娇，你是死了吧？没看到有人欺负景坤他三叔和三婶吗？还不滚去给他们帮忙！他转身看着老太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给老身收起你那尿水子！一天天的除了哭，你还会点什么？就你这样的二手货，还想嫁给我们景坤？做梦去吧！许娇娇咬着唇，哭的是更凶了。娇娇，祖母还在气头上，你别同她一般计较。坤哥，我去找叶喜喜，让她给三叔三婶儿跪下磕头道歉。不说是吧？哎呀，是我生的，是我生的！就你这种堪比癞蛤蟆转世的长相，你确定能生出我哥那种模样俊美的孩子？见叶喜喜问出自己心中所想，黑蛋儿心里对他的感激是又多了几分。大嫂，刀子给我。另外呢，再帮我准备一碗水，我要帮李明成、吴美玉和黑蛋滴血认亲。此话一出，李明成吓得脸都白了，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验，验了的话，他们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就要被揭穿了。就在这时，许娇娇像是拎小鸡仔似的，拎着小家伙走到叶喜喜面前，跪下给三叔和三婶道歉。他们什么时候原谅你了？我什么时候放过叶子明？许娇娇，你这个挨欠刀的，你还是不是人？子明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叶喜喜拿着断掉的半截木棍，已经走到许娇娇面前，从他手里夺过叶子明，拿着棍子就往他身上招呼。许娇娇，我们叶家对你不薄，你为何要这样对子明？跪下给三叔三婶道歉。道歉？他们调包了我四哥，把他当成狗一样羞辱他、折磨他，而他们的儿子享受着我们叶家的荣华富贵不说，还要让我的亲四哥给他当仆人。他一个姓李的，有什么资格使唤我四哥？还想让我给他们道歉？我叶喜喜没有亲手灭了他们李家满门，已经够对不起我四哥了。许娇娇，你他妈算哪根葱啊？还敢以我们叶家的子嗣作为要挟，让我们给他道歉？喜喜，你说什么？娘亲，叶景朗不是您和我爹生的，虽然吴美玉不肯承认，但是您看他的身高和长相，是不是跟李家三房很像？还有，这世上没有几个亲娘会像许娇娇那样，不管亲生儿子的死活，一味的折磨他。如果有的话，那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压根就不是他生的，所以他才会有恃无恐的去伤害他，
让他给亲生儿子端屎端尿当他的下人。不是，四少爷是叶夫人和叶大将军生的，黑蛋儿才是我生的。他天生就是不祥之人，只有给阳气旺盛、功名赫赫的四少爷当牛做马，才能压得住他身上的邪性。对，就是这样。黑蛋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折磨他也是为了消减他身上的罪孽。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若是假的，就……他不敢发毒誓，他怕遭天谴。若是你说谎，那就让叶景朗暴毙而亡，你和吴美玉还有策划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全部浑身生疮流脓直至死亡。李明成，你敢吗？叶西西，你够了，从来没有见过谁家当妹妹的会这样恶意造谣自己的哥哥。你不就是嫉妒我平日里偏宠惋惜多一点吗？即便如此，你也不能这样造谣我。有问题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看看是不是自己太嚣张跋扈，才人厌狗嫌。但凡你有惋惜一丁点懂事，我这个当哥哥的也会多偏宠你一些。是啊，妹妹，大家都是亲兄妹，你又何必因为嫉妒就造谣四哥呢？他为了保护我们大夏朝，已经失去了双腿，你为何就不能懂点事儿，体谅体谅他的不容易呢？叶婉熙跟叶景朗关系不错，他也乐得帮他一起和稀泥，谁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呢？刘婉熙，你是茅坑里的蛆吗？怎么哪里都有你？一天嘚不嘚的，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牛家人从老到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竟干那种偷挖人家孩子的事吗？你一个偷了我15年人生的小偷，凭什么让我去体谅一下偷了我四哥23年人生的小偷？我要是原谅了，那他这些年受的那些委屈算什么？叶喜喜是火气正盛啊，大步走到叶景朗面前，又给了他2个大逼兜子。就你也配当我叶喜喜的亲哥哥？真是好笑。谁家好人家的亲哥哥看到妹妹被一个养女欺负，不但不去指责那个养女，反而苛责亲妹妹，把锅全甩到她身上。李景朗，你们李家人的基因跟牛家人一样的恶劣，生的子嗣后代一个比一个坏，而你就是那个最坏的。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是信了，就对不起我这颗聪慧的大脑。看到儿子被打，吴美玉心疼坏了，她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捡了一块石头就朝叶喜喜扑去。看到这一幕，众人哪里还能不明白呀？这丧良心的李家人竟然真的调换了将军府的4公子。江清月已经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从身后一把扯住他的头发。吴美玉，我要杀了你！松手，松手！说，你为何要调换我儿子？为什么？你竟然问我为什么？梁倩，杀人犯法，别把他打死了。江清月是真的想打死吴美玉，可理智告诉他呢，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要吴美玉活着，生不如死的活着。还不说什么？那就别怪我对你宝贝儿子动手了。子轩，把你的棍子给祖母。叶子轩听话的上前，把手里的棍子递给了江清月。这别上去，当心一会儿血糊你一脸。江清月说完呢，就一棍子打。我若早知道你不是我亲生的，早就把你送回李家了，又何必等到现在？我以前也不知道，为何那么多儿女，唯独对你我始终喜欢不起来。现在看看，大抵就是因为你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我本能的排斥你，讨厌你。是不是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娘，我那时还是个婴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做错事情的人也不是我，你原谅我一次吧，求你了。我原谅了你，那我儿子这些年受的苦算什么？算他命苦还是算他下贱？活该被你们欺负。太好了，他竟然是夫人的儿子。这种喜悦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1瞬，就被他压了下去。他是一个不祥之人，凡是靠近他的人都会变得不幸，他不能连累叶夫人和叶大小姐。江清月，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我对你们叶家人不好吗？黑蛋不过是一个不祥之人而已，还有叶景云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你们叶家一群老弱病残，将来只能指望我叶景朗给你们撑腰。如今你不肯认我，将来你们会后悔的。你们若是现在肯跪下求我，那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以后咱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呸！李景朗，你个死摊子，还敢骂我是废物？我再废，好歹也能生活自理。你一个拉屎撒尿都要让我帮忙的野种，也好意思夸下海口，说什么给我们撑腰？你也不怕闪着自己的舌头？李景朗忽然站起来，你说谁是摊子？你是装的，是又如何？孬种！我是孬种，那你是什么？
一个不学无术的死肥猪吗？就你这种废物，也配肖像将军府世子的身份？叶家只能是我叶景朗的。叶喜喜都看愣了，前有牛婉熙这个颠婆，后有李景朗这个颠公，这俩颠公颠婆不凑成一对儿，真是可惜了呀。叶家都被抄家流放了，还搁这儿肖想着当叶家的家主呢。景朗，祖母的乖孙孙，你的腿真的没事吗？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乖孙孙，既然你的腿没事，那你是不是又可以去战场建功立业了？等你官复原职，咱们李家咱们叶家是不是又能恢复以前的荣光？我腿伤刚恢复不久，还需要精心调养一段时间。等彻底痊愈之后，我就去给皇上写折子，请旨去战场。此哥，你等着，妹妹这就去给你报仇。说完呢，他抢走叶子辰手里的棍子，大步朝老太君和李景朗走去。嗨，还做梦呢？扔下这话，他便抄起棍子，狠狠砸向李景朗的小腿。他用了10乘10的力气，一棍子下去，李景朗的左腿被打折了。吴美玉，快醒醒吧，别装死了，再装下去，你宝贝儿子的另一条腿也断了哦。叶喜喜，李景朗痛的是咬牙切齿啊，伸手想要打叶喜喜，却被凭空出现的2个人影一左一右抓住了2条胳膊。他动弹不得，只能冲叶喜喜放狠话：叶喜喜，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来，你杀一个我看看，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你杀人。他说的漫不经心，粗粝的大手呢，却十分不客气的将李景朗的手腕给掰折了。不是要杀叶喜喜吗？还傻愣着干啥？快动手啊！青年男子说完，只听咔嚓一声，李景朗的左手也被掰断了。抱歉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回答他的是李景朗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叶喜喜捂住耳朵，打心里同情了李景朗3秒。二哥，你咋在这？爹娘不放心你，让我来护送你去北地。二哥，不用护送，我好着呢。你还是赶紧回家跟爹娘报个平安吧。宋二福没有接话，用下巴指了指地上昏死过去的吴美玉，提醒道：正事要紧。哦，对，瞧我这记性。喂，快醒醒，你宝贝儿子4肢断了3只了，再不醒来的话4肢就断完了，下辈子就只能当个废人啦。见吴美玉还是没有反应，吃瓜心切的方翠兰赶紧上前去掐她的人中，很快人便醒了。那啥，吴美玉啊，你为啥要调换我四弟和你儿子？因为我恨江清月，是他夺走了我心中所爱，要不是因为他的插足，叶昭娶的人就是我，是他先不要脸拆散我和叶朗，所以我就调换他的孩子，我亲眼看着他将我儿子抚养长大，而他的儿子却日日活在我的唾沫之下。叶朗明明已经收下了我的香囊，他要娶的人是我才对，都是江清月这个贱人，害得我们有情人没能成为眷属。好嘛，原来是死鬼老爹欠的感情债，平白害得四哥跟着遭罪。死鬼老爹玩的还挺花。叶昭什么时候收了你的香囊？吴美玉眯着眼睛，含情脉脉地想着30年前叶昭战胜归来的场景。他身穿银色铠甲，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长安街上。他站在茶馆2楼，看着英姿勃发的少年郎从自己眼前路过，只一眼他便沦陷了。他没忍住，学着那些情窦初开的少女们，将自己的香囊扔向叶昭。好巧不巧，香囊落在他怀里的那一瞬呢，叶昭抬眸看向他，他冲他笑了，那笑容像是淬了蜜糖一般，一下子就甜到了他心坎里。于是呢，他安心回府，等着叶昭上门求娶。可惜呢，他没等到叶昭上门，却等到了他要和江清月大婚的消息。听完吴美玉的讲述，江清月是狂翻白眼啊！你那日该不会是站在平安茶馆的2楼吧？是。颠婆，叶昭那是冲你笑的吗？那是在冲老娘笑。老娘当时就在平安茶馆2楼，老娘也给他扔了香囊，他是认出了老娘绣的香囊才抬头看老娘的，谁知道会被你这个颠婆给误会了。叶喜喜也被气到了，他就说嘛，死鬼老爹这眼光是有多差呀，放着美美哒的娘亲不喜欢，竟然跟一个长得就跟蛤蟆精转世的丑八怪搞破鞋，合着这都是吴美玉自己在意淫呢。你胡说，叶郎明明是冲我笑的，他爱的人是我。对对对，
我第二的人是你，爱你长得丑，想得美，爱你蛇蝎心肠，净做那些丧尽天良的坏事，爱你脑子有坑，有事没事自己给自己画饼。你不是吧？这就吐血啦？这也太不进气了吧！官差们怕闹出人命，急忙开始疏散人群。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二哥、四哥，咱们回去，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宋二福丢给他一个请勿靠近的眼神。二哥，别气了，以前是我不懂事，气跑了你那个青梅竹马。哎呀，你就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呗。一提这事儿，宋二福的脸更黑了，他冷哼一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远了。唉，造孽呀！就在叶喜喜愣神时，黑蛋儿转身朝林子跑去。四哥，这一个两个的到底想干嘛？老四，江清月追了上去。母女二人找到黑蛋的时候呢，他正蹲在一棵大树下痛哭。潜意识里他很想认回母亲和家人，可理智告诉他不能认，认了之后叶家就会灾祸不断。老四，是娘对不起你。黑蛋拼命摇摇头，嘴巴是一张一合的，却只能发出啊啊啊的声音。四哥，你是不是说你不怪娘？黑蛋点头，不怪就好，不怪就好。娘什么都不知道，她为何要怪娘啊？要怪就怪那该死的吴美玉，怪知道事情真相的每一个李家人。老四，你受苦了。四哥也不哭了，以后你也是有家的人了，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欺负你了。咱们回去好不好？大嫂、二嫂还有几个可爱的小侄子都在等着咱们回去呢。黑蛋儿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用手一顿比划。叶喜喜是又急又气，他不懂手语呀，这可咋整啊？他说自己是不祥之人，不想连累你们。你懂手语？周玉成不自在地咳嗽了几声，他不是故意要偷听他们说话的，只是尿急让月影背他去林子里小解的。谁知道这小子也是个八卦的，背着他一顿乱跑，结果就跑到了这里。谢谢四哥，是这样吗？他指了指自己的黑脸，用手比划着。他说他是个怪胎，是祸害。胡说，你才是怪胎，你才是祸害。周玉成无语了，不是，他就是帮忙翻译一下嘛，为什么要骂他呀？抱歉啊，我骂人骂习惯了。随后他又转头呢，一脸严肃地看着黑蛋。四哥，相信我，你不是怪胎，你是中毒了。叶老六跟你一样，他也中毒了。你别看他胖得跟座移动的小山似的，却长了个小鸟胃。黑蛋皱着眉头，对叶喜喜的话是将信将疑。你若是不信，咱们现在就去找叶老六，你看看他的饭量你就知道了。叶喜喜说完，不由分说拉着黑蛋的手就往营地走。主子，叶家老四和老六真的是中毒了吗？那下毒之人会是谁？不知道。会不会又是李家人？不知道。子轩子明，看好你们四叔，姑姑给你们做面条吃，若是四叔跑了，你们以后也没东西吃了啊。姑姑放心吧，四叔要是敢跑，我就打断他的狗腿。打断他的狗腿。行，今天表现不错，今晚给你们加鸡腿。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家人们，黑蛋儿有些局促不安。四哥，对不起，白天的时候我不应该指使你给李景朗收拾屎尿。黑蛋摆摆手，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四哥，今天的事情也不怪惋惜，他跟咱们一样，都不知道李景朗的真实身份，所以才会对你没礼貌了一些。咱爹走的时候交代过，让咱们几个兄弟好好照顾惋惜。如今几个哥哥都死了，叶家就剩咱们俩兄弟了，照顾惋惜的重任也就落在了咱俩的身上。叶景云丝毫没有注意到黑蛋的不悦表情，自顾自地说着：惋惜是个好姑娘，可咱娘受了叶喜喜的蛊惑，对她意见满满。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不管咱娘和叶喜喜在背后怎么说惋惜，你都不要信他们的鬼话。等你跟惋惜熟悉了，你就知道她有多好了。黑蛋冲叶景云翻了个大白眼儿，用手比划：我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叶喜喜。叶景云看不懂，但不妨碍他继续夸赞吹捧叶惋惜。叶喜喜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一脸淡然地切着胡萝卜丁。他不说话，叶家其他人也不言语，大家都各有各的事干，只有周玉成一人无所事事，只能靠听叶景云捧叶惋惜的臭脚打发着无聊的时间。他很想看叶喜喜暴揍叶景云，可这丫头不知道咋想的，不管叶景云说的有多难听，她始终无动于衷，就好像叶景云是个透明人。叶喜喜心想，可不就是透明人吗？算算这日子，叶景云也没几天活头了。他
他跟他计较个啥呀？姑且呀，再让他蹦跶几天吧。不行，叶景云还不能死，他死了，他的大力丸不就没着落了吗？系统说了，只要改变书中原有人物的命运，就能获得丹药奖励。叶喜喜决定暂且放下个人恩怨，拯救叶景云。给你，都是爹娘让我给你准备的。叶喜喜收回思绪，傻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物资。娘说你口细，吃不惯杂粮，特意让我准备了一些白米白面，还有这些麻饼和绿豆糕，你收好，等饿了的时候垫垫肚子。还有这些腊肉、腊鱼什么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厨艺没咱娘好，你多担待。阿哥，谢谢你，喝点糖水，好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做好饭叫你。切菜的时候小心点儿，你一向毛毛躁躁的，可别切着手。叶喜喜点头，同样都是当哥哥的，可是哥哥与哥哥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四哥，喝糖水。黑蛋笑着接过，喝了一口甘甜的灵泉水后，他走到叶喜喜跟前儿，用手比划着：我不乱跑，你别让两个小家伙盯着我了，我去捡些柴火，帮你生火做饭。刚刚叶景云那番高谈阔论给他提了个醒，儒家夜间儿郎就剩他跟叶景云和几个小侄子。小侄子们还小，没能力保护娘和妹妹以及两个嫂嫂。叶景云又是个没脑子的，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偷了妹妹15年人生的小偷养妹。他若是再有个三长两短，想来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会更加难过。跟李家人已经彻底撕破脸，还有广平侯府似乎也跟家里有些矛盾。这些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后面肯定会想尽办法报复娘和妹妹，所以他得留下来保护他们。听完周玉成的翻译，叶喜喜冲黑蛋点了点头。去吧，小心点啊，咱们别惹事，但也别怕事。黑蛋成功找到留下来的意义，美滋滋的去树林里捡柴火去了。恭喜宿主改变黑蛋原有命运，奖励大力丸1颗。拿到大力丸后呢，叶喜喜毫不犹豫地喂进了叶子明嘴里。许娇娇就是个疯子，她眼里只有李景坤那个渣渣。为了他呢，她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不确定接下来许娇娇又会发什么疯，叶喜喜只能尽可能的保护好叶子明，不让小家伙受到一点伤害。等黑蛋抱着柴火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小侄子抱着一个比他还高的冬瓜，正在给3个哥哥展示自己的才艺。别说他了，就是叶喜喜都吓了一跳。啊，子明，把冬瓜放下，到姑姑这里来。姑姑，你的小可爱来喽！叶喜喜悄声叮嘱他几句，又喂了小家伙一颗大白兔奶糖，这才拍拍小家伙的屁股，让他去找几个哥哥玩去。我说系统啊，为什么我当初服用大力丸之后力道小得可怜，可子明服用后就这么大的？因为随着空间升级，丹药的药效也会增强。叶喜喜了然地点了点头。所有配菜准备完毕后，叶喜喜舀了一勺猪油放进锅里，等油热后，先放入葱花爆香，然后倒入胡萝卜丁和豆角丁。不一会儿，整个营地都飘满了炒菜的香味，然后把炒菜勺给了温若彤，他则一手拿面团，一手拿菜刀，叉叉叉的削起面来。姑姑，你太厉害了，比我爹都厉害。我爹只会削我，不会削面条。我该向谁炫耀？我有一个超级无敌厉害的姑姑呢！叶子轩扫视一圈，看到周玉成在一旁坐着，好像怪无聊的，赶紧迈着小短腿跑去找他炫耀。小王爷，我姑姑是不是天下第一厉害？是。叶子轩难得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干脆坐他旁边，可劲儿的夸起了自家姑姑。夸着夸着呢，小家伙小脸一皱，突然哭了起来。小王爷，你说怎么办？我只要一想起我那么厉害的姑姑将来要嫁人，我就觉得心痛。没有她，我可该怎么活呀？周玉成心说，他该怎么接话呀？要是姑姑能一辈子不嫁人就好了。周玉成是满脸的黑线呢。叶子轩越想越觉得这个想法靠谱，便擦了擦眼泪，跑去跟姑姑商量这事儿。姑姑，你能别嫁人吗？叶喜喜满脑子都是好吃的油泼干拌面，敷衍的点点头。能，太好了！姑姑，你别怕，我以后会给你养老，给你起灵摔盆的。你可真是姑的大孝侄儿。宿主，不好了，安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又降了。叶喜喜脑子一痛，看着急速变小的灵泉空间，恨不得一把掐死周玉成。他咋招惹他了？宿主，快想想办法，将
再降下去，灵泉空间就放不下这些东西了，到时候只能便宜了上级系统。妈蛋，叶喜喜好气呀！好在这会儿呢，面条煮熟了，他赶紧捞了一碗面，放了2勺炒好的素臊子和煮好的青菜，给周雨成端过去。小王爷，今天多谢你帮忙哈。周雨成也没客气，接过面碗，高冷的点了点头。哼，算他有良心。为了帮他拦住那些官差，他花了大几千两，就为了能让他尽情的报复吴美玉和李家人。宿主，危机暂时解除。叶喜喜松了一口气。好险呐，他的宝贝们差点就要弃他远去了。就在他给宋二福和黑蛋儿一人盛了一碗面，并在他们的碗里偷偷加了一颗卤蛋后，系统又发来警报。叶喜喜饭都顾不得吃，鬼鬼祟祟的溜到周一成跟前儿，悄悄的塞给他2个卤蛋。我今天跟村民换的，你身体不好，多吃鸡蛋，身体才能好得快。周玉成板着脸，心里是他也说不上来的别扭。前有黑蛋，后有孙二福，他的哥哥可真多。忙活了大半天，叶喜喜总算能吃口热乎饭了。结果他刚找了个位置坐下，黑蛋和孙二福2人就黑着脸朝他走来。叶喜喜，他不行。黑蛋儿跟着点头。谁不行？爹娘说了，希望你能找一个四肢健全的夫婿，内需可以穷，可以丑，唯独不能是个摊子。叶喜喜下意识地朝周玉成看去，只见他那张俊美的脸庞此刻乌云密布。这时，一个四肢健全的男子朝叶喜喜走了过来。喜喜，你是？喜喜，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吗？我还非得认识你啊？李景阳不相信叶喜喜会不认识自己，毕竟他刚来叶府那会儿可是被她的容貌迷得5迷3的，还说要嫁给他的。但他当时身为朝廷命官，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疯疯癫癫的村姑呢？今非昔比，就算他现在依旧不喜欢叶喜喜，可不妨碍他愿意娶她。流放之路太苦。爹娘还说了，就算四肢健全，脑子有问题那也不行。黑蛋儿不语，一味的点头。周玉成心想，还好他脑子没问题。江清月知道闺女压根瞧不上李家人，淡定地吃着刀削面，婆母都不说话。温若彤和方翠兰哪敢对小姑子的事情指手画脚？叶子轩很想替姑姑拒绝这门亲事，可姑姑说了，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子不要插嘴。叶喜喜和叶家众人的反应给了李景阳一种错觉，就叶喜喜那人人喊打的风评，除了他李景阳，还有哪个男人愿意娶她呀？这样想着，李景阳挺了挺胸膛，继续道：等咱们成亲之后，你就是我们李家人了。你要学会伺候夫君，孝敬公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另外，娘家的事情你也不许再插手，尤其是不能再针对婉惜。不管怎么说，她都是将军府名义上的2小姐。李景阳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叶喜喜难得好脾气的听着，安王妃都快气死了，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小瘪三，不但敢抢他儿媳妇，还那么自信。想到这里，安王妃看向周玉成，疯狂冲他使眼色。臭小子，快上你的暗器呀！什么隔空点穴、隔山打牛，都给这小子安排上。周玉成压根没看自家老娘，眼神死死盯着叶喜喜，生怕他一时冲动答应了李景阳。李景阳，你家就算镜子，难道还没尿吗？你就不能撒泡尿好好照着自己，看看自己什么逼样，还想娶叶喜喜？就你这样的傻屌，母猪都不乐意嫁给你，还晨昏定省，给你端茶洗脚都他妈流放了，你还当自己是大爷呢？骂完李景阳，叶景云矛头一转，又开始骂叶喜喜。平时不是挺能把把的吗？这会儿人家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撒尿了，你还不动手？是真想嫁给他，给他们老李家当牛做马呢？叶喜喜心说，他看起来是那种很贱的人吗？叶景云，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我和喜喜情比金坚，是你挑拨不来的。宿主快快快，安小王爷对你的喜爱值急速下降！啊，你个傻逼玩意儿，姑奶奶认识你吗？就跟你情比金坚。哎呦，疼就对了，疼了你就知道姑奶奶是你娶不起的人，还想让姑奶奶给你端茶洗脚照顾你爹你娘，早不美死你！姑奶奶没让我侄子用尿滋你，都是姑奶奶有素质，否则就你这种傻逼玩意儿，就该用童子尿好好给你洗洗脑子。叶子轩眼睛一亮，往李景阳身上撒尿。叶喜喜，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风评，除了我李景阳，谁还敢娶你一个十恶不赦的恶女？你要是乖乖听话，今天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若是你继续执迷不悟的话，那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
回答他的是叶景云蒲扇一般的大巴掌。李景阳疼不疼叶景云不知道，但是他的手挺疼的。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清月，我给你磕头了，你让景云和喜喜快住手吧。江清月没应声，等叶景云又打了李景阳几棍子之后，这才叫停。他想着，有了今天这么一遭，想来以后不管哪家儿郎想求娶他家闺女，都会好好掂量掂量。等李家人扶走伤痕累累的李景阳后，叶景云吹着自己肿胀的手，是欲哭无泪呀。早知道打人这么痛，那他就悠着点了。给叶喜喜拿了一张葱花饼，还有小半竹筒灵泉水，递给叶景云。给我的。叶喜喜把东西往他怀里一塞，转身走人了。肚子唱起了空城计，叶景云也没客气，拿起葱花饼就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吃了小半块饼，他就打起了饱嗝。黑蛋儿始终关注着他，见他一连打了好几个饱嗝，走到他跟前比划道：你吃饱了？啥意思啊？叶景云看不懂他的手语，黑蛋儿又是一顿比划，完了还不忘朝周玉成看去。周玉成看到了，当作没看到。他跟他们无亲无故的，凭啥给他们当翻译啊？再说了，他一个四肢不健全的人，哪会什么翻译呀？最终还是叶景云连蒙带猜的明白了黑蛋儿的意图。你问我吃饱了没？黑蛋儿疯狂点头。四哥，你真好，还知道关心我吃饱没。咱家已经好几天没搭理我了，叶喜喜和大嫂做饭也不做我那一份，我每天就靠官差给的那个黑面馒头果腹。黑蛋儿心说，他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他吃饱了没。他想验证一下妹妹的说法，看看叶景云的肥胖是不是真的因为中毒而引起的。四哥，我吃饱了，吃得饱饱的。你别看我胖，但是我长了个小鸟胃，每天吃一点就饱了，好养活得很。说完，叶景云突然想起同为小鸟胃的叶婉熙。四哥，我不跟你说了，我得给婉熙送饼去了。好好的葱花饼，真是为了狗。娘，您瞧您这话说的。黑蛋儿趁叶景云不备，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饼和竹筒。既然吃饱了，那这些东西就归他了。黑蛋儿三两口吃完大半张葱花饼，又将灵泉水一饮而尽。四哥，你怎么能这样啊？黑蛋儿没管他，帮着妹妹去洗碗筷。四哥，不用你帮忙，你去休息休息。黑蛋儿摆手，说什么也不肯休息。叶喜喜看到他额头上有汗珠，掏出帕子给他擦汗。不擦不要紧呢，一擦才发现自家哥哥竟然掉色了。四哥，你看！黑蛋儿自责极了，急忙比划道：他说他把你的帕子给弄脏了。周翻译再次上线，聪明如黑蛋儿，可算是看出了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了。原来不是他妹妹喜欢安小王爷，而是安小王爷自作多情，喜欢他妹妹呀。四哥，你身上的毒好像解了一些。这什么情况？四哥，咱们去那边说。周玉成心说，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听的呀。进了林子，确定四下无人后，叶喜喜悄声对黑蛋说：四哥，有件事情听起来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确实是这样。叶喜喜又搬出哄骗江清月那套说辞，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家死鬼老爹，听得黑蛋是一愣一愣的。死鬼老爹真这么大的能耐？所以你身上的毒能解，应该是喝了圣水的缘故。叶喜喜一边说一边琢磨着，等有条件的话，一定要让黑蛋用灵泉水泡个澡。刚刚他喝了满满一竹筒灵泉水，就掉色掉得这么严重，说是直接用灵泉水泡澡，指不定能从黑蛋直接变成白蛋。知道儿子身上的毒解了一些，江清月也很高兴。老四，你要记得你妹妹的好，如果不是她，或许咱们这辈子都无法相认。你身上的毒也没有办法解，咱们做人要有良心，你可别跟叶老六那个白眼狼学。黑蛋点头如捣蒜呢。娘亲，您给我四哥重新取个名字吧，老是黑蛋黑蛋的叫着，多少有些不尊重他。娘希望你以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就叫景安吧，叶景安。景安，嘿，这名字好。黑蛋郑重的点点头，表示自己也很满意。于是黑蛋正式改名叶景安。系统就没有办法让灵泉空间不受安小王爷心情的好坏所影响吗？暂时没有办法，不过本系统倒是有办法让安小王爷的心情保持平衡。什么办法？当然是哄着他啦，男人嘛很好哄啦，一颗糖，一句关心的话，总之你怎么哄小子明就怎么哄安小王爷喽。
叶喜喜心说：救命啊！他家子明还是个小宝宝好吗？安小王爷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能跟他家子明比啊？心里这样想着，可叶喜喜的身体却很诚实。次日起床之后，先给他家子明和子轩一人投喂了一颗煮鸡蛋之后，就悄摸着打算去投喂安小王爷。结果呢，被宋二福逮了个正着。你是姑娘家，要懂得矜持，明白吗？宋二福负责念叨，叶景安负责点头。也幸好呢，叶景安是个哑巴，要不然叶喜喜都不敢想，成天被两个哥哥念叨的日子该有多苦逼呀！明白了。为了不被他俩念叨，叶喜喜只好打发叶子轩帮忙给周玉成送鸡蛋。姑姑给你的。周玉成拿着温热的鸡蛋，嘴唇高高翘起。有了昨天的惨痛教训，他们不敢找叶家人麻烦，只好把火全都撒在许娇娇这个叶家的儿媳妇身上。大嫂，你说这三弟妹这是何苦呢？方翠兰是真看不懂许娇娇，明明叶老三比那个李景坤长得俊俏多了，也不知道许娇娇为何就是看不上他。温若彤叹气，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遵从父母的心意。他没有轰轰烈烈的爱过一个人，甚至在跟叶老大成亲前都没有跟其他外男接触过，所以他也想不明白许娇娇为何要这般作践自己。他俩不懂，但叶喜喜懂啊。你们这就不懂了吧？别看李景坤长得不咋地，但是人家会提供情绪价值啊。啥叫情绪价值啊？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叶喜喜怕他们听不懂，用下巴指了指正在给许娇娇喂水的李景坤，看到没有？这一会儿喂水，一会儿擦汗的，哪个姑娘能顶得住啊？你们再仔细听听李景坤说的那些话，字字句句都是关心和担忧。许娇娇不沦陷，那才是怪事呢。但凡是人都需要被关心、被理解、被照顾、被尊重。好巧不巧，李景坤都做到了。许娇娇在情感上得到了满足，自然甘心为他做任何事情。离得远，方翠兰听不清李景坤说了什么，特意往前走了几步。娇娇，辛苦你了，等咱们到了北地，立马成亲。坤哥，你不介意我成过亲，生过孩子？这有什么可介意的？生过孩子说明你身体好，能生。若是娶个没生养过的，回家不能生养，又该如何是好啊？坤哥，你真好。这一听，差点没把他给听吐了。这种恶心事儿，不能光玷污他一个人的耳朵。思及此，他把刚才偷听到的内容绘声绘色的给俩人讲了一遍。温若彤不知为何，最近呢自己的听力见长，所以刚才李景坤和许娇娇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也没打断方翠兰的讲述。你们说，那李景坤真的会娶许娇娇吗？不知道。当然不会，李家人都是自私自利又自负的神经病。许娇娇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寡妇，既不能给李景坤事业上带来帮助，又没有家财万贯可以供他挥霍。李景坤会娶她，那才是怪事呢。也就是如今在流放路上，李景坤需要个老妈子伺候他的日常，许娇娇才勉为其难入了他的眼。等到了北地，有的是年轻漂亮还未婚嫁的小奴女，李景坤只要不傻，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到那时候，三弟妹又该何去何从啊？二嫂，从许娇娇抛弃子明，选择跟李家人为伍后，她就不是咱们叶家人了。人各有命，你与其操心她的将来，不如操心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喝什么。也是。不远处，周玉成把叶家几个姑嫂间的对话全都偷听完了。喂水、擦汗，做了这些就能讨到媳妇儿了。周玉成下意识地朝叶喜喜看去，怎么看都觉得他不像是很好骗的样子。骗叶喜喜干啥？难不成当真要把她娶回家当媳妇儿？不娶好像不行，毕竟她已经毁了我的清白。今晚叶喜喜做了铁锅炖，肉香味就跟长了腿似的，飘得四处都是。没想到叶家那个小丫头还挺会做饭。会做饭又如何？浑身都是乡野气息，动不动就打打杀杀，一点都上不得台面。那叫真性情。萧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我告诉你，要不是受叶喜喜的连累，咱们也不会被流放。此仇不报，我林如锦死不瞑目。娘，流放一事跟叶喜喜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这几日观察了一下，凡是被流放的，大多是家中有钱的人家。我猜测，除了将军府和安王府两家是因为功高盖主被流放之外，其余那些应该都是因为国库空虚才被抄家流放。咱们家应该是被误伤的。
恒宇分析的也不无道理。我先前就听人说，那位为了炼制长生不老药，几乎花光了半个国库，而且叶大将军极有可能没有死。萧恒宇瞪大眼睛，震惊至极。具体的我也不甚了解，但据可靠消息说，叶昭的坟墓里埋的是他生前的衣服，至于他的尸骨并未带回来。死不死的跟咱们也没关系，倒是他家那个死丫头，似乎对恒宇还没有死心。娘，您就不怕被叶家人听到了来找咱们的麻烦？他想起李家人的下场，临时闭嘴了。叶家人真不是东西，被报错也不是惋惜的错，他们为何要合起伙来欺负人家一个姑娘家？恒宇，你去把惋惜叫过来吧，咱们家人少，正好可以搭个伴。我不去。萧恒宇拒绝的干脆。以前他觉得叶婉惜人美心善，是世家小姐的典范，甚至有过想娶她为妻的心思。毕竟广平侯府急需抱上一双粗壮的大腿。可通过这几天的观察，他觉得叶婉惜就是个拎不清的。说难听点，他就是一根搅屎棍，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他。你不去，我去。坐下。老爷，你不觉得那孩子很可怜吗？林氏不死心地说着。如今广平侯府被抄家流放，京城那些千金小姐也跟他家儿子彻底无缘了。纵使北地也有千金小姐，可那些小门小户的千金哪里比得上出身于京城高门大户的小姐呀？所以他想从一起流放的这些人家中呢，给儿子定一门亲事。这些人中没有婚配的女子倒是有不少，可要么容貌不佳，要么性格不好，要么家里累赘太多了。综合考量呢，叶婉惜是其中最适合的一个。他记得以前叶大将军也极其看重这个闺女，若是她真的没死，将来也能看在叶婉惜的面子上拉他们广平侯府一把。萧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你就不怕叶喜喜一个不高兴，让他那2个侄子滋你一身尿？林氏心想，怕倒是不怕的，就是这事儿吧，多少有些侮辱人了。都乖乖坐着吃饭，再乱跑我就揍你们的小屁屁了。往日最闹腾的叶子轩在叶喜喜面前乖的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看得方翠兰这个亲娘感慨万千呢。就在这时，他看到许娇娇朝他们这边走来。大嫂，快看，三弟妹，呸，许娇娇又过来了，她怕不是又想挨揍啊？温若彤皱了皱眉，没有接话，默默看着许娇娇一步一步朝他们走来。子明，叶子明出现应激反应，躲在叶喜喜身后。别怕，姑姑在这儿，没人能欺负得了你。怎么又想打子明了？娘，我是来给子明道歉的，昨日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动手打孩子的。别废话，直接说你想干嘛。老太君身体不舒服，明天能不能让他坐一下你们家的马车？我们可以给钱。不能，死老太婆还想坐马车，咋不美死她？想到刚刚李景坤为难的表情，许娇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叶大小姐，我给您磕头了，老太君上了年岁，实在走不动道，看在2家都是亲戚的份上，您就大发慈悲让他坐一下马车吧。叶喜喜忽然想大发慈悲告诉许娇娇，舔狗舔到最后往往一无所有啊。可想到他昨日打小子明那一耳光，他就觉得还是算了吧。你们不是有平板车吗？让他坐着你拉着，这不挺好？板车还要拉景朗和李家三婶儿。李景朗不是还有一条腿能走路吗？让他下来走路呗。至于吴美玉嘛，一个外人而已，也配坐板车？不远处，老太君一双倒三角眼滴溜溜乱转。他觉得叶喜喜说的非常对，吴美玉就是一个外人，凭啥让他坐板车呀？要不是他当初非得搞个什么狸猫换太子这一出，他们跟叶家的关系指不定也不会闹得这么僵。要是关系没闹那么僵，叶家人吃肉能不给他这个老太君吃吗？这样想着，老太君决定放弃吴美玉。至于李明成嘛，早在吴美玉说他的心上人是叶昭时，就恨不得一脚踹死他。亏他一直以为他之所以换孩子是为了儿子的前途考虑，谁知道这娘们竟然给他戴帽子。这女人说什么他都不要了。没有得到想要的，许娇娇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地。娇娇，没事儿的，大不了我明日背着祖母走就是了。你以后可千万别再为了我们家的事情去下跪求人，我会心疼的。李景坤茶里茶气的话让许娇娇心里感动极了，也让光明正大偷听的周玉成恶心的恨不得堵上自己的耳朵。主子，这李景坤还真他娘是个人才。
吃完了没？没，叶大小姐做饭太好吃了，我吃了一碗，还想再吃一碗。确实挺好吃的。等月影吃完饭，周玉成让他背着自己去了林子深处练习走路。他也不知道为何，这几日明明没有喝圣水，但是他的腿疾似乎又好了不少。想来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恢复如初了。吴美玉死了，被李明成亲手给捂死了，对外却宣称呢是伤势恶化，不幸离世。李家人生性凉薄，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可伤感的，可叶喜喜却唉声叹气，感慨万千呢。喜喜，吴美玉的死跟你无关，你不必自责。娘说的对，是吴美玉该死，跟妹妹无关。是啊，喜喜，最后一个打吴美玉的是咱娘，真要追责，那也是咱娘的责任。老二家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没有自责，我就是觉得可惜。吴美玉还没亲眼看到我四哥从黑蛋变成白蛋，就那么给死了，真是太可惜了。叶景安擦了擦额头上的黑色汗水，嘴角直抽抽。得，是他想多了。不过还好，李家其他人还活着，他们肯定能看到我黑蛋四哥变成白蛋四哥。江清月看了眼身旁一直流黑汗的四儿子，景安呐，娘不是嫌弃你，就是你身上这味道吧，实在太上头了。叶喜喜突然想起3日后就是叶景云的死期，给叶景云解毒这事儿迫在眉睫。四哥，你亲眼盯着叶老六把这个喝了。叶景安接过竹筒，走到叶景云跟前儿，直接把满满一竹筒灵泉水给他灌了下去。要是不这样做，这小子肯定又把水拿去给叶婉熙喝，这可是爹爹给的圣水，珍贵着呢，哪能便宜了叶婉熙啊？四哥，你这是谋杀金帝吗？妹妹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叶景安也懒得再跟叶老六废话。恰好这时呢，官差喊大家上路。婉熙，这个给你。叶景云把刚刚没吃完的黑馍馍递给叶婉熙，想着等会儿他要是饿了，可以垫垫肚子。四哥，你身上有钱没？等会儿要是路过村庄，咱们就换点吃的。没有，婉熙，六哥知道你受委屈了。叶婉熙眨巴眨巴眼睛，以为叶景云会说他去找人借钱，谁成想他竟然说，但是也没有办法，你忍一忍，等咱们到了北地。刹那间，叶景云所在的位置就只剩他一个了。叶景云忽然想起叶景安刚刚喂他的那竹筒水，气的是咬牙切齿。叶老四，亏我拿你当好兄弟，你竟然敢陷害我！于是小山一般的男人用生平最快的速度追上叶景安。叶老四，既然你害我当众出丑，那你就必须陪着我一起接受臭屁的洗礼。臭死了！叶老四，你身上咋这么臭呢？叶景安是有苦难言呢，只能认命的跟叶景云搭伴。兄弟俩人，一个身上不停的流黑汤，一个不停的放屁，臭的方圆几十米一个人影也没有。叶喜喜离他们足足有30米的距离，臭的恨不得戴上防毒面具，可千万别让他逮着给叶老四和叶老六下毒的贼人，否则他一定会让他尝尝被臭气洗礼的滋味。中午吃饭的时候，叶景安很识趣的没往老娘和妹妹跟前凑，叶喜喜也没亏待他，打发叶子轩偷偷给他送来2个肉夹馍。四哥，你这是咋了？咋还流黑汤呢？排毒，你放屁也是在排毒。四哥，你别比划了，反正我也看不懂。算了，就这样吧。叶景安懒得再解释。2枚石子从远处飞来，分别打到了叶景云的哑穴和笑穴上。叶景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之后呢便狂笑不止，却又发不出一丝笑声来。那模样啊，要多诡异就多诡异。叶喜喜发现叶景云笑而无声后，第一反应是风影做的，无意中对上宋二福那双幸灾乐祸的眼睛，他走到他身旁，好奇地问道：“二哥，你刚刚对叶老六动手了？”宋二福朝周玉成的方向看了一眼，默默点头。那之前在京城我们被扔臭鸡蛋时，是不是也是你用石头砸的官差？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能不能教我几招？宋二福想说不能的，可又担心妹妹去找安小王爷开心，那是不可能的。石头村，李秀兰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拿着棍子，气的是头晕眼花。宋武夫，老娘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妹妹究竟出了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啊，不信你去问二哥。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2个瘪犊子玩意儿，合起伙来骗我们2个老东西。老娘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才收了你们几个王八羔子？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是见不得我闺女好，就是想逼着我闺女去死。宋大福、宋三福、宋四福、宋五福几兄弟集体瑟瑟发抖，是不敢说话。
娘太可怕了，为了叶喜喜，竟然把老五的屁股都给打出血了。这个家是真的不能待了。秀兰，你先起来，地上凉。凉什么凉？要不是你个老东西没用，我至于连个闺女都生不出来吗？好不容易捡着个闺女，你们一家狼心狗肺的东西，都巴不得我闺女去死。听完宋五福的话，别说宋大江和李秀兰了，就连宋大福几兄弟也气得脑瓜子疼。老五，你糊涂啊！老五啊，你说你平时看着挺机灵的，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犯了蠢呢？是妹宝让我保密的，我能有啥办法呀？他让你保密你就保密啊，他之前还让你吃屎了，咋没见你去吃啊？宋四福丢给宋五福一个白眼儿，蠢货，这顿揍啊挨得不亏。就算叶喜喜再怎么不对，到底也是跟他们一起生活了15年的家人呢。他出了事儿，他们这些做家人的不也得有个知情权呢？老爹老娘本就不待见他们，这下好了，若叶喜喜再有个3长2短，那他们就都别想活了。宋大江，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娘要跟你和离，老大老三归我，老二老四老五归你。秀兰，咱有话好好说，我也是无辜的，提什么和离？爹，你没看到娘都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找叶喜喜了吗？您还傻愣着干啥？宋大江哦了一声，也开始扒拉自己的行李。宋三福扶额呀，这个家呀，没有他真得散。爹，我没让您收拾行李，咱们要出远门，家里的地是不是得托人照看着？还有家里的鸡鸭，是不是也得托人喂养？还有马车、路引，是不是也该准备准备啊？娘，出门在外，咱们是不是得多带一些干粮啊？还有北地寒冷，厚衣服咱们是不是也得多带2件啊？闻言，李秀兰恢复了平静，她觉得三儿子说的有道理。她点头，转身翻箱倒柜的找到叶喜喜给的那2张银票，塞到宋三福手里。三福，娘脑子不清楚，从现在开始啊，这个家你来当，我就只有一个条件，咱们得尽快追上喜喜，她从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娘怕她把自己给饿死了。好，我当就我当。爹，快看，前面有村子。叶婉熙眼睛亮了亮，想着等会儿进了村儿，她也换口锅，再换几副碗筷，以后也能自己做饭吃。猛地想起自己身无分文，她的眼神又暗淡了下来。她厚着脸皮去找老太君借。婉熙呀，实不相瞒，祖母还想问你借钱呢。叶婉熙心里是狂翻白眼啊，她看起来像是有钱人的样子吗？那算了，我再找别人想想办法。叶喜喜那贱丫头不是有钱吗？你去找她借，借了再分祖母一半。乖孩子，祖母就指着你啦。老太君，你觉得叶喜喜像是会借钱给我的人吗？也不知道那死丫头怎么就突然抽风跟她不亲了。要是放在从前，别说借钱，她就是让叶喜喜吃屎，估计她都会乐呵呵的去吃。李家人指望不上，叶婉熙只能把目标转移。放眼望去，也就广平侯家里看起来有钱，而且跟叶家人的心可真够狠的，自己成天大鱼大肉的吃着，也不给婉熙那孩子分一口，他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管好你自己就行，别人家的事情你少操心。萧云对了一句，心里琢磨着要不要去找叶喜喜借点钱呢，毕竟日子还长了，要是再不吃一点好的，估计他们也撑不到北地。跟他一个想法的大有人在，他们心里虽然害怕叶喜喜，但是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他。叶夫人，叶大小姐，求求你们大发慈悲，借我们1两银子吧。我儿媳妇刚出月子就被抄家流放，可怜我那苦命的孙子，因为奶水不够，只能喝他娘的血呀。叶夫人，叶大小姐，我们不借钱，您借我们一点小米吧，我爹快不行了，临死前就想喝点清米汤。叶夫人，叶大小姐，我给你们磕头了，求求你们给口吃的，官差给的黑馍馍都馊了，我们大人无所谓，吃了顶多拉肚子，但是还……叶喜喜，你不要太过分，大家伙不就是问你借点钱和粮吗？至于写什么借条吗？你家天天大鱼大肉吃着，随便分我们一点粮食怎么了？再说了，我们王爷可是皇上的亲弟弟，谁见了他还不得给他几分薄面？哎呦喂，这不是安王爷身边的第一宠妾，大名鼎鼎的赵侧妃吗？瞧您这灰头土脸的模样，该不会是也和我们一样被抄家流放了吧？不是吧，安王爷可是皇上的亲弟弟，谁见了他还不得给他几分薄面呢？怎么能说被抄家流放就被抄家流放了呢？
叶喜喜阴阳怪气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笑得最大声的当然是安王妃了。她早就想收拾这几个小贱人了，可惜安王爷那个狗东西护得太紧。你什么你？都抄家流放几天了，你还没从美梦中清醒过来是吧？想借钱借粮就拿出你穷人该有的姿态，别搁这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死样子。见自家老娘笑得前仰后合，周玉成自责极了。这几年因为他瘫痪在床，渣爹和几个姨娘呢觉得他是个废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便明里暗里合起伙来欺负娘。他知道娘在王府里过得并不快乐，可他那时候沉浸在自己成为废人的事实中，无心再管其他的事情。如今看到娘亲笑得这般开心，他忽然觉得被流放其实也挺好的。正想着，一道低沉的男声打断他的思绪：叶大小姐，我愿意用劳力换粮食。是萧恒宇。周玉成眼底闪过一抹惊讶，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广平侯世子可是被广平侯和广平侯夫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宝贝，他竟然肯放下身段，选择用劳力换粮食，属实让人感到惊讶。叶喜喜亦然，他看着人群中的萧恒宇，差点没惊掉下巴。老天奶呀，这可是书里的男主，未来的皇上，让他给自己当劳力，这合适？娘亲，刚才那位白发婆婆您认识不？是廖老夫人，他们家世代经商，在京城也算是大户人家。叶喜喜有点懵了，她不记得书里有这么一户人家呀。还有刚才说老爹快不行的年轻人，家中也是经商的。狗皇帝没事干嘛要抄商户的家呀？忽然想起被他搬空的国库，叶喜喜瞬间了然，他在心底默默给这些商户们点了根蜡。抱歉了啊，要不是他搬空国库，这些商户应该也不会被抄家。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以后多帮衬帮衬他们，也算是还了这笔良心债。中午休息的时候，叶喜喜用灵泉水熬了满满一大锅白米粥，留出自家那份，剩下的分给了那几户商户人家，并嘱咐他们把粥喂给老弱病残。众人感动不已，对叶喜喜更是感恩戴德呀，气得叶婉惜肝疼。他花了那么多银钱和心思，才把叶喜喜的名声给搞臭，谁知道他竟然用一碗粥收买了人心。就连广平侯世子也被他蛊惑了心智，他想主动去找他又担心别人说闲话，他一直在等他主动，结果非但没等到，竟然等到了他要去给叶喜喜当劳力的噩耗。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得想办法赚钱，等有钱了，他才能帮助萧世子度过这个难关。可怎样才能赚到钱呢？叶婉惜想的头都快秃了，这才想起一个绝妙的赚钱法子，那就是卖草药。想到这里，叶婉惜饭也顾不得吃了，径直钻进了身后的林子里。叶喜喜正吃着饭呢，看到叶婉惜行色匆匆地进了林子，立马放下饭碗，跟在他后面进林子里捡宝。一进林子，叶喜喜就看到叶婉惜拿着一根树枝四处扒拉，该不会是要找人参吧？宿主，叶婉惜正前方10米处有一只百年人参。妹妹你怎么来了？拉屎啊？你拉不？咱俩一起啊？哦，不了，那你在这儿拉吧，我去那边了。他一走，叶喜喜根据系统的指示找到那枚百年人参。宁婉惜不愧是气运之子，这运气实在没得说。宿主，一头野猪在叶婉惜面前自杀了。叶喜喜听完，当即拔腿就往叶婉惜的方向跑。此时的叶婉惜傻愣愣地盯着地上那头约莫有300多斤重的野猪，好半天回不过神来。刚刚野猪朝他跑来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谁知道那头野猪竟然避开他，直直地撞向他旁边的大树，一下没撞死，他又撞了2下，这才死得透透的。叶喜喜过来的时候呢，叶婉惜还在愣神呢，他嘿嘿一笑，扛起那头血肉模糊的野猪，转身就走。天老爷呀，近趟小树林啊，这又是挖到百年人参，又是捡到野猪的，他这运气咋又这么好呢？叶喜喜，你把猪放下，这是我的。写你名字啦？没有。那你怎么证明这就是你的猪啊？就是我的猪，我先发现的。笑死啊！你先发现的就是你的，那我还说是我先发现的呢。两人拌嘴之际，宋二福和叶景安走了过来。当看到叶喜喜扛着一头跟叶景云差不多重量的野猪时，俩人都惊呆了。哎，二哥四哥，你俩来的正好，宁婉惜要抢我的猪。二哥四哥，我没有。别瞎喊，我娘只抱养了叶喜喜一个闺女。叶景安瞪着叶婉惜，认同的点点头，心里暗戳戳的嘀咕道：他娘也只有叶喜喜一个闺女。二哥四哥，
我没有。放下吧，我来扛。好嘞，他把野猪放在地上，对宋二福说：“二哥，有点重，你能行吗？”男人不能说不行。宋二福抓住2条猪腿，想把猪甩到自己背上，然而呢，提溜半天，愣是没把猪挪动分毫。二哥，要不让我四哥跟你一起抬吧？叶景安接收到妹妹的信号，赶紧上前帮着宋二福一起抬猪。这次呢，猪倒是抬起来了，可没走几步就给俩人累趴下了。算了，我还是回去摇人吧。哎呀，没事的，没事的，一次不行不代表一辈子不行。以后我搞点十全大补丸，给你们好好补一补，没准你们就行了。叶喜喜一走，宋二福盯着地上的野猪，是皱眉沉思啊，啥情况啊？为啥叶喜喜能轻而易举地扛起这头野猪，而他跟叶景安2个大男人只能堪堪抬起？直到叶喜喜摇来人，他也没想明白这点。大虎说：“岳阳，你俩抬前腿，二哥、四哥。”你俩抬后腿。叶喜喜给4人分好工后，冲一旁哭唧唧的叶婉熙说：“还哭呢？你一个当姐姐的，让给妹妹一头猪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不给你猪肉吃，你哭得这么惨干嘛？”他想好了，多少得给叶婉熙一点好处，否则他以后再也不进树林寻宝咋整啊？要想驴干活，就得先用胡萝卜吊着他。你真给我肉吃？给啊，不过我们吃完饭，你得帮忙刷锅洗碗。成交。一行6人重新回到营地时，众人都惊呆了。哇，姑姑，你也太厉害了吧！居然能猎到那么大一头野猪！哎呀，姑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是姑姑猎的，是姑姑捡的。那也是姑姑厉害，别人都没捡到，就姑姑一个人捡到了。我姑姑可太厉害了。小家伙说完，还不忘问问周玉成：“小王爷，我姑姑是不是可厉害了？”是挺厉害的。他故作高冷的点点头，实则内心呢也在狂喜。他觉得叶喜喜真的是个有大气运的女子，之前的野鸡呀，今天的野猪，无不证明她就是上天的宠儿。一般般啦。叶喜喜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要说厉害，也是人家叶婉熙厉害，她不过就是一个捡漏的。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出发了。大家一会儿都走快点儿，下午咱们早点找地方落脚，然后杀猪吃肉。众人一听这话，瞬间是惊喜万分。我们也有猪肉吃啊！孟大虎看向叶喜喜，示意他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啊，不白吃，要么花钱买，要么以物换肉，要么以劳力换肉。”他有心帮帮这些人，但也不想养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坏习惯。众人对此呢，倒也没有什么意见。一想到晚上有肉吃，众人走起路来腿也不疼了，是腰也不酸了，身体倍儿棒。老太君嫌弃许娇娇速度太慢，干脆从平板车上下来，倒腾着2条老寒腿，卖力地往前走着。肉啊，那可是肉啊，不能想，一想就要流口水了。许娇娇也想走快的，可她脚上全是血泡，根本走不快。不知是旁人速度太快，还是她速度太慢，走着走着，她竟然从队伍中间走到了队伍的最末端。四哥，你说许娇娇脑子是不是有坑啊？我活了20多年，还是头一次看到像她这种上赶着给人家当牛做马的女子。嗨，忘了你是个哑巴。四哥，刚刚那是人还是鬼？既不是人，也不是鬼，好像是野人。野人？四哥，快跑！我听说野人吃人呢。兄弟俩气喘吁吁地追上大部队，屁声和臭味很快就惊动了众人。老四、老六，你俩就不能离大家远点吗？自己有多臭，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娘，有野人！啥？有野人？咋回事？叶景云把刚才的事情完完整整跟孟大虎讲了一遍，重点强调野人吃人这个点。大虎说：“我建议让老弱妇孺走在最中间，其他人走在两边，万一真要碰到野人，也能减少一些人员伤亡。”孟大虎点点头，当即下达命令。人群中呢，有不少热血青壮年，也有很多贪生怕死之徒。李景坤，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他娘一个大老爷们儿，咋好意思往老弱妇孺那里钻的？被点名的李景坤恨不得扑上去咬死多管闲事的叶老六，可小命要紧，他只当没听见叶景云的话，死命的往江清月旁边钻。踩着我脚了！叶喜喜揪着他的衣领，直接将人丢出老弱妇孺的队伍，警告道：“再敢往我老娘身边挤，我就亲自把你送给野人加餐！”不敢了，不敢了！还有你们这些非老弱妇孺的大男人，都给我把眼睛擦亮了！谁再敢往我们这边挤，就别怪我不客气！此言一出，刚才还在挤来挤去的男人们赶紧麻溜的滚出老弱妇孺的队伍。叶阳，我来打小王爷，你武艺高强，还是走在外围保护大家吧。
月影看向自家主子，见他点点头，便把平板车给了叶喜喜。叶大小姐有劳了。没事儿，麻烦你保护好我二哥和四哥，他俩有点菜。周玉成心说，他没听错吧？叶喜喜竟然让他的暗卫扔下他，去保护他二哥和四哥。光看周玉成逐渐黑掉的脸色，叶喜喜就知道这货又生气了。他拍了拍周玉成的肩膀，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你的。许是怕周玉成不信，他故意加重了几分力道。周玉成差点没被他送走，脸色由黑又逐渐转变成红色。就他这力道，确实能保护好他。也就是我娘亲不让我去外围，要不然我真不放心把我两个哥哥交给月影保护。周玉成自闭了，怎么会有姑娘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他忽然怀疑，当初叶喜喜爬他的床是在故意逗他玩呢，否则就他这把子力气，要想办他，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啊！哎呀，好啦，别气了啊！一行人忐忑不安地赶着路，可直至他们选好今晚休息的营地后，都未曾碰到过野人。众人议论纷纷，不管有没有，大家还是小心为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别睡太死。孟大虎叮嘱完，便带着几个人去杀野猪了。叶喜喜则留在营地，指挥众人捡柴火烧水。为了能早点吃上野猪肉，大家伙干起活来都异常积极。安王爷一反常态的走到周玉成跟前，主动关心起了他的伤势。腿恢复的如何了？周玉成不想搭理他，答非所问的嗯了一声。安王爷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关心周玉宁。宁儿，他话还没说完呢，周玉宁已经跑到叶喜喜跟前儿。姐姐，我来给你帮忙。安王爷眼底闪过一丝尴尬，又看向一旁正在烧火的周玉安。安儿，娘，有蚊子。安王爷心想，这蚊子不会说的就是他吧？安王妃听出了儿子的暗喻，回道：你去找你叶姐姐，看看她那里有没有驱蚊的药膏。玉安，过来。周玉安犹豫了一瞬，跑了过来。你留在这里给我帮忙。别说周玉安了，就安王爷那种渣爹，他一个外人都不想跟他单独相处。安王爷心说，他这是被3个儿女嫌弃了。安王爷张了张嘴，刚想喊安王妃时，安王妃已经跑去找江清月了。知道自己不受待见，安王爷抹了抹鼻子，起身回去找几个姨娘了。野猪杀好后，孟大虎给叶家人分了一些，剩下的野猪肉呢，由专人统一炖煮，煮熟后大家一起分着吃。而叶家人呢，自然是自己做自己吃，都是一头野猪身上的猪肉。众人也不知道为何，叶喜喜炖的就是比他们炖的要香得多，香的孟大虎都想厚着脸皮去找叶喜喜要一碗肉吃。或许他真的得去找叶喜喜一趟，问问他那日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几天呢，他一直盯着王冠钗，也没见他有什么异常。叶大小姐，大虎叔，你吃了没？没吃就在我们这边吃吧。好字刚出口，孟大虎就嗅到一股危险的味道，抬眸一看，就见远处的树林里亮起几十双绿油油的眼睛，是狼。与此同时，叶喜喜、周玉成等人也发现了。随着一声狼叫，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他们被狼群包围了。瞬间，众人吓得是四散而逃啊！都别慌，狼怕火，咱们暂时是安全的。快跑，快跑！狼来了，狼要吃人了！说话那人一边吼一边冲出营地，下一秒他就被几头狼给分食了。见状，众人都不敢再乱跑，老老实实待在营地。叶喜喜也怕呀，要是只有几头狼的话，他还有信心能带领叶家人和安王妃几人全身而退。但是目测这里最少有上百头狼，而且数量似乎还在不断增多。饶是他再怎么力大如牛，也无法带着大家平安离开这里。扶起来。主子，您腿疾还未痊愈，一会儿就留在后方，照顾好自己。不用，等会儿照顾好娘和宁儿。大哥，娘有宁儿照顾，我跟你一起去杀狼。哎呀，你就老老实实留在这里吧。杀狼这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摊子。哎，别冲动，你要是有个3长2短，咱爹和咱娘非得宰了我不可。姑姑，你不能去，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前面几只狼不断用爪子刨着地面，似乎随时要扑上来一般。你们就听喜喜的吧，他是个好孩子，为了救咱们大家，宁愿牺牲自己一个人。妹妹说的对，如果没有人跟狼群血拼的话，我们都得死。咱们这么多人，凭啥让叶喜喜去送死啊？你们李家那么多儿郎，凭啥不派人去杀狼呢？赖心肝的玩意儿，就会站在一旁说风凉话。我们妹宝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我就把你们全部拉出去喂狼。叶喜喜心说，不能派着他点好啊。大家别想置身事外，那么多狼，叶大小姐一个人能应付几只？
大家都找好镇守的工具，准备同狼群决一死战吧。今晚狼群不死，谁都别想安然无恙的离开。小狮子说的没错，这么多狼，仅凭1、2个人是杀不完的。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找好家伙事儿，准备战斗吧。狼的鼻子和肚子是他身体最脆弱的部位，等会儿若是对上了，就朝这2处地方攻击。似乎听懂了叶喜喜的话，狼群发出阵阵叫嚣的嘶吼，吓得叶喜喜一激灵。那个狼兄啊，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啊，别动不动就嗷呜嗷呜的，大晚上的怪吓人的。回答他的是此起彼伏的狼叫。就在这时，他在狼群中看到一个4肢着地的人影。二哥，我没看错吧？狼群中似乎有一个人。宋二福仔细看了看，确实是人。不会是野人吧？这什么狗屎运呢？又是野人又是狼群的，贼老天是不想让他活了吗？那个野人大哥，咱们有话好商量。你是不是想要吃的呀？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让狼群往后退一退。叶喜喜胡乱地猜测着野人的意图，没想到误打误撞还真给猜对了。野人停顿几秒，发出一声狼嚎后，那些野狼真的往后退了一些。好，我说话算话啊，这些吃的都归你了。你是自己过来取，还是我给你送过去？野人没有动。叶喜喜再次猜测啊，你是让我给你送过去是吧？野人点点头啊，行，我给你送过去啊，但是咱们说好了啊，吃了我们的饭就不能再让你们的小伙伴伤害我们了。野人再次点头，让月影去。不等叶喜喜答应呢，野人便发出阵阵不满的狼嚎。众人都听明白了，野人这是让叶喜喜亲自去送的意思。没事儿，我去送，你们放心，我爹在天有灵，一定会保护好我的。江清月、叶景安和周玉成都听懂了叶喜喜的意思，他们虽然担心叶喜喜的安全，可又不得不让她亲自去送，毕竟这么多人的性命都掌握在这个野人手里呢。美宝，你说你咋这么好呢？以前都是二嫂的错，你要是能平安回来，二嫂以后绝对不再跟你作对了。美宝，你小心，我们等你回来。叶大小姐，小心！我会没事的，你们放心。叶喜喜朝众人笑笑，然后端着热气腾腾的炖野猪肉，一步一步朝野人走去。离狼群越近，叶喜喜越是害怕，尤其是对上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恐惧是从脚底板直冲头顶。离他不到3米的距离，叶喜喜不敢再继续往前走了，用商量的语气：“野人大哥，我把肉给你放在这里，可以吗？”野人点头。叶喜喜把锅放下，然后拔腿就往回跑。等回到营地，他双腿一软，差点摔倒。老天奶呀，太臭了，胖臭的，我差点没被他熏死。见状，众人微微放下心来，还有力气吐槽，看来没被吓着。叶喜喜还想吐槽几句，结果野人又叫了一声，是啥意思啊？叶喜喜不懂，只能继续瞎猜。不够吃，还要？野人点头。叶喜喜认命的又给他送去一锅肉。结果呢，他人刚回到营地，野人又嗷呜起来。叶喜喜麻了，干脆推着平板车一次性给他送去2锅。可这点肉哪里够野狼吃啊？这次都不用野人嗷呜了，叶喜喜把锅放下，又赶紧回营地拉肉。还别说，这一来一往的，他倒是跟野狼们处出点感情来了。等他再次回到狼群这边时，一只小狼崽竟然主动靠近他，并冲他讨好的摇了摇尾巴。小狼崽小小一只，毛茸茸的，看起来还挺可爱，就跟小狗狗似的。叶喜喜被萌化了，突然觉得这些野狼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了。野人大哥，这是最后一锅了啊，我们没肉了，你们要是还想吃的话，等明日我们再猎到野猪再给你们炖啊。叶喜喜本想画个大饼忽悠野人和狼群，谁知野人嗷呜一声，不多会儿就有几只野狼叼着野鸡朝他跑了过来。眨眼的功夫，叶喜喜面前堆满了各种猎物。不是吧，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帮你们把这些野味给炖了？野人点头，真是活久见呢。叶喜喜活了2辈子，这还是头一次给野人和狼群当牛马。他苦笑一声，将猎物扔到平板车上送回营地。大喜说让人把这些猎物处理一下，我去狼群那边拉锅，等会儿还得继续给他们炖。孟大虎嘴角抽了抽，这么匪夷所思的一幕竟然让他给遇上了，顾不得感慨，赶紧分配任务。等叶喜喜再次回到狼群时，刚刚那头小狼崽正嗷呜嗷呜的跟着头狼说着什么，他听不懂，也懒得听，默默把几口锅放到平板车上，抬头跟野人说：野人大哥，
我先回去了啊，等会儿肉炖熟了我再给你们送过来。野人点点头，叶喜喜拉着平板车往回走，走了没几步，发现身后跟了一头小狼崽，认出是刚刚冲他摇尾巴那只。你是打算跟着我去监工吗？小狼崽欢快地摇着小尾巴，叶喜喜没再管他，回到营地，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喝着灵泉水。小狼崽就站在他对面，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竹筒，哈喇子直流。你也想喝？小狼崽嗷呜一声，算是回答。叶喜喜找了个空碗，给他倒了点水。小狼崽用舌头舔着碗里的水，小尾巴摇得更快了。一碗水下肚，他看向叶喜喜的眼神更加热切。我可以摸摸你吗？小狼崽点点小脑袋，叶喜喜摸了他一把，立马兴奋地跟不远处的江清月说：娘亲，我出息了，我竟然摸着活的狼了！老天奶呀，他闺女真是太虎了，连狼都敢摸。要是跟小狼崽搞好关系，他的那些同伴们是不是就会放他们一命了？乖崽崽，叶喜喜揉了揉小狼崽的脑袋，又给他倒了些灵泉水。小狼崽喝完，用小狼爪拍了拍装灵泉水的竹筒，示意他跟他去狼群。你是想让我给你的同伴们送水是吗？小狼崽点头。还别说，这头小狼崽还挺聪明，知道灵泉水是好东西，就想着跟同伴分享。一人一狼重新回到狼群，第一次近距离跟野人接触，叶喜喜说不怕是假的，野人似乎也很怕他，在他靠近他的那一瞬就冲他龇牙咧嘴。小狼崽嗷呜几声，野人才逐渐平静下来。你的朋友让我过来给你送水喝。野人从四肢着地的姿势转变为双脚站立，双手接过竹筒，大口大口喝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叶喜喜脑海里突然闪过前世看过的一则关于狼孩的新闻，他瞬间脑洞大开，猜测眼前的这个野人是不是也是狼孩。想到这里，叶喜喜忽然有些心疼眼前的野人。小狼崽叫唤一声，咬了咬叶喜喜的裤腿儿，用小狼爪指着野人的小腿。叶喜喜这才发现野人左腿受了伤，此刻还在汩汩冒血。你想让我救他？小狼崽点头，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我可以救他，但是你得问问他的意见。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去我们营地那边有药。小狼崽冲野人又是一阵嗷呜。野人喝了灵泉水后，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伤好了不少。犹豫了一会儿，他点点头，答应跟叶喜喜去营地。这时呢，两条野狼窜了出来，野人骑坐在一只野狼的后背上，然后指了指另一只野狼，示意叶喜喜坐上去。这可是尊贵的狼大爷呀，叶喜喜哪敢坐他的身上啊？不用，我腿着挺快的。那头野狼冲他呲了呲牙，叶喜喜吓得赶紧跳上他的背。还是骑狼更快。众人看到叶喜喜骑着一头狼回来的时候，差点惊掉下巴。公公回来了，骑着狼回来了。娘亲，我又出息了，我骑着狼回来了。江清月表情复杂，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周玉成的表情同他一样复杂，果然他对叶喜喜的了解不足1/1000。好了，狼兄，就停在这里吧。二哥四哥，劳烦帮我们这边生一堆火。野狼大哥腿受伤了，我得给他处理一下伤口。野人看到他们靠近，冲他们龇牙咧嘴的咆哮。野人大哥别怕，他们都是好人，不会伤害你的。野人一脸警惕地盯着他们。宋二福和叶景安被盯得后背是冷汗直冒啊。野人大哥，你坐这里。叶喜喜示意野人坐下，然后蹲在他面前探查他的伤势。只见他肌肉发达的小腿上是一排锯齿状的伤痕，伤痕深可见骨，看样子应该是踩到捕兽夹了。叶喜喜先用灵泉水给他清洗了伤口，然后又借着小挎包的掩饰，从空间里取了他先前在京城里买的止血药膏和纱布，给野人包扎伤口。切记，你这条伤腿不能碰水，还有你要注意个人卫生，否则伤口会感染，严重的话就要截肢。野人点头，你身上很脏，有很多细菌和病毒，这样不利于腿伤的恢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我2个哥哥带你去河边洗澡，你放心，他们都是好人，不会伤害你的。野人不说话，叶喜喜也没有逼迫他，你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刚刚那些肉都被狼群吃了，野人一口没动。叶喜喜想着他应该也饿了，便飞快地做了一碗鸡块刀削面端给野人。一碗刀削面下肚，野人并没有吃饱，嗷呜嗷呜地叫着。可怜见的，也不知道这孩子都遭遇了什么，连句话都说不明白。娘亲，我怀疑他是被狼养大的。被狼养大的？您注意他的走路方式，就跟狼一样，四肢着地，而且他的双手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爪状，很明显他把自己当成狼的同类了。江清月心疼不已，下意识地想要去摸野人的头。
孩子别怕，你想吃面吗？想吃的话，婶子再去给你煮一碗。野人点头，你坐着等一会儿，婶子去给你煮面条。江清月说完，起身回了自家营地，打发温热同和面。他呢，则打了盆水，重新回到野人这边给他洗脸。真不是闺女夸张，这孩子真是胖臭胖臭的。孩子，你别怕，婶子给你洗把脸，脸洗干净了，人也舒服了。野人不配合，双手成爪状，就要朝江清月挠去。叶喜喜气坏了，一巴掌拍在野人后脑勺上，训斥道：“我说你这个人咋还过河拆桥呢？我娘亲刚刚才给你喂了饭，你非但不感恩，还想挠他。”野人被打懵了，一脸茫然地看着叶喜喜。叶喜喜也懵了，他刚刚真是胆大包天呢，竟然连野人都敢打。看着野人没反应过来之前，他赶紧从包里抓了一把肉干，就往野人嘴里塞。那个野人大哥，刚刚是我冲动了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野人似乎很喜欢肉干的味道，大口大口的嚼着，刚刚的不快也被他抛之脑后。叶喜喜松了一口气，忽然看见不远处刚刚送他们回来的那2头野狼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当即是汗毛竖起。他把手里的肉干扔到他们面前，求饶道：“狼兄，我跟野人大哥开了个玩笑，你们千万别介意哈。”这2头野狼呢，似乎也很喜欢肉干，他们收起凶神恶煞的表情，低头吃着肉干。野人嗷呜一声，表示自己还想要。叶喜喜趁机跟他谈起条件，把手和脸洗干净，我就给你吃。野人听懂了，看向对面的江清月，示意他给自己洗脸。江清月浸湿帕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野人额头的脏污。很快，野人脏兮兮的额头被洗得干干净净。江清月很满意，继续给他擦左眼处的脏污，一连擦了10多遍，可那脏污依旧如初。啊，娘亲，别擦了，再擦就秃了皮了，那好像是他的胎记。叶喜喜说话的同时呢，眼睛却死死盯着野人那双有些熟悉的眼睛，像，真像四哥和叶老六的眼睛啊！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野人该不会又是他的哪个哥哥吧？大哥、2哥、3哥和5哥都是在战场战死的，7哥呢是生下来就夭折的，唯有8哥他是幼年失踪的，所以他会是8哥吗？不多会儿，江清月就给野人洗干净了脸，看着他左眼上黑色的胎记，忍不住咒骂道：“一定是他家里嫌弃他脸上有胎记，才把他给扔了。”闻言，叶喜喜便确定了，野人并不是8哥。这胡子也太长了吧，都打结了。好孩子，婶子给你把胡子剃了，剃了之后吃东西不碍事。野人不语，江清月从兜里掏出闺女给他的大白兔奶糖，塞到他嘴里。剃了之后，婶子给你糖吃。甜滋滋的奶香味儿在野人的口腔中快速弥漫开来。他看着江清月，微微点头。见野人乖巧的像个孩子似的，叶家其他人也按耐不住好奇，一一走过来围观。方翠兰眼尖嘴快：“娘，我咋觉得这野人有些眼熟呢？”被他这么一提醒，江清月也觉得他有些眼熟。我想起来了，像公爹，不过公爹比他干净爽朗一些。公爹没留胡子，大嫂，你仔细瞧瞧，是不是像公爹？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江清月瞳孔微缩，第一反应呢，这是他丢失的小儿子。可转念一想，不对，老八脸上没有胎记。他颤抖着手，一点一点剃掉野人脏兮兮的胡须。很快，他整张脸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中。娘，真的跟公爹很像，他该不会是公爹的私生子吧？话刚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万一要被他说中了，婆母估计得把公爹拉出来鞭尸吧。二嫂，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咱爹跟咱娘啥感情，你又不是不知道，还私生子呢，你是真敢瞎说？我随口一说。娘，会不会是八弟啊？不是，老八脸上没胎记。娘亲，那会不会不是胎记，而是中毒了？老八腰上有一处红色胎记，景安，你带他去河边洗澡。野人不肯让叶景安靠近，叶景安从自己的兜里掏了一把肉干，塞到他手心，比划着：“洗完澡，再给你多多的肉干。”叶喜喜怕野人听不懂，刚想叫周玉成过来帮忙翻译时，就见野人点点头，乖乖跟着叶景安去了河边。他们身后还跟着叶景云。叶喜喜忙跑到宋二福的马车跟前，借着马车的掩护，从空间里取了衣服和鞋子，让叶子轩给叶景安和野人送去。见江清月坐立不安，叶喜喜温声安慰道：“哎，娘亲，您别着急，坐着好好休息一下。”喜喜，娘亲坐不住。叶喜喜满眼心疼地看着江清月，没有说话。等待的时间是漫长又难挨的，结果也是残酷的。娘，没有胎记，不是老八。
叶景云的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锤在了江清月的心脏上。他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简直糟糕透了。娘，娘亲，祖母，他的老八究竟在哪里呀？如果野人不是八哥，那会不会是夭折的七哥呀？想到这里，叶喜喜茅塞顿开，他用意识跟系统交流。哎，系统，可以做 DNA 鉴定吗？目前不行，等系统升级为2级系统后，会自动开启医疗空间。到时候不但可以做 DNA 鉴定，还可以做手术，购买现代医疗物资。垃圾桶！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既然这个野人跟你们爹长得很像，那就是跟咱家有缘。我也不管他是不是你们爹的私生子，我都打算带他去北地。不是吧？听娘亲这话，死鬼老爹也是个渣渣。不行，今晚得抽空再进空间一趟，好好骂他一顿。不管是不是渣渣，先骂了再说。娘，我没意见。娘，你还是先问问那野人的意见吧。他还有那么多狼朋友在这里，会答应跟咱们一起走吗？孩子，你愿意跟婶子走吗？你要是愿意的话，以后婶子天天给你炖肉吃。野人摇头，他不愿意。狼群就是他的家人，他不会抛下自己的家人。张氏，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竟然要带着一个野人在队伍里，你就不怕他兽性大发，伤害我们吗？是啊，带着他跟带着一群狼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同意，你们要是打算带他，就滚出六方的队伍。叶喜喜不说话，将这些人一一记在心里，只等秋后算账。都闭嘴！要不是叶家人，咱们今天都得喂狼。清月不过是想带个野人而已，有什么不行的？那野人从来到咱们营地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说明他本性是个好的，只要好生教导，断然不会伤人。没错，那野人跟叶大将军长得确实有6、7分相似，我觉得应该多少跟叶家有点亲缘关系。人家不过是想要带上自己的亲人而已，有何不可的？你们若是想带自己的亲人，我萧云也不反对。多谢几位仗义出言，我叶喜喜今天把话放在这里，野人我待定了，我们叶家人还没有死绝，轮不到别人对我们家的事指手画脚，再敢逼逼我放狼咬死你们！他本意是想吓唬吓唬这些人的，谁知道小狼崽嗷呜一声，当真跑到老太君那里，朝他的小腿狠狠咬了一口。老太君大叫一声，差点没疼晕过去。小狼崽回来，这个小狼崽能处，有事他是真上。不过老太君还不能死，现在死了多便宜他呀。小狼崽摇着尾巴回来了，你都不嫌那老太婆臭啊，还咬得那么实在。安慰好小狼崽，叶喜喜又蹲在野人跟前跟他交流。你是怕你走了之后你的朋友们没人照顾吗？野人点头。叶喜喜想了想，那如果我说我们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走，那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狼群，嗷呜嗷呜的叫着。叶喜喜听懂了，那是说要把他的小伙伴们都带上。可以。叶喜喜点头，有灵泉空间在，带上狼群没啥问题。问题就在于安小王爷时好时坏的情绪上，那可是上百头狼啊，万一安小王爷情绪一不好，空间又再次缩小，该怎么办呢？难不成要把这些野狼都进献给上级系统？以后就叫他景硕吧，取自震古烁今之意。娘希望他以后光芒耀眼，成就非凡。娘，那我该叫他啥？哥哥还是弟弟？叫弟弟吧，他苦了那么多年，也该体会一下来自哥嫂们的疼爱和偏宠。当然，喜喜还是咱们家最小的。叶家认亲这么大的事情，自然少不了安王妃。他带着周玉安和周玉宁，拿着几个鸡蛋过来送贺礼，顺便呢近距离的看看传说中的野人。叶喜喜趁他们投喂新哥哥叶景硕的时候呢，拿着2块绿豆糕，悄悄走到周玉成身边。饿了吧？先垫垫肚子。谢谢。你的腿疾恢复的如何了？还没完全好，不过能走几步了。那你好好养着。他或许就是你那个早夭的七哥。啊？你怎么知道？直觉。看着不远处的叶景硕，周玉成皱了皱眉。西宁国有一种秘术，可以验证血缘关系，比滴血认亲更靠谱。我会派人去西宁请人过来，验明叶景硕的身份。不必那么麻烦，我回头问问我爹。倒是把神通广大的叶大将军给忘了。好，那有其他需要的，你尽管开口。还真有需要你帮助的。但说无妨。不必这么紧张，我就是想问问，如何才能让你保持心情愉悦？周玉成有些傻眼，心跳却莫名的加快起来。我爹之前给我托梦，说你会死于辛弃玉劫，算算时间，离你死也没有多少日子了。
所以我想让你开心一点，心情不要大起大落，争取活得久一点。毕竟安王妃、玉安和玉宁他们都需要你。我知道了，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的。你也不用太过悲观，有圣水在，只要你能保持心情愉悦，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好，那你能每日给我1颗糖吗？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家子轩和子明有的，你也都会有。好，我会听话的。周玉成差点没被自己恶心死，叶喜喜呢却被他逗得眉开眼笑。他像是逗叶子轩和叶子明似的，捏了捏周玉成的脸，真乖。你好好休息吧，我得回去看看我七哥了。目送他离开，周玉成的脸颊飞快地滚烫起来。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捏他的脸。不对，上次某人爬他床的时候好像也捏过。想到这里，周玉成是又气又恼，可气过恼过之后，就剩下几丝淡淡的甜蜜。他觉得叶喜喜对他是不一样的，否则全京城那么多好儿郎，为何他偏偏爬了自己的床？为何他身边男子不断，他却只独独的捏了自己的脸颊呢？恭喜宿主，当前小王爷对您的喜爱值为100，信任度为80。作为奖励，灵泉空间将会再一次升级。此次升级后，空间面积会进一步扩大，其他意外之喜还等宿主自己去探索。系统的提示音让叶喜喜瞬间是心情大好，他用意识探查了一下灵泉空间，确实比之前大了不少。这下别说是100头狼了，就是1万头，空间也能容得下。至于其他意外之喜，叶喜喜还没有发现。秦硕哥，你吃饱了吗？吃饱了的话，咱们就去跟你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叶景硕点点头，跟着叶喜喜骑着2头狼重新回到狼群。景硕哥，我暂时把你的朋友们都安置在一个秘密基地，等咱们到了北地，我再把他们放出来，你看可以吗？叶景硕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他要随时都能看到他的朋友们。叶喜喜头大，这可如何是好啊？难不成他们在前面走着，然后让狼群跟在他们身后？笨蛋，带叶景硕去灵泉空间看看不就可以了吗？那么大的惊喜，这傻开宿主竟然不会利用，真是气死本头了。叶喜喜欣喜若狂，他也没有想到空间再次升级后的惊喜竟然是可以带活人进入空间，当即小手一挥，直接把叶景硕和狼群一同带入灵泉空间。突然的场景变化让叶景硕和狼群全都愣在原地了。景硕哥，把你的朋友们暂时安置在这里可以吗？等咱们到了北地，我再找座山，然后把他们放回到山上去。这次叶景硕没有反对，那咱们出去吧，等有时间了我再带你进来看你的野狼朋友们。叶景硕点头。叶喜喜正准备带他出去时，小狼崽咬着他的裤腿也要出去。小家伙，你也要出去吗？小狼崽点了点头。好，我带你出去。话毕，2人1狼出了林子。景硕哥，咱们是人，用双脚走路就可以，就像我这样，你试试。在他的鼓励下，叶景硕站直身体，尝试着用双脚走路。他的腿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走起路来也没有什么不适。可江清月不知道，离得老远看到他走路，当即打发叶景安拉着平板车去接他。叶景云屁颠屁颠的跟了过来，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狼群呢？回去了。叶景云哦了一声，折腾了一整晚，孟大虎让大家原地休息半天，等中午再赶路。狼群散去，大家伙内心的恐慌也彻底消散。不多会儿，营地就传来一道道响亮的呼噜声。叶喜喜被吵得睡不着，看江清月也没睡，就一挥手把她带入了空间。闺女，这里是哪里？不等叶喜喜说话，她自问自答：不会是阴曹地府吧？不是，我爹说是一个小神仙的洞府。神仙洞府啊？对，叶喜喜主打一个吹牛不打草稿，解释不通的全部推到死鬼老爹身上。娘亲，您先吃点饭，我出去把子轩和子明带进来。好，你去。江清月好奇地打量着神仙洞府的一切，内心是感慨万千呢。当看到不远处的黑土地上成群结队的狼群时，他害怕的全身直打颤。好在狼群并没有要过来的意思，江清月这才稍稍放心下来。这时，叶喜喜带着哈欠连连的叶子轩和叶子明进了空间。姑姑，这里是狼窝吗？叶子轩第一眼便看到狼群，苦着一张脸问：姑姑，你是嫌我不听话，要把我喂给狼当口粮吗？我乖，不喂狼，不喂狼。放心吧，我们子轩和子明都是好孩子，狼不会吃你们的。叶喜喜牵着2个小家伙的手去青砖瓦房里吃东西。哇，这么多好吃的！一看到美食，叶子轩什么狼都不怕了，盯着桌子上的美味佳肴，哈喇子直流。尝尝吧，这里可是神仙爷爷的地盘，这些吃的也是神仙爷爷的。
所以你们要替姑姑保守秘密哦，要不然以后神仙爷爷就再也不让咱们来这里了。梁小芝很好忽悠，当即拍着小胸脯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娘亲，你也尝尝，您要是吃不惯，可以吃些别的。闺女，咱们吃了小神仙的东西，他不会生气吧？不会，我爹跟他关系很好。神仙说了，除了后院不能去之外，其他地方咱们都可以去，这也是看在我爹的面子上，给咱们的特殊照顾吧。好。待江清月进来之前，他就把搜刮来的宝贝全部用意念挪到了后院，怕那么多金银珠宝、瓷器字画吓着老娘，所以叶喜喜暂时不打算告诉江清月那些东西的存在。那咱们该怎样答谢小神仙？不用答谢，该给的谢礼我爹都给过了。江清月这才放下心来，咬了一口汉堡，不是很喜欢，他皱着眉也没敢多说什么，毕竟神仙赐不能拒啊。娘亲，吃不惯就扔给那些鸡鸭牛羊吃，这里吃的很多。为啥鸡鸭牛羊啊？等会儿拿出去给你大嫂、二嫂、四哥和小哥尝尝，毕竟是神仙给的东西，让他们也跟着沾沾福气。祖母、姑姑，神仙爷的东西真好吃。好吃的话，等晚上咱们再进来吃。娘亲，你跟梁小芝先吃着，我出去一趟。说着，他拿了一个汉堡，急匆匆出了空间。此时的周玉成呢，正盯着叶喜喜所住的庇护所，百思不得其解。虽然庇护所挂着帘子，看不到里面的情形，可他内力深厚，自然能感觉到那里面并没有人的气息。所以叶喜喜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叶喜喜从庇护所出来的时候，刚好对上周玉成审视的眼神，他心里咯噔一声，暗道不好，这厮应当是发现什么了。好在有死鬼老爹背锅，他也没什么可怕的。见叶喜喜完好无损的活着，周玉成便收回目光，闭眼假寐。他无心窥探叶喜喜的秘密，只是担心她的安危而已。正想着，就听到一阵很轻的脚步声朝他走来，是叶喜喜。他睁开眼睛，对上少女澄澈的眸子。那我爹给的，说是神仙吃的东西，趁现在大家都还睡着，你赶紧吃吧。周玉成感动坏了，他觉得叶喜喜一定是爱惨了自己，所以呢，才舍得把神仙给的东西送给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他拆开油纸，咬了一口汉堡，原本的感动瞬间化作不可置信。不是吧？神仙吃的东西，口味这么奇特的吗？不能说难吃，但绝对算不上好吃。怎么不好吃？没有，挺好的。不好吃就别吃了，一会儿我熬点粥给你送过来。没事儿。行吧，那我回去睡觉了。看着他的背影，周玉成感慨万千。不行，他得尽快好起来。叶喜喜身上秘密太多，偏偏又不是一个安分的主。就凭黑不溜秋的叶老四，胖如小山的叶老六，和连正常走路都不会的野人叶老七，是护不住他的。就算再加上他唯一一个还算正常的哥哥宋二福，也无法保护他。直觉告诉他，叶喜喜将来肯定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叶家所有人都会遇到危险。纵使他们有叶大将军庇护，可那又如何呀？叶老四、叶老六和叶老七不还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中毒了吗？他不觉得发生在叶家几兄弟身上的事情是巧合，再怎么巧合也不可能兄弟三人都中了毒，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在故意针对叶家人，至于那人是谁，他也不得而知。灵泉空间里，叶喜喜也在思考，究竟是谁在故意针对叶家人？若是真的有人在故意针对叶家人，那有没有可能其实死鬼老爹、大哥、二哥、三哥、五哥、八哥都还活着，只不过他们跟四哥、叶老六和七哥一样都中了毒？这样想着，叶喜喜瞬间是头大不已。哥哥们没死是件好事儿，可死鬼老爹要是没死的话，那将来谁替他背锅呀？还有他撒的那些弥天大谎又该怎么圆呢？闺女，屋外那块黑土地就那么一直空着啊？等我闲了种点菜，种点粮食啥的，也省得咱们花钱买了。那等再路过村子的时候换点种子，反正娘亲闲着也是闲着，以后没事就来这里种种地，成熟后咱们自己留一些，剩下的都给小神仙，就当是付给他的房租。成，等闲了我把我四哥小哥也带进来，让他们用灵泉水泡泡澡，争取早日把体内的毒给解了。商量完这些，叶喜喜带着江清月和梁小芝出了空间。不多会儿，其他人陆续醒来，生火的生火，做饭的做饭。叶家这边呢，做饭的依旧是温若彤和方翠兰妯娌。江清月把自己吃剩的汉堡切成了6小块，偷偷摸摸的喂给叶家其他人，还不忘特意叮嘱他们：这是神仙给的，快吃。
叶喜喜看到了，差点没笑出声来。便宜娘亲还真是怪可爱的。吃过午饭，流放的队伍再次启程，赶在天黑之前呢，他们平安抵达流放路上的第一座城池嘉县。今晚他们将在这里的驿站休息一晚。驿站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但是比起荒郊野外，这里显然要好得多。不过驿站也不是能免费入住的，叶喜喜吃不了住大通铺的苦，果断掏钱要了6间双人间。至于其他人爱咋咋地，跟他无关。见叶喜喜没有给自己开房间，叶景云说不难过是假的。难过之后呢，他便硬着头皮想去马棚凑合一晚。谁知道等到了地方，才发现那地方臭气熏天，还不如睡在荒郊野外呢。实在没办法，他只好敲开叶景安和叶景硕的房门。四哥，我今晚能在你们这里打地铺吗？叶景安指了指老娘和叶喜喜的房间，示意他去问问他们的意见。要是他们同意的话，他就同意。这时叶喜喜打开门，面无表情道：四哥，让他住下吧，你和小哥来我们房里一趟，娘亲有话要对你们说。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那可太多了，别以为他今天没看见，这狗东西今天又屁颠屁颠的往叶婉熙跟前凑。叶景云深知老娘不爱他，气鼓鼓的冲叶喜喜冷哼一声，进屋打地铺。景硕，咱们有话好好说。叶景硕双手成爪状，恶狠狠地瞪着叶景云，似乎要吃了他一般。四哥，你赶紧把人弄走。叶景安白了他一眼，拍拍叶景硕的肩膀，领着他进了隔壁叶喜喜的屋子。叶喜喜扫视了一眼走廊两边，确认四下无人后，关上房门，插上门栓，然后挥手带着叶景安和叶景硕兄弟俩进了空间。看到狼群，叶景硕像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跑去找他们玩耍，而叶景安呢，则傻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四哥，这里是咱爹一位神仙朋友的洞府。听完叶喜喜的介绍，叶景安对自家老爹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还得是他老爹呀，3界通吃，到哪儿都有人脉。四哥，咱爹说让你和小哥用灵泉水泡泡澡，看看能不能早日把体内的毒素排完。叶喜喜指了指河边的2个大木桶，示意叶景安坐进去。叶景安点头，先去把正在撒野的叶景硕逮回来，塞到木桶里，然后才扶着另一个木桶坐了进去。四哥，你们先泡着，我跟娘亲种地去。江清月出身名门贵族，并不会种地，这会儿拿着锄头站在黑土地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闺女，这地咋种啊？应该先要翻地吧？翻多深？我不知道。母女俩是大眼瞪小眼。啊，算了，等明日娘亲向你养家二哥请教请教。叶喜喜本来也想带宋二福进空间泡泡澡解解乏，可他跟月影同住一屋，为了不被怀疑呢，他只能暂时放弃这个念头，得改天得空了再带二哥进来。屋外迟迟不见叶景安和叶景硕回来，叶景云十分八卦的趴在叶喜喜房间门口，想要听听里面谈话的内容。六弟，二嫂，大半夜的你不在房里睡觉，跑出来干啥？你还好意思说我？你大半夜的不在房里睡觉，跑娘和妹宝的房门口干啥呀？难不成是打算偷钱啊？别胡说，我哪有啊？空间里呢，叶喜喜听到动静，忙带着江清月和梁小芝出了空间。她黑着脸走到门口，打开门。叶老六，你是觉得房间睡着不舒服，想去马棚睡是吧？不。叶景云连连摆手，对上江清月的冷眼，她吓得直接退回房间。二嫂，妹宝，你听我解释，刚刚许娇娇来找我和大嫂借钱，说是老太君快不行了，要送她去医馆。我说我们也没钱，让她找别人去借，然后她就走了。可我和大嫂都觉得她临走前的那眼神很不对劲儿，我们怕她和李家人趁着大半夜你和娘睡熟了，对你们不利，所以过来提个醒。叶喜喜眯了眯眼睛，这个许娇娇还真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她的三观呢。娘，妹宝，你们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叶喜喜力气大又有空间，自然不怕许娇娇和李家人下黑手。可万一许娇娇和李家人丧心病狂，会对温若彤、方翠兰、叶子晨和叶子林下手，那后果不堪设想。二嫂，你去喊大嫂子晨、子林来一趟，娘亲有话对你们说。哦，好。娘，你们究竟有啥话是我不能听的？叶喜喜怕叶景云坏事，想着要不要将人打晕呢。这时江清月走到叶景云门口。娘，你要干啥？给我走！江清月一个手刀下去，叶景云晕了过去。叶喜喜都看呆了，还得是他娘呀，狠起来，自己生的儿子都能打晕。娘，您找我们，都进来吧。江清月知道闺女准备带2个儿媳和孙子进神仙洞府，
也没有多说什么，先一步进了房间。妹宝，是不是我们哪里没做好，又惹着娘了？进来说吧。把四人迎进门，叶喜喜关好门窗，带着他们进了空间。娘，姑姑是仙女，姑姑天天喂我吃肉肉。难怪这小子跟他是越来越不亲了，合着是小姑子天天给他投喂吃的呀。温若彤恨铁不成钢的瞅了眼两个儿子。温若彤知道儿子们的心结，弯腰凑到他们耳边，低声说着：之前的事情不能完全怪你们姑姑，因为她跟你们一样，也只是个孩子。是个孩子，那她就不可能像大人一样做事情面面俱到。她当时选择隐瞒咱们事情的真相，逼着咱们离开叶家，确实是她不对。可她那样做也是为了保护咱们，不想咱们跟着一起被流放。所以你们俩要放下对她的成见，像子轩和子明一样去保护她，去爱护她。因为没有姑姑，咱们或许早就被野狼吃掉了。姑姑，对不起。没事儿，你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姑姑想说的是，我当时之所以隐瞒你们事情的真相，也是无奈之举。毕竟抄家流放一事非同寻常，若是有人走漏风声，那咱们就不是被抄家流放这么简单了，搞不好会被满门抄斩。你们要记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当时李家人跟咱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有叶婉熙这个牛家人也住在咱们将军府。说他们知道这件事后，难免会为了一线生机而揭发举报咱们家，所以当时姑姑没有选择，只能装疯卖傻，逼着你们离开。姑姑，那六叔是不是也不是咱们家的人？他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你六叔单纯的脑子不好使，还眼盲心瞎，不用理他就是。六叔真可怜，不用管他，走吧，姑姑给你们煮火锅吃。就在叶家众人躲在空间欢欢喜喜吃着火锅时，外面却乱了套了。嘿嘿，小娘子，小爷我来了。看着床上的美人，王官差搓了搓手，笑得一脸猥琐。就在这时，许娇娇睁开了眼睛。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快救我！都这个时候了，还惦记着你的亲哥哥呀？你放开我，我给你钱。你要是有钱，李家人也不会把你卖给我。什么？许娇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被李家人卖了？怎么可能？怎么，你不相信？为了买你，我可是花了整整5两银子。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李家人已经拿着银子去医馆找大夫给那个死老太婆看病去了。不信的话，等会儿完事儿后你去看看便知。这么大的动静，自然瞒不过周玉成和月影的耳朵。主子要告诉叶大小姐吗？你去救人，我去找叶喜喜。是。周玉成没有惊动熟睡中的周玉安，拖着还不是特别灵活的双腿走到叶喜喜住的屋子门口。跟他猜测的一样，屋里并没有活人的气息。叶夫人，叶大小姐，你们睡了没？许娇娇出事了。没睡。叶喜喜打开门，看着站在门口的周玉成，问：出什么事儿了？一股说不上什么的香味钻进周玉成的鼻子里，直觉告诉他这是食物的味道。他又皱起眉头，怨气满满的盯着眼前的小骗子，把许娇娇被李家人卖给王官差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靠，王官差在哪个房间？月影已经去救人了，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这件事情说白了都是李家人的错。当然我们也要偏袒王官差的意思，只是如今咱们所处的一战是官家的一战，你莫冲动。有月影出手相救，叶喜喜自然是放心的。他点了点头，对周玉成道了一声谢。还有事没？没有的话，我就回屋睡觉去了。骗子！啊？你昨天说，只要我乖乖听话，你家子轩和子明有的，我也都会有。可现在你们姑侄竟然背着我偷吃东西。叶喜喜被周玉成逗笑了。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给你拿吃的。叶喜喜说完，果断关上门进了空间。妹宝，出啥事儿了？许娇娇被李家人卖给了王官差。李家这群瘪犊子玩意儿也太缺德了吧！许娇娇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竟然好意思把人给卖了。妹宝，我能出去看看许娇娇吗？你要是吃饱了，就跟我一块出去。我给我二哥送点饭，顺便再给月影和安小王爷也送点。毕竟今晚这事儿也多亏了人家主仆。一听到要给安小王爷送饭，江清月脸都黑了。叶景安和叶景硕也3步并作2步的走过来，一个比划，一个嗷呜，反对的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叶喜喜装作看不见，匆匆打包好3碗麻辣拌，带着温若彤和方翠兰妯娌一起出了空间。
房门打开，温若彤和方翠兰看到周玉成，下意识地朝他屈膝行礼，给小王爷请安。两位嫂嫂快快请起，我如今跟你们一样，也是流放犯，不再是什么小王爷了，以后见面不必行礼。小王爷，您跟妹宝聊，我们先走了。拿，给你。叶西西把手里的食盒递到周玉成面前，你自己吃一碗，剩下的2碗给月影和我二哥。周玉成挑眉，眼底闪过几丝失落，合着叶子明和叶子轩有的，宋二福和月影也有啊？不对，准确点来说，应该是叶家每个人都有。怎么了？不要了吗？要。周玉成一把夺过饭盒，十分不爽的转身去了月影和宋二福的卧室。错给我。叶喜喜脑仁一痛，发现灵泉空间又缩小了一些。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这次周玉成对他的喜爱值降到了0，但灵泉空间并没有缩小多少。哎，这是不是说周玉成的情绪对空间大小的影响小了很多呀？聪明，这就是空间升级的另一个惊喜。随着空间的不断升级，安小王爷的情绪对空间大小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宿主加油，争取早日拿下安小王爷，早日住进大别墅。叶喜喜心说啊，是他不想住大别墅吗？不是，攻略安小王爷这条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他怕到时候没成功攻略安小王爷，反而成为全家的仇敌。大嫂二嫂，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许娇娇。方翠兰上下打量着叶婉熙，满脸疑惑道：你们怎么有钱住2人间的？难不成卖许娇娇这事儿你也有参与？二嫂，你可别冤枉我，我是看三嫂没地方去，有些可怜，才让她来我房间里的。至于住店的钱，是我用我的耳环换的。他才不会告诉别人，他住店的钱是今天中午小解时草丛里捡的，不过捡的呢是一枚金钗。是吗？不然呢？李家卖三嫂总共得了5两银子，都不够给老太君看病抓药的，哪里有闲钱给我呀？娇娇，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子明那么听话。许娇娇像是听不见他说话似的，就那么傻愣愣的坐着。三嫂估计是被吓着了，保持这个姿势已经许久了。李家没来人吗？叶婉熙摇头，在心底感慨呀，李家人是真心狠呢。好在他足够机智，流放之后呢，就很少与李家人搅和在一起，否则今日被卖的就不止许娇娇一个了。娇娇，你想开点，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以后也多长几个心眼，别再被那个李景坤给骗了。你胡说，坤哥才不会骗我，他一定是被李家人逼的。李景坤就是许娇娇的逆鳞呢，谁敢说他的不是，许娇娇就敢跟谁拼命。娇娇，你大嫂。方翠兰打断温若彤的话，把人拉到自己身后。娇娇，不管李景坤是不是被李家人逼的，你今天的遭遇都跟他脱不了干系。我和大嫂也是看在子明的面子上过来看看你，顺便给你提个醒，若你继续执迷不悟，还要跟李家人搅和在一起，那以后再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也不会再管你了。说完之后呢，方翠兰掏了10两碎银放在许娇娇面前，希望她好自为之。谁让你们管我了？许娇娇抓起碎银直接扔到了方翠兰身上。银子是江清月给的，若是许娇娇省着点花呢，够她撑到北地了。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不肯寄钱给我，李家人怎么会因为没钱给老太君治病而卖了我？现在我被毁了清白，你们又假惺惺的跑来看我的笑话，滚，都滚，我不会原谅你们的。许娇娇，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你愿意给李家人当牛做马，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该烂好心的过来看你，行了吗？骂完之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银子，拉着温若彤去了叶喜喜房里。真是气死我了！一见到叶喜喜，方翠兰就像倒豆子一般，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给叶喜喜讲了一遍。叶喜喜没说话，他就知道许娇娇这个恋爱脑不会那么快清醒，带着俩人进了空间。方翠兰把银子还给伯母，又跟他抱怨了一番。行了，人各有命，以后咱们就当没他这个人就是了。江清月对这个儿媳的最后一丝期望彻底断了。次日一早，叶夫人，叶大小姐，许娇娇跟李家人打起来了。啊，知道了。这会儿听说许娇娇跟李家人打起来了，江清月还挺意外的。昨晚方翠兰可说了，许娇娇说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既然是他们的错，那许娇娇可不得找他们算账吗？他已经做好了今日暴打许娇娇的准备了。谁成想呢，他非但没有来找他们的麻烦，反而跟李家人干上了。这事儿还真有点意思哈。母女俩收拾妥当，吩咐叶子辰这个当大哥的照顾好3个弟弟，便出门看戏去了。玉成，你能走路了？能了，多亏岳大将军给的圣水，
我体内的毒已经解得七七八八了，想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恢复了。啊，他不咸不淡的一个“哦”字，让周玉成差点怀疑人生。是他声音不够大吗？叶夫人好像没有听见他刚才说了什么，要不要再说一遍呢？就在他犹豫不决时，几人呢已经到了李家人和许娇娇干架的地方。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景坤，你把这个贱蹄子给祖母捆起来，祖母今日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祖母，不关娇娇的事儿，昨晚要不是您起了歹念，卖了娇娇，娇娇今日也不会这样对你。这番说辞呢，是昨日李家人共同商议的。反正老太君作恶多端，有屎盆子直接往他头上扣就是了。更何况卖许娇娇的银子一大半都用来给老太君请大夫看病了，剩下的一小半他们用在了昨晚的房租上。你说谎！他昨晚都昏死过去了，哪里能起什么歹念呢？哎，叶喜喜啊，就爱看这种狗咬狗的戏码。娇娇，不管你信不信，我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昨晚我被人打晕了，今早起来才知道你出了事儿。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坤哥，你不用发誓，我信你。娇娇，坤哥，咦，这辣眼睛。确实啊。江清月瞥了他一眼，默默地把闺女拉到自己的左边，他呢则站在俩人中间，强行打断俩人之间那暧昧的气氛。就算周玉成腿疾好了，那又如何呀？万一第三条腿也受伤了呢？他可不希望闺女嫁过去守活寡。叶喜喜看戏看得认真，倒也没把老娘暗戳戳的小动作放在心上。可周玉成却皱起了眉头，心说：叶夫人耳背的厉害，下次跟她说话声音要大一点，省得她又听不见。走啦，去吃早饭。狗咬狗的剧情太短暂，叶喜喜懒得继续再看。死老太婆，看在坤哥的面子上，我今日就暂且放你一马。倘若你再敢生出歹念，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俩眼一闭，昏了过去。快去请大夫！爹，没银子了，去哪里请大夫？是许娇娇把祖母气晕的，让她想办法。李家乱作一团，许娇娇却趁乱拉着李景坤走了。到了一处僻静地，许娇娇停下脚步，对李景坤说：坤哥，这里距离北地还有几个月的路程，我们若是继续带着那个死老太婆，迟早会被饿死的。既然李家对咱们无情无义，但咱们也别跟他们搅和了。接下来的路咱们自己走，我会女工，我可以做绣活养活你。李景坤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在心底权衡了一番利弊后，果断答应了许娇娇。娇娇，我都听你的，昨晚都怪我没能保护好你。坤哥，你别自责，这不关你的事儿。而且昨晚月虎尾来得及时，我和王官差什么都没发生。李景坤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嘴上却说着安慰许娇娇的话。叶喜喜是真看不下去了，前世他也见过不少恋爱脑，但是像许娇娇这种级别的恋爱脑，他还是头一次见。早饭是在驿站凑合吃的，吃过饭呢，官差们要去补充物资，流放的几户人家自然也派了代表跟着去采买。叶家的代表呢，自然就是叶喜喜了。二哥，你想不想要什么礼物啊？我送你。不要。好吧，也不知道咱爹娘咋样了，还有大哥、三哥、四哥、五哥。被叶喜喜这么一念叨，宋二福突然又眼皮直跳，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该不会是老五说漏嘴，爹娘知道叶喜喜出事了吧？这样想着，宋二福心跳都漏掉了几拍。他觉得他完了，等明年回家，爹娘一定会揍死他的。他不知道的是，挨揍这事儿呢，压根儿不用等到明年，因为他爹娘呢，已经在追他们的路上了。大福啊，咱们还有多久才能追上你妹妹啊？李秀兰都快急死了，这一路走来呢，大多是荒郊野岭，她都不敢想闺女究竟得遭多大的罪呀。娘，我也不知道，应该快了吧？娘，您别急，流放的队伍人多事儿多，而且还是步行，肯定没有咱们驾马车快。一想到你妹妹正在吃苦，我这心脏就不舒服。老婆子，不早了，咱们要不要在这里休息一晚，明日再赶路啊？李秀兰可没给他好脸，要不是他生的好儿子故意隐瞒消息，他们也不会耽搁这么久。要休息你自己去休息，反正闺女不是你亲生的，你也不心疼。大福，再快一点，咱们早点追上你妹妹，她也能少受点罪。知道了，娘，您坐稳了。宋大福说完，扬手一边，马车像是离弦的箭一般，飞快地消失在宋大江眼前，留下漫天扬尘。天色彻底暗了下来，宋大福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片火光。娘，
前面有人，有可能是流放的队伍。三福，你眼睛好，快看看有没有你妹妹。宋三福抬眸望去，妹妹倒是没看见，倒是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娘，我看见我二哥了。哦，李秀兰心凉了半截儿。娘，咱们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吗？休息啥呀？你妹妹还在前面吃苦呢，你咋好意思停下来休息啊？李秀兰骂完，又想起宋二福这个挨天刀的狗玩意儿。算了，休息一下吧，等老娘收拾完宋二福，再赶路也不迟。宋大福和宋三福默默在心里给宋二福点了根蜡烛。自求多福吧，我的二弟。知情不报，这可是死罪，怨不得别人。周一成是第一个听到马车声以及宋家人的交谈声的，他漫不经心地扫了眼宋二福，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笑，也不知道宋家婶子说的收拾，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收拾哈？马车一点点靠近，宋二福也听到了动静，不过呢，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教叶喜喜丢石子儿，也并没有闲心去关注旁的事情。直到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声传来，他才明白为何今日右眼会跳个不停。宋二福，宋五福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的，为他摇旗呐喊：娘，你千万别手下留情啊，一定要我死里打，要不是宋老二知情不报，妹宝也不可能受那么多的罪。嘿，好兄弟，有打当然得一起挨了。再说了，要不是宋二福给他出的馊主意，他也不会挨这顿打。我可怜的妹宝，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吃苦受罪。娘啊，你千万不要饶了宋二福。听了这话，李秀兰心里的怒火呀，果然是蹭蹭往上直冒啊！他一边走一边骂：宋二福，你个杀千刀的白眼狼，老娘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可倒好，竟然还敢骗老娘！在场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看傻眼了，宋二福也不例外。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竟然看到远在石头村的老娘了。你个不孝子，看老娘不打死你！李秀兰打得太过于专注，压根儿没有注意到站在宋二福身边的叶喜喜。啊，娘，好端端的，你打二哥干啥？你给我起开！老娘教训我儿子，关你屁！屁字刚出口，李秀兰就傻眼了，这不是她的宝贝闺女吗？喜喜，我可怜的闺女啊，你这是吃了多少苦，咋瘦成这样了？娘，您要不要再仔细看看，她哪里瘦了呀？分明是胖了呀！李秀兰松开她，当真呢，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再次痛哭起来。我可怜的闺女啊，一定是遭了老大的罪，人都肿了一圈了。娘，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不是肿，而是长胖了？胖了吗？爹娘大哥三哥四哥，你们怎么在这儿？来找你呗，还能是为什么？叶喜喜知道杨家几个哥哥都对自己怨气满满，也没跟他们计较什么。你们还没吃饭吧？你们坐下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不用，娘来做。老头子，你带着大福、三福、四福、五福去马车上，把咱们的锅铲啥的都搬下来。哎呀，爹，不用那么折腾，我和大嫂、二嫂已经把饭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再加个菜就行。江清月走过来，大妹子，真是对不起，是我食言了，我没能照顾好喜喜，害得她跟着我们一起遭罪。李秀兰心里是怨江清月的，毕竟呢，当初若不是她突然上门要接回孩子，那此刻的叶喜喜还在石头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呢。可是要让她说出不怪她这3个字儿，她也做不到。哎呀，两位娘，你们都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也没受啥罪，以后呢就换我来照顾你俩啦。这话说的两位老娘是心花怒放啊！李秀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口是心非地说：叶夫人，您不必跟我道歉，毕竟这些事儿啊，也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要不是不想闺女夹在他们中间为难，李秀兰可不打算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原谅了叶家人。看着叶喜喜如此熟稔的做饭架势，宋家六口既欣慰又心酸。欣慰的是叶喜喜长大了，懂事了；心酸的是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上的小姑娘，被生活折磨的竟然都学会自己做饭了。很快饭做好了，娘您尝尝，看看您闺女的厨艺咋样？婶子，妹宝做的饭可好吃了，我不骗你，宫里那些御厨做的都没有她好吃。李秀兰觉得这话有点夸张，她亲手养大的闺女，她自己了解呀。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第一次吃闺女做的饭，必须得夸。那肯定啊，我们家喜喜啊，打小就聪明，学啥都快。叶喜喜被夸得不好意思，好吃。
好吃，比县里那个吉祥酒楼做的好吃。妹宝，还有没？我还想吃。把碗拿来，我给你拨点。这顿饭吃的宋家人极为满意，毕竟呢，他们日子不富裕，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肉。宋二福，你不讲武德，你骗我说是去跑镖，结果偷偷跑来找妹宝，跟着妹宝享福。宋二福心说，他哪里是来享福的呀，分明是来保护叶喜喜的。不过若是从伙食上来说的话，确实有点享福的意思。哎呀，好了，别气了，气大伤身。爹娘，你们接下来什么打算呢？是跟我二哥一样，准备亲自护送我去北地？不，我们打算举家搬迁至北地。爹，您舍得您那几亩田啦？舍得？那有啥舍不得的？只要咱们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爹啥都舍得。行，那等到了北地，我给您买上几百亩田，让您也当一回地主爷。成，那以后爹就跟着你混了。问完养父养母的意见，叶喜喜又问几个哥哥的意见。妹宝，我跟你一起去北地。宋大福是个老实木讷的，爹娘在哪儿呢，他肯定在哪儿。我得保护你。一路走来，宋二福对叶家的事情再了解不过了。别看叶家如今还有3个儿郎，可没有一个是健全的。真要出点啥事儿，他们3个能把自己保护好，就阿弥陀佛了。三哥，马上要秋闱了，你要是跟我们去北地的话，肯定会错过。错过就错过吧，我参加了科举考试，就是为了能够金榜题名，然后当个清官，造福黎民百姓。就如今这情况，还是算了吧。狗皇帝昏庸无能，好坏不分，在他手下当差啊，没什么意思。三哥，你相信我，将来的某一天，你肯定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大夏朝是不会永远烂下去的。宋三福也不喜欢叶喜喜这个养妹，这会儿呢，从叶喜喜口中听到这番鼓舞人心的话，他忽然觉得他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了。他淡淡的回了一个字。光看宋三福这副敷衍的样子，叶喜喜就能猜到他心中所想。商量完正事儿，天色已经不早了。叶喜喜犹豫着要不要把宋家人都送进空间，等到了北地再把他们放出来。倒不是觉得他们碍眼，而是因为叶家有2个寡嫂，怕时间久了外人会传闲话。娘，我肚子不舒服，您陪我去林子里解个手。吃坏肚子了，娘带了拉肚子的药，让你爹给你熬药去。不用娘，我有事跟您说，不想被我爹和我哥他们听到。哦，好。母女2人进了林子，叶喜喜手一挥，带着李秀兰进了空间。他简单跟李秀兰介绍了一下空间的由来，然后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李秀兰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考虑不周了。那行，那让你爹、你大哥、3哥、4哥、5哥进神仙洞府躲着，娘跟你2哥在外面陪着你。有娘在，要是哪个长舌妇敢乱传你2个嫂嫂和你2哥的闲话，娘上去就扇烂他的嘴。娘，您就在空间帮我喂喂鸡鸭，养养猪羊，外面危险重重，真要遇上个啥事儿，您说我2哥是该保护您呢，还是该保护我？当然是保护你啊，娘不用他保护。再说了，就那么点鸡鸭猪羊，你爹一个人就能喂完，哪里还需要娘啊？那行，那就让我爹带着我大哥、3哥、4哥和5哥进来，待会儿您跟他们说好，明日一早我就找借口把他们送到这里。李秀兰点头应下，母女俩重新回到营地。李秀兰挨个跟宋大江和几个儿子说了神仙洞府的事情，几人没什么意见，也不敢有意见。次日一早，叶喜喜找到孟大虎，给他塞了100两的银票，然后说：大虎叔，我养父和几个养兄打算今日回石头村，我和我2哥想送他们一程，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呢？快去快回。好嘞，多谢大虎叔。说完，他回到自家的地盘，跟江清月说了一声，便带着宋家人往回折返。马车驶出一段距离，确认四下无人后，叶喜喜掀开车帘说：爹，大哥，就停在这里。宋大江和宋大福停下马车，叶喜喜手一挥，连人带马车都收入空间。嚯，这么多黑土地啊！饶是昨晚听了老伴的描述，这会儿宋大江还是被眼前肥沃的黑土地给惊着了。哎呀，这地好啊！这要是种满了粮食，那咱们家好几年都不缺粮食吃了。叶喜喜哭笑不得，养爹平生就2个大爱好，一个是种地，另一个呢是追在媳妇儿的屁股后面跑。您要是闲不住，那就把这些地都种了，2种菜种我都买好了，等会儿我给您拿来。成。宋大江确实闲不住，忙喊来大儿子开始干活。叶喜喜也没管他们，领着李秀兰和另外4个哥哥去屋子那边。三哥，我给你隔了个书房，你以后就在这里看书写字，屋子里的书你随便看，笔墨纸砚你也随便用，别舍不得。宋三福一脸惊喜地看着书房里满满当当的书架。真的可以随便看？当然了，等你看完了我再给你换一批。谢谢。自家兄妹不必客气。三哥，以后每天晚上我把4小只送到空间，你抽空教他们认认字。得了叶家这么多好处，
这点小事宋三福自然不会拒绝。走吧，我带你们去厨房看看。叶喜喜知道宋四福和宋五福都是好吃的人，带着他们径直去了厨房。4个5个，这里的吃的都是已经做好了的，每日到了饭点儿，你们就把饭菜端出去，喊爹和三哥吃饭就行。你们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我再给你们买。看着橱柜和饭桌上满满当当的食物，宋四福和宋五福眼睛都看直了。宋五福咽了咽口水，哎呀，太好了，他再也不用吃妹宝的剩饭了。想吃什么自己拿。宋五福憨憨一笑，宋四福瞅了叶喜喜一眼，一手拿着肉夹馍，一手拿着汉堡，吃的是满嘴流油。喜喜，我想吃麻辣拌。没问题。叶喜喜打了个响指，然后跟系统点菜。于是宋家众人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一盘盘菜忽然凭空出现，瞧着锅底已经滚开了，他对还在发愣的宋五福说：五哥，去喊爹大哥和三哥过来吃火锅。哦。很快，宋大江、宋大福和宋三福便进了厨房。看到这诡异的一幕，三人也消化了很久。吃完饭，叶喜喜带着李秀兰和宋二福出了空间，重新回到营地。如今家里有2辆马车，叶喜喜不想累着江清月，便让她和2位嫂嫂以及安王妃和周玉宁母女坐马车赶路。至于他们，则继续跟着队伍走路。这几天，叶婉熙生活质量好了很多，明显是有了什么奇遇，他得把她盯死了。虽然他不缺钱，但是谁会嫌赚钱多呢？李秀兰不肯坐马车，非要跟着叶喜喜走路，叶喜喜只能遂了她的愿。恰好这时呢，系统给的奖励也到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大力丸塞到了李秀兰嘴里。看着跟叶婉熙并排而走的叶景云，叶喜喜也是直叹气呀。经过几天的排毒呢，这二愣子已经瘦了好几圈了，大抵是没用灵泉泡澡的缘故，他排毒的效果远不如叶景安和叶景硕。不过叶喜喜也尽力了，空间是他的底牌，他是不可能告诉给叶景云的，万一他嘴巴不牢，告诉给叶婉熙怎么办呢？如今这样挺好的，他没死，他也得到了奖励，往后就全当不认识吧。接下来几天呢，一切顺遂，宋大江和宋大福很勤快，把空间里的土地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妹宝，那边的青菜可以吃了，我们今天中午还炒了一盘，味道可好了，清甜可口，比咱家地里种的好吃。叶喜喜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小青菜。嗨，大哥，你这菜种的真好，这要是拿出去卖钱，估计也能卖不少呢。真的？当然是真的啦。等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些水果种子，你看看能不能种出来。要是能种出来的话，那咱家以后真的要发财了。他是不缺钱，可是以宋家人的脾气，肯定不会一直跟着他蹭吃蹭喝的。既然宋大江和宋大福擅长种地，那靠卖菜、卖粮食、卖水果发家致富也不是不行。他看着躺在灵泉边睡觉的宋四福，不免有些头疼。他大步走到宋四福跟前儿，问他：四哥，你无聊不？不无聊。你就不能稍微动一动，去帮爹和大哥种种地啊？不能。宋四福翻了个身，显然不想跟叶喜喜废话。算了，让孩子歇着吧。谁让人家命好，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妹妹，可以养着她呢。次日赶路的时候，叶喜喜跟李秀兰聊起了宋四福的事情。娘，你说我四哥咋就这么懒呢？还不是被我和你爹惯的。生他那年正好赶上了大旱，庄稼都旱死了，大家伙只能啃树皮、野菜啥的，所以你四哥生下来就营养不良。我和你爹觉得亏欠了孩子，就对他偏宠一些，结果就宠出懒毛病来了。李秀兰说着说着，就感觉到身后有2道目光在看着自己，一回头就对上周玉成和月影一脸八卦的眼神。婶子，您继续讲。然后呢？李秀兰心说，这人确定是什么暗卫，而不是那个村口爱八卦的八公，还有那个叫什么安小王爷的，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一个大男人天天跟着他家喜喜是怎么回事啊？婶子，是月影要偷听的，跟我无关。月影笑容僵在脸上，他家主子是真不讲武德呀，分明是他要偷听的，关他屁事啊！婶子，我太无聊了，就随便听听。李秀兰看了看月影，又看了看周玉成，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呀？这个姓周的，怕不是看上他闺女了，所以才跟得这么近。周玉成忽然有种新女婿见岳母的压迫感，忙说：婶子，我们也不是故意偷听的，我娘和我妹妹坐了您家的马车，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让我们2个贴心保护您和叶大小姐。李秀兰仔细打量着周玉成，这小伙子呢，长得又高又俊，哎，还别说，跟他家喜还挺配。这样想着呢，李秀兰换上了一副笑脸：小伙子，来，
咱们边走边聊。周玉成和月影硬着头皮上前，李秀兰呢像是查户口似的，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越问呢，越觉得周玉成这孩子是真不错。中午休息的时候呢，他拉着江清月在一旁讲悄悄话：“叶夫人，咱们家喜喜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给他说门亲事了。”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大妹子，你是不是有了心仪的人选？我觉得安王府那小子就不错，他好像也对咱家喜喜有意思，你觉得咋样？不咋样。大妹子，实不相瞒，那小子之前伤了腿，在床上瘫了好几年，谁知道是只伤了2条腿，还是3条腿都伤着了？这种私密事咱们也不好多问，所以还是直接放弃吧。啥？还有这种事儿？那小伙子看着也不像是受伤了的样子啊。你问问你家二福就知道了，之前喜喜跟他走得近，二福还制止了呢。那就算了，这种不行的，嫁过去也是当活寡妇，还不如不嫁呢。周玉成脸黑的可怕呀！啥叫他不行啊？啥叫嫁过去也是当活寡妇？这分明是污蔑，是造谣。他行得厉害，可是他又不能跑过去跟江清月和李秀兰澄清什么，只能默默背起不行的这口锅。此时的叶喜喜呢，正跟着叶婉熙在林子里捡宝呢，还不知道2位老娘说的那些虎狼之词。叶喜喜，你干嘛一直跟着我？谁跟你了？林子又不是你家的，你凭啥说我跟着你了？叶喜喜主打一个死不承认。行，那你在这儿，我走行了吧？该说不说，人家姓牛的运气就是好。他刚刚跟着他，不但捡了一堆洋杜鹃，还挖了几颗野生石斛。见叶喜喜还跟在他身后，叶婉熙气得想揍人。叶喜喜，你是个蜜虫吗？你猜啊？叶喜喜，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人家婉熙去哪儿你都得跟着。林氏刚解完手出来，听到叶婉熙和叶喜喜争吵，忙跳出来指责叶喜喜。对，我有狂犬病，你最好别惹我，否则我发起病来直接咬死你。你不识好歹，活该嫁不出去。你个老娼妇，你诅咒谁呢你？叶喜喜刚想对林氏几句时，李秀兰就冲了过来，她二话没说，抡起胳膊一巴掌就把林氏扇倒在地。你才不知好歹，你才嫁不出去呢。哎呦啊，娘，收着点力，我闺女招你惹你了，你就那么见不得她好啊？侯夫人，你没事吧？看到不远处萧家父子走来，赶紧换上一副担忧的眼神去扯李秀兰。婶子，别打了，再打下去侯夫人就被您打死了。小贱蹄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就主动送上门来了。要不是你那个老不死的奶奶偷换我闺女，她怎么可能吃这么多苦头啊？婶子，你别打了，是我奶奶做的不对，我替她向您道歉，可以吗？道歉有用的话，要官差干嘛呀？哎，娘，行了，别把人打死了，留着她还有用呢。宋夫人，叶大小姐是贱内不懂事，刚才都有得罪了，还请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李秀兰被他身后的萧恒宇所吸引，忙摆手说道：不碍事儿。早知道这娘们儿还有个模样俊俏的儿子，她刚才就不应该对他下那么重的手的。宋夫人，叶大小姐，抱歉。萧恒宇恭恭敬敬地道了一声歉，背起满脸是血的林氏走了。婶子，好端端的您打婉熙干嘛？李秀兰一巴掌甩在叶景云脸上。我不但打他，我还打你呢！我让你欺负我闺女，我让你对我闺女大呼小叫。叶景云挨了一顿揍，立马化身嘤嘤怪。他觉得他的命实在是太苦了，比黄连还苦。叶喜喜打他，娘打他，现在就连叶喜喜的养母也打他。哎，那个，你别哭啊！我就哭。男人哭吧不是罪。叶喜喜丢下这句话，拉着李秀兰走了。喜喜啊，对不起啊，娘好像给你惹祸了。没事，是她欠。大妹子，喜喜说的没错，是她欠，你不用自责。叶夫人，你家老六是不是喜欢那个姓牛的？不能吧？江清月吓了一激灵，她以前还真没往这块想，只当是叶景云从小习惯了保护叶婉熙。我胡说呢，你就随便一听。我就是觉得那老牛家的根儿不行，那个刘婆子蔫坏的，都能做出那种调换别人家闺女的事情来，那他们家的子孙能是什么好人啊？江清月非常认同他这话，忙吩咐叶景安和叶景硕两兄弟将叶景云给捆了。就算他再怎么不想认这个儿子，他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姓牛的给糟蹋了呀。叶景安、叶景硕，你们放开我！景安，把他的嘴堵上。江清月揉了揉眉心，叶景安找了条干净的帕子塞到他嘴里，顿时所有人的耳根子都清净了。不知怎么的，叶喜喜心里莫名有些烦躁，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一般。娘，你上马车上休息一会儿。
然后跟驾着马车的宋二福和叶景安交代一声，让他们留意四周。你也觉得不对劲？我去跟大虎说一声，你帮忙召唤下马车。大虎说太过安静了，我觉得不对劲儿，您小心。话落，几十道人影忽然从前面的林子里窜了出来。小丫头还挺机灵啊，我们躲得这么隐秘，都被你发现了。劳烦各位兄弟让个道，这些呢都是流放的犯人，我们着急赶往北地。流放犯好啊，咱们兄弟就是要打击流放犯，识相点就赶紧掏钱走人。我们人多，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诸位兄弟啊，不是我们不给买路钱，而是我们身上没钱了。这些犯人从京城离开的时候就被皇上给抄了个点儿都不剩，至于我们这些官差，身上的银子勉强能够撑到北地。没钱好说，那就把队伍里的妇孺全部留下，正好兄弟们都没娶妻生子，这不是现成的吗？他有钱，后面那2辆马车就是他家的，里面有很多物资。早知道林氏嘴这么贱，他刚刚就不该拦着李秀兰，直接让他把人给打死算球。对，将军府老有钱了，皇上以前可赏赐了他们不少好东西。将军府可是叶昭大将军所在那个叶家？没错，就是叶昭所在的叶家。叶家通天卖国，害苦了我大夏朝的百姓。几位大爷，你不是想要媳妇吗？叶昭的夫人还有2位儿媳妇都在马车上，他们风韵犹存，嫁给几位大爷正好。闭嘴！几位大爷，我夫人得了失心疯，刚刚是在胡言乱语，诸位不用理会。既然侯夫人得了失心疯，那还请侯爷将人看好了，省得哪天冲撞或者冒犯了别人，会死无葬身之地。哦，原来是得了失心疯啊！大爷我呀，最擅长就是治失心疯了。二狗，去把人给我带过来。不要啊！救命啊！夫君，救救我！放开我娘！萧恒宇一脚踹飞二狗，将林氏拉到自己身后。二狗飞出几米远，然后摔倒在地，吐出一口鲜血。二狗！几名土匪上前，看着二狗胸前凹陷下去的肋骨，眸色大变。快去请二当家的！一个身材矮小的土匪拔腿就往林子深处跑去。很快，矮个子土匪就领着一个身穿白衣、头戴围帽的青年男子回来了。让开，二当家的来了。叶喜喜对这帮土匪呢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即便二狗身负重伤，他也并未上前诊治。可他又是个十足的颜控，虽然看不清白衣男子的容貌，但是就他这般宛如谪仙一般的穿着打扮，也足以让他眼前一亮。顿时，他的双脚不受控制地往前走去，想要看看围帽下是怎样一张俊脸。别去，危险。哦，叶喜喜乖乖停在原地，只恨自己没有长一双透视眼，否则就能穿透围帽看到美男子的真容。正想着，美男子开口了：程平，把我的银针拿来。声音这么好听，那长得肯定好看。这世上除了美食，还没有什么比见到美男子更值得他开心的了。他应了一声，打开药箱一看，瞬间脸白如纸啊！二当家的，抱歉，今天走得匆忙，我忘记带您的银针了。伤太重了，若是不能诊治的话，恐怕活不到今晚。我有银针。叶喜喜说完，已经甩开周玉成的手，拿着银针屁颠屁颠的走到二当家面前。这丫头力气太大，拦不住，根本拦不住。二当家的，给。谢谢。二当家伸手在空中摸了几次，才摸到针包。不是吧？是个瞎子？大好的心情突然就没了。你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你确定能给他扎针？可别把人给扎死了。我眼睛确实有些问题，不过多摸索几次，总能扎对位置的。哎呀，二当家的，你倒是快点给二狗治病啊！再聊下去，二狗真的就要一命呜呼了。急什么？二当家的说完，不紧不慢地拿起银针，在二狗身上的几处穴位扎了下去。叶喜喜看的是瞠目结舌呀，什么时候瞎子都这么厉害了啊？等等，这针法怎么看起来跟他家慕容女士使用的针法有点像呢？准确点来说，这针法应该是穆家的祖传针法，所以眼前这人该不会是穆家老祖吧？您是穆家人？你认识穆家人？算认识吧。我不是，不过我认识穆家人。看来姑娘的医术不差，竟然能看得出我用的是穆氏针法。我能看看你的眼睛吗？多谢姑娘的好意，不过我的眼睛没救了。事实上呢，她的眼睛并不是完全看不到，而是只能看到一些微弱的光芒。还没看过，你怎么知道没救？哎呦喂，二当家的，你能不能先好好给二狗治病啊？要想聊天，咱们等会儿把叶大小姐请回山寨，今天晚上你们俩慢慢聊。
聊到天崩地裂、海枯石烂都行。叶喜喜心说，啥玩意儿？他就想跟美男子随便聊几句，可不想去山寨彻夜长谈呢，还天崩地裂、海枯石烂。真要是这样，他那2位娘非得把他打死不可。叶大小姐，你是将军府的人？对，你认识将军府的人？叶喜喜摸着下巴，总觉得这会儿土匪对将军府的人好像挺感兴趣似的。我不认识，不过我们大当家的早年被叶昭叶大将军救过。原来如此，难怪刚刚林氏胡言乱语时，领头的土匪会斥责他，甚至派人出来收拾他。明白这一切后，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瓷瓶，递给领头的土匪，给二狗服下。这是我爹生前给我留的保命药水，只此一瓶，稀罕着呢。哎呀，叶大小姐，这使不得，这要是让我们大当家的知道了，那肯定会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啊！看来这些土匪还没有丧心病狂到无法拯救的地步。没事，我自己略懂医术，死不了的。二当家的，这叶大小姐，我能看看你这保命药水吗？当然。他打开瓶塞，仔细闻了闻，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他想尝一尝的，可里面只有几滴，他怕自己给人家尝没了，只能放弃。给二狗服下吧。领头的土匪没有犹豫，将灵泉水喂给二狗。眨眼间的功夫呢，二狗就睁开了眼睛。醒了，二狗醒了。他给二狗重新把了脉，奇迹般的发现呢，他的内伤竟然好了一半，剩下的只要好好调养即可。他突然升起一股悔意，刚刚不应该拒绝他的，万一他真的有办法能治好他的眼睛呢？叶大小姐，咱们该赶路了。二当家的，能让你的人放我们过去吗？你得问问他们，我虽然是个二当家的，但是没什么实权。哼，好吗？还是个光杆司令。这位大哥，能行个方便吗？叶大小姐，您真要带着家人们去北地啊？那里条件艰苦，不适合生存。你要是不想走的话，可以带着你的家人留在山寨里，我们这么多人，一定可以保护你们一家老小周全的。多谢这位大哥的美意，可我们身份非同寻常，要是未按时抵达边关的话，后果会很严重。那您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已经派人去请示我们大当家的了。大虎说，要不先原地休息一下，咱们今晚多赶一些路。行吧。侯爷，怎么办啊？你问我，我问谁去？都跟你说了，不要招惹叶喜喜，不要招惹叶家，你就是不听。现在捅了娄子，你又问我怎么办？娘，咱们身上还有多少银子？萧恒宇想拿钱息事宁人，没了。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你还死守着那些钱，准备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留着给儿子娶媳妇了。叶喜喜听见了林家的吵闹声，冷笑一声，打算找个机会把他们家的钱给偷了，等彻底没钱了，看看林氏还能怎么蹦的。跟他有仇？叶喜喜嗯了一声，把刚才林氏做的事情简单跟二当家讲了一遍。你打算怎么办？需要帮忙吗？不需要，他要是想弄死林氏，早就动手了。留下他不过是看在萧恒宇的面子上，他可是未来皇帝的养母，真要弄死了，等以后萧恒宇登上皇位，可不得拿他们叶家人撒气呀。说是他能被什么毒蛇呀、毒蜘蛛啊、毒蜈蚣啊咬上一口就好了。正想着，他就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侯爷，快去喊叶喜喜过来，我被蛇咬了。不是吧？系统又给他解锁了新的奖励，他成乌鸦嘴了，说啥啥应验。叶大小姐，那边好像有人被蛇咬了，你不过去看看？叶喜喜哪里还能不明白呀？刚才的事情肯定是二当家所为。叶大小姐，我娘被毒蛇咬了，麻烦您给她看看。抱歉，我医术不精，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万一把侯夫人治出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这责任。叶大小姐，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怪你。这时呢，萧恒宇扑通一声跪在叶喜喜面前。叶大小姐，刚才是我母亲出言不逊，我替她向您道歉，还请您救她一命。叶喜喜心说，老天奶呀，他真的是出息的不能再出息了。书里的男主，未来的皇帝，竟然向他下跪了。那个，你先起来吧，我是真的不会治疗毒蛇。不过，萧世子，这边不是还有个大夫吗？你为何非要作践自己，祈求叶喜喜啊？二当家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惋惜请您救救侯夫人。哪里来的猪头啊？叶喜喜也不想笑的，可是二当家的嘴真是太会说了，他实在是没憋住。他深呼吸了几口，从钱袋里掏出10两银子递给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有劳了，这是诊费。才10两，你也太不把我堂堂清风寨二当家放在眼里了吧？那您开个价。二当家伸出5根手指，50两。行，我答应了，您先给治病吧。瞧不起谁呢？5000两。他笃定
对方拿不出这么多钱，正好呢，也可以趁机拖一拖时间，最好拖到那妇人死翘翘为止。50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这不正在抢吗？二当家的语调痞痞的，跟他谪仙一般的人设很不相符。可叶喜喜更爱这样鲜活的他了，一双杏眼一眨不眨的看着二当家，眼里都是崇拜和欣赏的星光。不是吧，叶喜喜该不会有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瞎子吧？不行不行，他已经毁了我的清白，怎可转移目标？周以成轻咳两声，不动声色地走到叶喜喜和二当家的中间，隔绝了叶喜喜的视线。哥们儿，让一让，你挡着我光了。挡着就挡着，反正你又看不见。叶喜喜好想说，哎，哥们儿，让一让，你挡着我看美男子了。可他又怕气着周一成，只能作罢。我只有100两。罢了，就当结个善缘吧。他毫不客气地收下所有银钱，这才起身朝林氏走去。叶喜喜，你能不能长点心眼儿啊？我长了呀。你哪里长了？那二当家瞧着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你也敢跟他搭话，就不怕他把你卖了？放心吧，二当家的不是那种人。说完，屁颠屁颠的跟着二当家走了。二当家看了眼林氏，脉都没好，就十分敷衍道：不好治啊，就算治好了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重则瘫痪，轻则嘴歪眼斜，流口水。叶喜喜嘴角抽了抽，暗自告诫自己，以后啊，千万不能得罪医者，省得他们在背后玩阴招。平城，你来，找到被蛇咬的位置，然后割开伤口，放出毒血，我去附近找找解毒的草药。说完，二当家的就头也不回的走了。事实上呢，他的药箱里就有解毒丸，可他不想给林氏这个毒服用，只能采用最简单粗暴的治疗手法。小丫头，你就是叶昭叶大将军的闺女？叔叔好。真是虎父无犬女，你这性子倒是随了你爹。不，还是别向死鬼老爹了，命短。叔叔，我们着急赶路，您能让您的人放我们过去吗？丫头啊，既然到了叔的地盘，那叔怎么着也得留你们一家人去山寨吃顿饭吧。当初要不是你爹出手相救，恐怕叔的坟头草已经几尺高了。今天也不早了，你们就去我清风寨休息一晚，我让我的人给你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你们吃好喝好，明日再赶路，如何？叶喜喜看得出来，这个大当家的呢，对他们没有恶意，可这么大的事情他也做不了主，只能看孟大虎。那今晚就叨扰大当家的了。无妨，丫头啊，你家其他人呢？山路不好走，我让人准备了轿子，抬他们上去。哎，不用了，我们有马车。成，那咱们走吧。大当家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客客气气的把一众流放犯迎回山寨。叶喜喜四处打量着破破烂烂的土匪窝，时不时的摇头叹气，穷，可太穷了。丫头啊，咋了这是？叔，不是说土匪都挺有钱的吗？你这咋穷成这样了？丫头啊，不瞒你说，认识你爹前，我们山寨挺富有的，天天是大鱼大肉，白米白面。认识你爹之后啊，我们山寨就穷得叮当响，这不，就连我那山寨夫人都给穷跑了。还有这事儿？叶喜喜八卦心起，从兜里抓了一把瓜子儿，分给大当家的一半。说，展开讲讲。这不，当年我被人追杀，你爹刚好路过，救了我一命。我那时候昏迷不醒，隐约间听到你爹说军队粮草短缺。等我清醒后呢，你爹和他手下的兵已经没了人影。为了报恩，从那之后啊，我每年都向朝廷捐粮草。这不，捐着捐着就把我给捐穷了，还把你爹给捐死了。说，那您现在还给朝廷捐粮草吗？不捐了，你爹死了，将军府也被抄家了。我要是再给朝廷捐粮草，那我就是大傻叉。大当家说完，又伸手问叶喜喜要了些瓜子儿。丫头啊，你这瓜子哪儿买的？怪好吃的。说，我这瓜子好吃不？啊，好吃啊。说，你想不想改善你这帮兄弟们的伙食啊？想啊，咋不想啊？别看这些兄弟们长得歪瓜裂枣的，但都是好人。要不是生活所迫，他们也不可能来山上当土匪啊。大当家的也是个话痨，絮絮叨叨的跟叶喜喜讲起这些土匪们的身世。老天不公啊！丫头啊，要不你别去北地了，就留在山寨给叔当闺女算了。将来等叔死了，这清风寨大当家的位置就留给你来做，成不成？叔，算了，我真要留下来，用不了几天，狗皇帝就会派兵把你这清风寨给剿了。大当家的沉默了片刻，开口道：明天一早我就送你们下山。倒也不用那么急，
丫头啊，我史叔不敢留你，史叔就这2个虾兵蟹将，不适合跟狗皇帝硬拼呐。叔一个孤寡老人是死是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叔底下那些兄弟，他们有些比你还小，让他们去送死，叔良心上过不去啊。听了这番话呢，叶喜喜对大当家的好感呢又上升了几个度。叔，我想跟您谈笔生意。跟我谈生意？您不是说这瓜子挺好吃的吗？那咱就做这瓜子生意。您可别小瞧了这瓜子生意，这要是做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之前在京城了解过，大夏朝也有瓜子售卖，只不过呢，瓜子的品质不是很好，好多不是发霉了就是空壳，而且口味单一，只有干炒这一种口味。叶喜喜想把自己前世跟短视频学的炒五香、椒盐、焦糖瓜子的技术教给大当家的。他相信，只要大夏朝的吃客们尝过这几种口味的瓜子后，肯定也会爱上。到时候不说赚个盆满钵满吧，最起码也能保证清风寨众人的基本生活。毕竟呢，打劫太危险，万一不小心遇到硬茬子，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丫头啊，叔不懂，你跟叔说这生意咋做。现在是6月上旬，要是此时播种的话，赶在9、10月刚好向日葵能成熟，到时候直接炒熟，拉到附近几个县城去卖就行。另外，除了干炒的，我会另外给您3种口味的瓜子炒制配方，等会儿我给您写个纸条，您到时候按照上面的香料配比直接炒制就行。大当家的听得很认真，不管这条路能不能成功，他都想试一试。二当家的，你站这儿干嘛呀？你说我干嘛？当然是站在这里保护你啊！你没看到小丫头的几个哥哥对你很不满吗？你说你一把年纪，怎么就这么不知羞啊？还想把人家小丫头拐到你这破清风寨？丫头啊，不是说你几个哥哥都战死沙场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呀？死了4个，就剩2个了。左边第一个是我养家2哥，第2个是我亲4哥，以前被人调包了，最近刚认回来，不过被人下了毒，是个哑巴。第3个是我小哥，是我娘亲刚认的义子，从小跟狼群长大，也不会说话，只会狼嚎。最后一个不是我哥哥，是安王府的安小王爷。哑巴？叶家大小姐，我能跟你4哥看看吗？当然可以。叶喜喜冲叶景安使了个眼色，叶景安乖乖地把手伸到二当家的面前，二当家的伸出细长的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给他诊脉。半晌，他皱眉说道：先前的毒药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不过如今毒都已经解得差不多了，等把毒彻底解了，就能开口说话了。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放到叶景安手上。这是我自制的解毒丸，看在你妹妹给我投缘的份上，就送给你了。现在服下，大概1个时辰后，你体内的毒素就可以完全解掉。叶景安皱了皱眉，一阵比划。周玉成替他翻译道：叶家4哥问你，这颗解毒丸能不能给他的弟弟吃？他的弟弟也中毒了。弟弟？是我小哥，他也中毒了，眼圈有一大坨黑色毒素。伸手，我给你把把脉。叶景硕下意识地看向叶喜喜，见他点头，这才伸出手。二当家的伸手搭上他的脉搏，然后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叶家4哥，你过来，我重新给你把把脉。叶景安上前伸出自己的胳膊，二当家的手重新搭在他的脉搏上，接着呢，他又给叶景硕把了脉，最后呢，又给自己把了把脉，他的眉头也因此皱得越来越紧。二当家的，我2位哥哥的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吧？你2个哥哥的身体都已无大碍，只是他们体内中的毒跟我中的是同一种，但奇怪的是，他们中毒后的症状跟我完全不一样。你是说你们中的是同一种毒？我不确定，脉象都一样，但他们的症状又不一样。而且你4哥体内不止1种毒素，太奇怪了，真的太奇怪了。明明脉象一样，为何中毒后的症状完全不一样？二当家的，你等等。二当家的，这个给你。叶喜喜把满满1竹筒灵泉水塞到二当家手上。天气热，多喝水。谢谢。二当家隐隐觉得这或许并不是普通水，当即拨开塞子喝了一口。下一瞬，他感觉原本模糊的眼睛似乎变得清晰了一点，果然是好东西啊！二当家咕咚咕咚喝完1竹筒水，视力比刚才又好了一些。他没有多问，只是从怀里又掏出了2个小瓷瓶出来。这里还有2颗解毒丸，给你另外2个哥哥吧。再给我1个就行，另外1个你自己服下吧。药丸太苦，叶景硕嗷呜嗷呜地表达着心中的不满。乖，别喊，吃糖。叶景云心说：好好好，又欺负他是吧？不就是1颗解毒丸而已吗？不给就不给，他还不稀罕呢。
我得离开这里了，希望你们能平安抵达北地，咱们有缘再见。说完，他又跟大当家的辞行。大当家的，这些日子承蒙您的照顾，如今成平已经出师，我也该走了，您无需挽留，因为您也留不住我。要不要这么扎心呢？小丫头，重新认识一下，我叫狗蛋，我师父说贱名好养活，我另外还有4位师兄，分别叫金蛋、银蛋、铜蛋、铁蛋。将来你若是遇到叫这个名字的医者，就跟他们提我的名字，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们也会对你照拂一二。我还是继续叫你二当家吧。好，随你。狗蛋儿完全不符合他仙气飘飘的气质，他叫不出口啊。